95服于胞，有力。宣圣讲义。此对95爻辞也。95正位，而曰服于胞，以对之阳。至95中，上为一阴，对艮相对，阴出于坤，山地为胞，故曰服于胞。而胞亦非现卦名，以胞者实也，服则性也。此服自亦如92，合之至也。合则能相济，而济其虚盈，平其消长。胞而服，则不胞矣。即以合之道，既胞之时，如秋冬之寒，而有泰风之许，如肃杀之日，而得生辰之机，则足以解其灾，缓其害。此95正位，是有此德用也。下有利者，如前93，有为害，而能自利，或自利也。有利则无害。正与服于胞相应，以知其为，而自坚贞之志，利其手，而顺于时事之难。此有利，虽非吉，亦非凶矣。象曰：服于胞，谓正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5为正而食胞，以得计时之穷，以为顺势之变，则胞而有福。以福者性也。对以内外正位皆刚，秉干之德，故虽胞而能性，则得用之所者也。对卦各爻，无不取交易位用，正位由明，以此一比，以服交胞，是对之本质，亦如履95也。上六引对。宣圣讲义。此对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对之吉位，亦外卦之主位。以全卦言，则为穷；以对言，则为主爻。牵引于其穷时，而交对于其吉位，是谓用将中，而志未矣。行有限，而心无穷，则其所谓必互相牵扯，而不克快其所欲，故曰引对。引者如引弓弦，视其力而未开合，力之不足，则弓不张。又如牵绳相掣，亦是力之所加，力不足者，不能引之前。上六柔也，而在上，刚与之俱，如弦与索，互相牵引。若不相让，实则归于力之胜者，先利而后得，故不及吉凶。由卦言，当不胜；由爻言，当有功。此则是所谓耳。柔以上刚阴，以彻阳，其情异同，其形难依。此引对非对之本质，而谓对者，亦为互相牵引而已。安能成其交接之德？悦则之功哉？象曰：上六引对，谓光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以互引为用，而凭血气之用，牵掣未能，而妄得用之招，此其行不光明，志未正大。可知总之对柔外刚中，而全卦皆以柔能成刚为治，故凡刚爻皆吉。独三与上谓柔不利，足明对之用矣。对者见也，出也，与巽反，见必以德，出必以利，二者均匀，方成其用。有一未备，必误其行。刚爻则两者俱备，柔爻则得巽于利，决过于臣，此不利于行，使以得之未逮。虽为主爻，就非本质，方待其变，远于纯前。今阻于一爻，一朝一夕，故曰未光。
以其在上部463之凶，而不及可见矣。对以顺越之情，阴柔之行，昭示于外，故无所不合，而其害亦随之。舍内外正位以自珍，将何以成其德？达其道乎？故25正爻未卦用所重，941爻未卦得罪名，由训以为对，因符以求见，其志切，其心恒，故有赖于刚健自强，而最患优柔寡断。此应对若胜负未决，抗拒方长，宜其为未光也。患卦坎下巽上，宣胜讲义。患上巽下坎，风行水上，三阴三阳，外多阳，中多阴，而25皆刚，阳失其本，柔得其始，中互宜，夫于养正之意。两柔在中，以利人道；两刚在上，以明天道。天人互交，而卦用难协，为水性润下，风行多变也。风驰而成水，以成波涛；水静而随风，以相起伏。此卦名涣，以其意离散，而离合同也。涣由是也，分散于外，如冰之势，又解也。离异其体，如瓦之解，而以水风推荡，流走而不停，风波积极，动撼而不息，则有利于致远，宜于运输。此交换之用，亦如对则也。传曰对者说也，说而后散之，故受之以涣。言物之有聚必有散，有合必有离。聚也，如萃；散也，如涣；合也，如噬柯；离也，如葵。其情不同，其形自异，而同体之景，则如水之聚也。水在木上，以成其极引之力；木在水上，以达其流通之功。故涣之象，如帆船因风以行水，由近以致远也。而其情则非具处之求，乃怀离散之志。此宜于行旅，便于交通，必益于商工，发达其物产，亦自有其待用矣。坎险在内，阳虽陷而巽顺在外，刚居高，此相与提息，以利用三阴之力，阴亦顺承其志，时与推移，则涣散者，有其交合时；分离者，有其往还约。是以刚柔不度，而内外无猜，情重于行，则不患其远；致其于达，则不虑其离。此涣虽由对变，人不利其悦则之用也。涣结往复，一卦成两，则散者止之节，有止也。以对艮对位，成用相虚，则流而山止之。水入于则易止也，止以节其行，即以节其散，故涣后有节，亦循环也。涣以风木之力，恒为人生所必须。水者阻隔交通，区别地域，有风水以助其行，平其险，出其险，治其通，则成利济。此涣之德。济其难济，行其难行，因天生之才，利人生之用，人道所重，而以柔示其意焉。柔以御刚，无不化，此道之大本。贵能柔用也。中爻两柔，以弃于中孚之象，虽亦济济，而非未济。坎为中男，巽为长女。一男下女，有同于贤，故善于交通，利于行旅。水有源，木有本，溯本寻源，
谓义较大止，人之本源，祖也天也。故患众庙祀，民不忘所生，亦重得报功之意耳。宗主父主，对训往来，换节往复，由四阳两阴，亦为三阴三阳。一周一卦之次序大则，对为八卦之末。即八宫序大中于雷则归昧，亦对宫末卦也。对重在交换，以柔易刚，故至换而阴阳平匀。如太否，换义含换义之意，以巽之福入，而后有对之渐出，以对之则悦，而后有换之涣散。在卦象对包坎之大象，即6-3上6中，有9-4、9-5两阳，如坎之阳现也；而换节则包离之大象，即9-2、9-5中，有6-3、6-4两阴，如离之中柔也。离有利与分之意，而换则取分离之用，以两阴在中，而出一阴，阴得其势，阳失其始，则必至于焕然离散。巽在上，坎在下，中户山雷移，两正位皆刚，亦如巽对，而中爻皆柔，则痛中服，刚与柔争，风与水逐，各行其事，乃为涣散之由。而在卦用有静与解，解亦散也。雷水未解，风水未换，皆水在下，不与上交，水性润下，其行曰降，则风雷与之背驰，雷气勃起，其势急而力猛，故名解。风行善变，其势缓而力柔，故名缓。以雷水日离，风水或离或急也。风行水上，水故随风而波靡，乃基于风动，非水自性也。故旋即旋离，不肯中和，徒见其一时之句，而终成不协以离，故名涣。离散也。同体卦为水风井，水反在上，巽向木而非风，水上于木，自成其句，而木以举之，斯称为井。井者，水之源也，其用在能积以为急，能急以为利，是以木水相辅，共达其极引之功。而涣则与之异，巽故可象木，而在水上，则如舟筏，转运之力，无极引之功，行动之需，非基础之象，故不以水位取名之本，而以风水离散，为名义之源。此彖辞以立涉大川为言也。立涉则通于远，交于外，交通之所赖，民用之所资，如江河海洋，舟楫来往，以为名利，则亦有换义之意也。水运之变，商贩之利，交往之宜，旅行之资，此户亦为用，往还为理，亦本则说之情，而见水润之德者也。涣亨，王甲有庙，立涉大川，立贞，宣圣讲义，此涣卦彖辞也。涣巽合坎，先天中男长女为三阴三阳平匀之象，则其用服于乾坤者各半，而后天坎代坤位，巽原由干变坤，是合于坤德者多。彖辞首称亨，名其服于乾坤也；中称立贞，名其本于坤也。坤首立贞，涣以柔始，则本于坤，而先立贞，与对之备三德，同而实异，对以成干为治，故三德连及涣；以合坤为治，故三德分称，此其意也。涣阳在上，秉天之道，高明下覆，
而其下九二应之，则有其臣代者，此天得下代。地道上行，921爻位刚外，初与3、4皆柔，合成坤卦。由6位周流言，则乾与坤交错，干多在上，坤多在中，而初2两爻，一坤一干，以生阴于3、4，气感于5上，恰相同也。一而皆续其二，中介所不同者，是则刚来而不穷，柔往而得外，用不可及，德不可限，故彖首称亨，言交通一切也。9二在下，而上有95，吾之尊严，君临天下之象，故称王甲有庙。禹则的萃彖此同，萃以则合地，水聚于上，物归其本，人亦溯其始，涣以风合于水，木水循源，人亦思其祖，不忘所自身，故皆称有庙。重返本而报德，溯源而敬先也。人生于祖，祖生于天，敦本则孝敬，报私则敬天。此萃以孝祀祖，而涣以敬兼享地也。称王者是为人民之虑，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莫不有其身，莫不反其本，则莫不有庙以生祭祀之臣，有礼以民存敬之意也。畜牧坎水，木本水源，不可忘也。亦由萃之，则以为水之本，得以成土之具，后天之物，莫不生于木，活于水，而长成于地。故人思其义，而报其功。祖先之恩，不独生之，且以育之；天地之恩，不独育之，且以成之。此四祖者，必祭上帝，欲所谓阴间之祖考，以配上帝也。雷的喻，念春雷之出于地，为万物之初出生，雨露既滋，生育以茂，故于时重其报之典，而立配享之仪。涣则以木水之同功，生化之者效，盖润之为力，运输之有劳。天地所自生成，祖先所由缔造，守成之匪易，则知创业之由艰，安享之不穷，则思草昧之难造。是以成前列之利，追究德之崇，履继德之安，素先人之赐，而必有庙祀，以昭告后嗣。众既享以垂范将来，此涣之亨，其道亦以通于天下后世，而无以矣。以木在水上，如舟筏之渡，船舶之运，故立涉大川。大川而立涉，况水之小者乎？况在陆地，不隔于水者乎？此由交通言，亦可见其亨而立矣。立真者，合性情之正，事实谓之宜，有守而有位，可行亦可止，真谓之本，立见其用。合之则坤之道也，人之德也。人道法地，亦先立真，而后元亨。立以成物，真以成己，不以有用施于无用，不以可贵执于消费，不以可大进于细行。顺时以治之，因位而达之，则立真之道也。故范显而不显，履现而不现，坎在下，显现之象，顺训之德，足以兴其利，而避其害。此立成于真也。彖曰：涣亨，刚来而不穷，柔的谓乎外，而上同。王甲有庙，王乃在中也。立涉大川，臣木有功也。
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风水涣与水风井同体，异其上下。井以水之聚而生于木，涣以木之浮而上于水，故井向极，而涣向周。木在水上，水乃浮木，木以载人物而渡水。凡水皆赖是以设以济，而深广之水游者其功，故有舟楫，则地上无不可至，而海洋河沼不能陷之。是以涣之象立于形，立于形，则无远弗届，故彖称亨。以卦爻言：巽在外未来，两阳在上，下应九二，故曰刚来而不穷。谓的九二谓之本，有本则不穷。如木之有根也，水之有源也，其身不限量，则成用必久大，而柔在内，以息其刚，使阳不飞跃于外，亦不穷也。坎两阴加阳，柔之位在内。今九二刚加柔，柔四不得位，以六四重柔，弗于济济，亦得位也。六四在外，故曰柔得位于外，而上同者。言柔虽止于六四，以周流六虚，往来不息，柔降于下，以得出与三之阴。初三在下，六四在上，故曰上同。皆指六四一爻言。盖刚有九二在下，则来而不穷；柔有六四在外，则得位而上。同此两者交错，各极其升降之用，互换之功也。刚在上，而互益九二之一爻；柔在下，而互益六四之一爻。若不互益，则谓天地否，阴阳不通，更何亨哉？此涣之亨，即以否之交错。刚自四而二，柔有二而四，然后来者不穷，往者得位而上同，同者来同，即大同也。以柔能上刚，而得外之位；刚能下柔，而与内同，故上同三字。兼刚柔言，不专指柔。坎在后天，居坤之位，坤之正位六二，今亦九二，即顺坤以承前也。巽为长女，坎为中男，九二坎之主爻，六四巽之主爻，两者相协，乃主爻相交，共成其用。此痛也，不相猜疑，不相妒忌之谓也。以九五正位，故曰王甲有庙。王指九二九五，庙则九五二五交阴，尊其所尊，亲其所亲。由正本言，则九五下敬九二；以重报言，则九二上奉九五。总之，亦为王，亦为王所甲之庙，甲至也。革甲古同，言孝享为君主之亲邻，言祭祀，为祖神来革，亦兼该之意。天有望也，所祭者主位，受祭者主神，皆称王，以食王之祖，故亦望也。而天上之地，则天王也。此彖辞称先望，明其位尊而得宠者，有功于民，有利于世，有造于天下者，皆望之。时王在下，则九二当之；先望天王在上，则九五当之。读者不可逆也。盖于其祭祀之后，至享于臣下，大酬于国人，则相之在下主祭者，又当皆履上位，以君临万民矣。故涣者，兼有交换之意。涣其时，则涣其位，不可固执王位九五也。然仅称庙，而不称祭亨，
是王尊而庙下也，则有史书王亲至庙而已。不过92位内之中，95位外之中，皆中位也。故是曰：王乃在中，言在下则率众以主祭，在上则临众以受享，无时不在臣民之中，为众所瞻仰者也。王在中位，位临中国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此王能服天下，而主社稷，万方共尊之，服之矣。以时王之德，率先天之道，以人王之行，招天王之神，则宦之待用。当于王甲有庙具中见之，训木成坎水，故彖称立涉大川。是曰成木有功，言有功于国家人民社稷，有利于天下后世，则祖先之德，上天之恩，不可忘也。故祭祀上焉。象曰：风行水上，奂先望以享于地，立庙，宣圣讲义。此奂卦象辞，声明人道也。奂以巽上坎下，为风行水上之象，而巽木也。木在水上行，如舟筏之属，亦必赖于风，故不曰木曰风，而重在行字。既行必有用，水上之行，必兼风木之力。木以载之，风以使之。平时舟筏之力，在江橹之资，而最变者，则借风之力，故用帆樯，亦有取于木也。天地自然之力，而人用之，水能浮而风能速，必假人力以成之，则舟筏帆樯之制作，牵缆或挂帆，是风之象，与水之流，各治其用。此奂之象，大有赖于先人之智力，艰苦创造，垂育后人，其功德何可望？因念先人之功德，兼思天地之生成，则崇报之心，追溯之理，不可苟也。故因奂之用，而立人道，则重在祭享。宗庙祭享生其敬，宗庙视其尊，尊之敬之，以尽其崇报之意，而达其孝弟之行。此不独为溯源反噬，亦以敦本后生。如木之培其根，水之临其源，则生生无穷，川流不息。此承先而育后，追远而教民，其旨至深切矣。称先王者，以先人之德，必因其位始大，时王之丕臣，亦以其位未昭。王者尊之至，先王者尊而亲之。人之始祖，亦出于天，继其祖者，必享于地。此即欲配祖考之意。享于地，则受其福；立有庙，则明其理。有国天下，为宗庙之事瞻，行祭享时，虑臣民以向往。此奂之人道，不称君子，而称先王。明其社教自天子始，先王以享地矣，以立庙矣，传之后世，是礼之尊严，道之光大，灭以过之，而必因于奂者。奂之必未离散，离者伤其亲亲之人，散则害其尊贤之义。合而言之，则备于变上下，定民治之旅，是将立于孝弟之教，崇报之礼，慈爱之心，诚敬之德也。故必溯源以求其本，培根以茂其华。此见于风木行水，而重其享地之规，立庙之度，有祭祀犯其将离之情，则求怀其祖，
有宗庙曰其易散之志，则无舔所生，亦教以人道济天之穷，恶术之变，患而不患，乃成患之代用矣。不然州法以越险，翻墙以犯难，人孰不越去日远，越离越疏乎？散之四方者，身之情，系于一本者，天之性。后人皆先忘之意，身具日久，则或忘其祖。天下皆人类所居，犹逐无方，则或夷其类。此凡农业国所引为生律者，故见患之利涉，则思散漫之难清；因风水之易离，则思远隔之莫近。故不独为重报己业，引申其意，乃其余成其利，而度其害；昭其德，而大其功。笃于尊亲，则无远弗届；敦其孝友，则相得益彰。人不立夫先王制作之中，而克广其天地高明之道者矣。初六，用正马状，即宣圣讲义。此唤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在下，坎之初爻，而得坤之用。坤履双肩兵之象，即云履，自不外于行。行者或步或于马，不以指称，与以马称，其意义也。而在明夷6·2义曰用整马状吉，与此词同而义略异。盖明夷之下为离，6·2离之中爻，离秉乾德而代乾，故称马。又坤称力聘马之真，是马之象，兼乾坤也。换之初六，亦坤爻，而与上九及9·2合亦互离。初六正如明夷6·2，此其痛也。患以木在水上，象舟伐之行，而非陆地，似不得称马。然以坎一阳在中，互离反为阴在内，以显现意味光明。此由入而出也，由洼而高也，亦即由水而陆之象。出入之所必经也。入水者先自陆，出水者终登陆，则乘舟伐者，亦不得不资于马。由陆是水位自高降，由水是陆位自洼深。深者正拔之也，故称马而曰用整。整亦作辅，有举之也。马之呆整者，其地多洼，如春秋陷于泥淖中之象。而坎本亦陷，却以互离，又得整之初，此其意也。明夷本离正位，自有整马之功。换初六有坎换离，亦得整马之力。所别在离与互离，主客之殊，常变之意而已。用整马而称壮者，言其力之有余；而战疾者，言其行之有力。以阴抑阳，以柔换刚，乃得此辞，谓其顺于9·2也。卦自初始，其志上达，进于9·2，得中而就于正。故行有功，而战得急，患重在行，行必有始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初六得其始矣，故以力出其马未遇。象曰：初六之吉，顺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初六柔在下，而行进于9·2之中刚。由坎而反互离，以阴而行进阳，两情相求，谓是之至顺者。顺则利矣，故战疾。此与明夷之辞，亦可辨其有殊。明夷阳日下，换则刚日升，初与2交，互换其用。本离之明，履坎之险。初诸渊以登于高明，发于下以积于上位，则其时移而事顺，
此力争在下。本坤之善于顺承，故以顺自者其意焉。92. 患奔其物，毁亡。宣圣讲义。此患92爻辞也。92内中位而未坎中爻，阳履阴中，刚主柔位，在坎位阳现之象，在患位刚中之情。以92阴95，两刚得中，而中加两阴，有如夷中服，阳反包阴，遂与坎之阳现于阴者异矣。上巽以顺于下，则92有外圆而不现；下刚以成其柔，则内中有主用而不毁。此爻称毁亡也。患以刚柔交换，行止相离。92刚中，主于进取，乐于行动，故曰奔。即持未奔，成其前进之势，而挟两侧之众，以疾行。得位而不居于守，得中而不至于物。未欲出坎之显现，进巽之风行，遂不得不急聚以奔驰。果敢以行进也。奔其物者，以急之行，不恋于其所止之居，以勇敢之势，不至于其所居之地耳。物亦作机，机谓短戟，物本短凳，名亦时同。又物与乐通，用于车辕，以驾牛马者，又以木指物之行者，亦称物。皆指之使物动，阻之使不行。如栓处之桩，系舟之柱，皆物之属。谓名虽殊，至用则一，不外牵掣之以不前，居系之以为首而已。巽为木，92坎水之中，木在水中，故谓舟筏翻墙之类。木在水岸，即为船役筏桩之属。以92阳爻，高出水面，亦可视若岸或舟，为傍水之陆地，以患至于行，不习于离散，故不乐就于所及之地，安于所止之具也。既欲短凳，人坐时所资，亦为其止也。未有备之以驰，坐之以奔者，今以奔其物言，以疾走而奔，远其所止之物，以成患之用也。患言之，即奔而离其物；患自止卦名，亦兼其用。患奔由奔患，志在患而后奔，又因奔而患其所在处。如疾驰者必去其驻足之地，远行者必离其所坐之具也。奔自欲其患之急，故出则整马之状，此则奔离其物。卦下未往，故重于前进也，而以志之所愿，行之所宜，得中之阴刚，并前以切柔，故称毁亡。言其奔无悔，事在必行，事不容缓也。而亦含有不能毁其所为之意。又以亡字在下，亦有毁于所亡之意。言得中则无可毁，失中则毁其以往。不得不失，则毁无可毁。辞兼三义，是战者之行而定。卦内争外毁，本其位而往，守其分而前，将息毁哉？故不及吉凶者，正以其行克服中道与否而异也。象曰：患奔其物，得怨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2至怨前行，行虽急而非破，动虽急而不毁，有坎显现出就顺行之风。以下阴暗，上遂高明之德，未得所愿往，则虽奔驰而离散，又何悔哉？以患之怨于交换，而至于远行。木在水上，风以促之，欲罢不能。
求止不可，是为因患而奔，不复顾其物矣。63. 患其功，无悔。宣圣讲义。此患63爻辞也。内卦之中，人爻之始，以柔加刚，亦坎陷而至于外，成其患也。故辞曰患。其功无悔。初称马者，将行之辞；二称奔者，以进之象；三称攻者，则明其关乎己身，不图于马之背，勿惧之离己也。在以人是非物可比，曰患其功，亦即离其身而亲往，以成患之至也。公亲之所谓，更何悔哉？无悔与悔亡，亦略异。悔亡者，悔之不存，或不属于现在也。无悔者，言始终无悔，明其志之决，行之坚，更无何悔有也。凡悔有关天者，有关人者，天之悔，实谓之；人悔无可悔也。63人道所存，既绝于先，将何悔乎？纵有可悔，亦无及矣。故不曰悔亡，而是63柔以刚行，必先自胜也。设不胜于先，亦无悔于后，时不可待，机不复来，则虽悔，又安得乎？象曰：患其功，志在外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，以由内而外，为卦之行，自现而出，为情之正，身在现显之内，志切光明之途，则63柔以望上九之刚，不得不坚决其志以向外也。上与三阴，而三由柔就刚，由下就正，即由暗求明，以顺达见，虽不协于济济，而能服于中服，此无悔，亦可谓未原无可悔。其志既正，其行亦宜，公亲虑人，群下从服，虽不当位，而克成其患矣。64. 患其群，元吉。患其丘，匪夷所思。宣圣讲义。此患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巽之主爻，巽以刚变柔，而卦外未来，由上而下，而外而内。4与2同宫而进五，2、5皆刚，则能宣中行之道，虑群下以正，故曰患其群。群指出与3、4、3柔爻，而上卦5、6下及9、2之刚爻，交换其情，同其德，大其道，以超于阴险，而登于光明，故占元吉，为患之用，以此为大吉。柔以顺刚也，而自阴以上于阳的9、2谓之阶梯，则有如登高之象，故曰患其丘。丘陵高于平地，下为坎水，则64高出水岸。若丘陵然，亦行进之所期，而成功之所望。然以64重柔，且秉巽变坤之志，是在卦为由下望上，由洼求高，而在爻反为自上俯下，自尊就卑，是64之心，恒多矛盾，亦反侧，故辞称匪夷所思。以所思不平，多出于意外也。疑者平也，类也；不平不类，曰匪夷。一言有如匪与夷，非无人类，如前匪寇昏垢，兼指其为非类也。64人道之属外者，故不止以公，而指所交接之群类。群则亲近一体者，匪夷则疏远异类者。若仅就此一连贯解，
则指所思出于意外，以下而上，柔而刚，主而宾，内而外，皆不同也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在常未患其群，应变则患其非群矣。风木雨水，皆异于丘，今以患其丘，自与本心力，而所思不可测度矣。人事纷纭，世事变幻，多如幻六四之象，是在善用幻，而勿居于离其之情。图物之变，离其图物，乃六四之幻。故幻群则有原籍之补，幻丘则感匪夷之思。风行善变，故训主进退。六四训主爻，宜其有此辞也。患其丘，有作患有丘者，一元无二。象曰：患其群，元吉，光大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四患其群，四非吉，而爻称元吉，人或有疑，故是以光大也。盖六四以柔而顺成刚，以阳而乐就阴，虽有远离之行，而怀清净之念，此故人之情也。却以近于九五，光明在上，忠直之意，不夺于私逆之情，远大之奇，不败于狭短之见，故人以患其群称，而战元吉。正如忠臣不以家而忘国，烈士不以私而废公，则忠心光大，志行昭垂，此能略于细以成其大，去其暗以就于光，故曰光大。行迹光明，旨意正大，则虽患于群，而非离散，远其类，而非乖魁。此六四之行为光大，宜其战元吉也。不及下之患丘者，以患之至，在离以日远，不在深以日高。患丘者，近而以深，前而且上，日益光明，行见远大，亦与上元吉之战不忤。不过其心有所异，而其情有所疑，此爻为其匪夷所思，言出意外，而有所患也。六四柔而进刚，已有此惊喜之情，疑似之念，此思自与弦之朋从而思相应。弦以日进而朋从，患以日离而非所想象，亦为自外而内，亦为由近以远，其所思及其所遭遇也。故离其群而元吉，就其丘而惊疑，皆患所故有。心虽有思，行则光大，人不以思干攻，以情害性，此柔顺之美德，故以元吉祸福。95. 患汉其大号，患王居。59. 宣圣讲义，此患95爻辞也。95正位，君临天下之象，以患之所失及于四海，所至变于绿土，故曰患汉其大号。汉者汉慢，言其散布无止境也。大号者，号令于天下而大声疾呼，使共闻之，成其患汉之行也。有位而推其德，君高以临其下，此95之尊，能弘患之待用矣。如昔时先王率众以辟疆土，挥民以立功勋，由皇帝之逐蚩尤，以奠汉族之居，与王之治洪水，以安下民之所，则在路故有车马之意，涉水不辞舟筏之劳，业非一成，行必何众，则不得不患汉而大声号令之。汉自兼人生血汗，民其勇负艰险，力促风行，用训之威，行坎之限，此92的95之下代，以共尊王，
而九五受九二之上从，以大其德，故九五患汉，乃成功之时。而所失者，患以为用，如管仲观山抚海，以商教民，民远而心不离，业兴而国以富，民受其福，国有其功，故众称患。见其交易之效，离散之行，始终不渝，而上下一心，内外同德，则望德所居，而战无咎。王居者，位正而权尊，王安于位，事臣于权，天下归心，万方来服，夷其无咎矣。是以先安民之居，而己亦得其居；民以奉公王之命，而己亦得其所。上下互换，以富强其国；君臣交易，以安定其邦。此在自强不息之王，克先民以无益也。本尧王居，恰如是彖辞王乃在中之意。王居于中位，天下万方无不忘之，则所患者，莫非忘之功；所擒者，莫非上之德。更何忧于离王而惧远哉？若王位不称，其德不正，其志不大，则欲天下训一人之私，劳万民快一己之志，斯有咎矣。故九五之王，必如皇帝与王之德也，方足当之。象曰：王居无咎，正位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五正位，弗于王在中之象，义也。九五刚健中正，弗于干九五之德，二也。位以得名，德犹未显，则九五王居，乃免于咎。虽有好大喜功之嫌，而成为正时宜之利，此患之称亨也。上九，患其血去，剔出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患上九爻辞也。上九位之极，卦之中，亦患用之穷。穷则变，患以变动为用，故变而患人有可畏。不过以穷变之时，而求行动之志，则不免于损伤，受其忧害。故曰患其去血，言血因患而去也。九五患汉未血之变，见汉己者其劳矣。上九患血，血则未变，可见其伤血去而成患，是损大而功小，伤重而效微。亦上九穷变之时，所行不如前之快意也。患而血去者，犯险已尽，患不可治，如物之飞散，越高越易。上九极高，则所离散者至顺且远，剔出者顺其势而远之也。与小处之血去剔出不同，剔谓忧疑之辞，剔则顺意之语。上九当巽之中，风行于天，飞扬以降，其势急，其行急，急急之患，宜其意而有伤害也。然以上九重刚当变，变而未柔，则与六四九五反合成坎，上下重坎，故有血去之象。而患以风木行水未用，风木既穷，水不自动，则患之志不复达，而力以济者不可齐，此其亦有咎矣。以巽善变，顺变而知进退，则亦免咎。盖五上两刚，在四与出两柔中，爻互大小过之象，与下互中弗夷者恰异。是以弗中弗夷则吉，弗大小过则有咎。而九五以正位的免，上九以顺变，亦称无咎。独义者所当之也。九五正位，王之德也。上九顺变，
训之功也。王德以名于天下，谓治平之源。训顺以应夫天时，谓之时之哲。合之则患之业，由大而成；分之则患之灾，由近而远。盖患不可过，过则越离越散，不可复聚。此患汉以有汉慢之心，息二之见。贤者在未能防度之，至上九位以失正，刚毅失中，伤害已不可逃，而离散将不可止。故周易之节既患，欲以止其散也。象曰：患其象，远害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远害者，义则由患血而顺其变，免其伤，以终成其患；义则言因其患，亦为离，而推远其害。此远自有上去二因，由近而远害以日大。此患之害，以远离来，以时明变，以谓之灾。节身自顿，以远于害，由上九之无咎，以远害来。原本该二义，是在补者自处耳。因患卦以终，患用不续，则爻的之极，知时之有穷，高位之为，借据于将变，犹可保前之功业，而免将来伤害。是虽血去亦无咎，未损者少，而益者多，失者为，而成者大。与六四光大之业，相正异名。上与三阴，三柔上刚，刚以辅柔，是自反也。训主进退，自反而退，不复求进，乃远于害矣。宗主复注：患卦上九爻辞，患其血去剔出六字，合为一句读可，分作四句读亦可。以患其血为一句，去剔出三字，作三句，因血之去，而后剔出，成连贯之意，义也。因血之患，而去，而剔而出，各有其意，二也。此与小处卦六四有符血去剔出相似，而为不同。小处巽在乾上，患则巽在坎上。巽同而干坎异，坎出于前，而后天带坤。干则遵九三干剔之巽，故曰剔出，以刚易折，一字谨也。坤则本顺承之道，坎坤合德，以顺为正，故曰剔出。剔由敌也，顺以遂其行，而速其事也。此患与小处之用为别。小处巽以下刚，中强外巽，故剔以出；患巽以合坎，外顺内险，故剔以出。言患至于行，求其速脱显现，而在上爻的风行之势，有飞腾之心，故不复犹豫也。至称血去者，小处与患皆同，皆以巽之所弃。柔以化刚，阴以益阳，血出类阴，而行则阳，阳在阴中，故血去而气泄也。气阳而运血，血阴而藏气，此人身中刚柔交互之象，合调血气之情。血以换气，则血去而气行矣。上九阳积于高，如人患血之上郁，而成风病，故中风者，西医谓之脑溢血。治之去其血，则气自畅，风易解。小处六四在中，如人心胸之间，目圆之上，血之积，则成惊风痰厥之病。去其血，则气移而风痰易化。此所以小处在六四未剔出，言血去则精涕之心解，而其气自出，
风邪自行。此与患卦在上爻午上两阳，阳以生而自阻，不得宣泄，血乃郁积，则必顺其势以导之，发其窍以畅之，因风之行，使气之顺，故曰涕出。涕者顺巽也，其势正急，其志必速，故不容迟缓，而宜顺以出之。而两卦之称血者，故不独因巽。巽以风加于血，治风者，治血，血行风自灭。此虽医疗之方，而非爻用之本。爻用凡称血者，必有坎离。坎为血卦，离为心，血之所主，故虚六四云虚于血，出自血。臀上六云，气血连如，皆坎也。而小处患则亦以中爻9、3、6、4、9、5互离，亦以上9出6、9、2亦互离，皆与坎体用相通。且患下卦为坎，犹足伏见血之象。离以用坎，神以行血，而风以御之。此小处与患，皆有血去之辞。血之患也而后去，去以而后顺，巽以出之。与小处为血之积，积蓄而必去之，去以而复警惕慎惧以出之，其义大同。人之病于血者，首在于蓄积，所谓瘀也。内经称为郁，即郁也。郁于上，即血溢于脑；郁于中，即血蓄于膈。皆宜先去其血，以移其郁，泄其积，畅其气，行其风，化其痰。此两卦有关于治血病者，后人多未明，特为申述之。节卦，对下坎上，宣圣讲义。节上坎下对，与患一卦而颠倒成两卦。患坎在下，节则坎在上，巽对往来，水归于泽，物积于居，故曰节。止也，止于其所也。卦以艮为止，而节无艮象，亦称止者。艮为中止，节则中止。若竹木之有节，自成一段，暂止其中，如水之流，其性也。止于泽，则暂断其流，而自泽出一流也，谓其别于源流，故曰止。止与行对，行之且止，止而复行，是谓止之行。亦与止后之行，行同而其所行不同，此节也。节制之始有度，节阻之始不连。此以水入则中未象，而与风行水上之患相反。患者散而无归，节者止而有所。物不可久散而自离，则必有以止之。故以节济患，为止其离散，而节制其患也。本对之月则以拒之，和坎之显现以留之。此节之用，宜于手，而利于行也。卦二五同刚，亦如患，而阳多在内，阴多在外。阳得其始，阴持其中，服于乾坤之用，达夫生成之宜。此节之为道，亦通于一切矣。两柔在两刚中，亦如患之类于仪中服。刚以包柔，阳以和阴，柔持于中，刚固其本，中正不失，有其位也。内外交协，有其用也。其出为阳，日进以自强不息；其上为阴，时降以安贞有章。此亦如患互交其德，成阴阳平均之道，和乾坤交泰之情，而先天对少女也。坎中男在外，是与贤之男下女有异。
外有95以正位灵明，内有92以明德奉上，则交福之功也。中护山雷仪的养正之道，以养以善其身，此节之名。取人之右手，不失其节，如女子之手贞，不失其操，则以中柔，秉坤之用。所谓七道也，成道也。始终敬以事其主，勤职守以续其德，顺乎刚以就于正，行乎柔以悦于物，则显现可出，而润盖有功。此坎在外，足招其利物之私，而介于泛慢之害者也。同体异其上下者，则水困，则中无水未困，困则不能亨于所谓。困之与节，似同而异。困失其利，节得其亨。困则穷而无归，节则止而有所。上下异位，其用乃殊。水性润下，在上则日招其利，在下则不见其功。故困谓无水，以有而不成用，如无水也。节则水在则上，越流越激，越润越广，故节有其深习，则不失其贞操矣。然对悦而多说言，有却而上口舌，今在内虽可以防闲之，而其弊，则足以至于空乏。故节有手，亦有无手，如竹木之节，有尖有脆，有塞有通，谓节同。而所以成用者不同，则以柔持外，亦倾斜也。刚中者，手之坚；柔外者，行之绝。此用节者不可不知，以节由患变来，患之不已，则赖节以止之。如患而事于时，不可强止，亦不得以节则其手也。斯则实用之所谓。智者察焉，凡乾坤交错，阴阳平匀之卦，皆有不备不击之意存焉。过与不及，则失其止。节、亨、苦节不可争。宣圣讲义，此节卦彖辞也。节以坎陷在对月之上，如水自泽中出，其流也有节，以泽者处水之地。大小虽有异，未低洼则同。水自高地下流，其势急，则不可遏制。如在平地平流，其势缓，则易于堤防。如在洼地外流，其势坚，必多阻滞。此则中之水，或以溢而外泄，或以积而上升，或因气物之极引，机械之摄取，则其流也，必有限制，故名曰节。言其行之有节度也。水行有节，有草木之干有节，有碎石之令有节，皆以分别其断片，辨识其差殊，而以明其生成之功，者其致用之效也。故水流有节，则成用而无泛慢之余，则物而免湮灭之害。其行也以度，其止也有宜，其进也不分，其退也无漏，是必合于时用，利于物情者也。以节由患变来，巽亦未对，坎下而上，巽主进退以行权，故有从时制宜之意。对主说则以悦物，有因势利导之功，而陷于下者，且出于上，沉于底者，反升于高，则其用可以随时，其行可以服道。此传称止，言止其患也。患有水之泛滥，节则水之堤防。如水的比，水归于地，则相侵而不相害。水删减，水止于土，
则有足而人有形。节则水上鱼则，其出也，不可强，其止也，有其方，利用于通塞之间，功成于出纳之际。此节之为亨，能通于一切而不备矣。然乾坤四德，节仅得其亨，乃顺夫天时，因乎地利者也。推之亦自有其利，守其真矣。而彖辞曰：苦节不可争者，正可见非苦之节可争矣。坤爻曰：含章可争，此即可争之意。含章者，内有充实之美，外含光辉之文，内外皆服。坤得自立，而此言不可争，正以立于坤六三之含章也。苦节者对干节言，节五爻称干节，上爻则称苦节，有五上两爻，以别节之干苦，即可知所谓干者，谓正时宜，可以守也。所谓苦者，谓为时破，不可以留也。苦者五味之一，在五行为火，在五脏为心，在五方为南，在十干为丙丁，在12支为巳午，在两合为戊癸，在三合为寅午戌，皆火之所为也。节上坎，其用为离，火也。离火明于天日，真于阳德，旺于夏令，炎为焚烧。如物之焦枯者，谓必苦。而人之情，与肝相反，甘则喜，苦则悲。此心与脾之意趣也。于志与乐相对，乐则安，苦则为。此顺与逆之意境也。苦节者有节而不可守也。有女子丧其夫者，寡也。寡而无子，贫而无次，少壮而非老衰，颠连而无依矣者，不得强之守节也。故曰苦节不可争，亦持皆之以示后人。谓恐迂如直从义之说，拟所天之称，而不问其有可生之资否，有看守之道否，必虑以不是二夫之意。是破生者以死，强独者为干。王道本乎人情，故以苦节不可争者其止焉。苦节而可争，则天下无在教之父，亲党无出母之名，是皆人道之偏，习俗之弊，非显王之治也。象曰：节亨，刚柔分，而刚得中。苦节不可争，其道穷也。说以行显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，天地节，而四时辰。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，宣圣讲义。此生是彖辞之意也。节以上坎下兑，三阴三阳，阳得其本始，阴得其中，阴阳交错，以互为用，乃亨。盖有类于天地交泰也。而两刚在初二爻，两柔在三四爻，其上则五位刚，上位柔，分配平匀，故曰刚柔分。二五皆刚，故曰刚得中。此是卦爻之概，名节之称。亨由于两者平分，而刚得位耳。苦节不可争者，以在卦上爻，上位未穷，阴柔居上，而破于九五之刚，周流以反，而阻于初九之刚，是谓之进，行之穷，故是为其道穷。言不可守，义不可行，高而非位，远而无助，此苦节也。故不可争，争以固守，以干事，今皆失之，此不可争也。或以苦节为时为所谓，
而不可争。人事之失守，是一义也。又以不可刚争为训者，亦兼该之情。然非原辞之旨。既云苦节，则其非节之正可知。况95以名称干节矣。95的正而实当，宜其为干而可争。上9失位而立时，宜其为苦而不可守。争者正也，失正则以失真。失真之真，奚可哉？真者必以正，正而后有守。不正之守，奚与守乎？故事曰道穷。明其出位而非分，离德而异心。虽欲则其真，亦不可矣。如有执守者，所事非均，所守非分，而择其中，不亦难哉？故不可者，言其义之不可，纵则其名，以失其实。又奚谓哉？道在中庸，君子不执一也。执一不通，乃悖于亨。节之本意源在真，苟以失真，即以非节，非节之节，兹益其苦而已。此苦节者，乖节之正，反节之情。以节为苦，将何争乎？彼守真不二者，正以节之干耳。其情若苦，其心弥干，则其志恒乐，其行恒利。虽劝以不争，亦不听矣。此忠孝之行，必成于性情；贞洁之操，必抵于光大，不可强也。对以行险者，对说坎险，卦自内出，刚的正位，互为之节，则险而不陷，说而有容。柔以从刚，外以就正于中。此节之用，在刚柔之相协，而恰成其节度也。节度之，使无过不及；节制之，以至于中和。此类似中孚，为人道之本，可以见之。上下正位，两刚相通，中介两柔，以为之计。此所以名节，言止而通也。节由接也，在两者间，为交接处，故节者际也。交际之地，互通之枢，如竹木之节，有节而不穷，时通其气，时交其精。此节之正所以通之。越有节，其身越繁，其欲越茂，将以续其事而约其力，因天时而成其德也。如天地之序，有40之意，有12月之名，乃有24节后之分。由此立彼，亦由竹木之节，止而人通也。故曰天地节而40成，40不乱其序者，亦有节耳。圣人应之，乃以节成其制度，仿天地之时，法竹木之干，一节一度，各不相吻；一节一通，各不相妨。故一切政令，皆节之以制度，各有其限，各守其分。上不以贼下，君不以病民，用不为其财，亦不过其力，则是举而攻，利正成而得名。故有节者，不伤财，不害民，为无浪费，则财用得其当；无虐政，则民力有所余。此刚中之道，而能以柔节之也。柔以为节，则无不过；刚以为节，则无不及。刚柔相结，则皆达于中和，以之谓天地，育万物，上无不足，更何伤于财，何害于民乎？此节之待用，谓成圣治之本也。有无相济，
远近相通，上下相合，内外相得，皆得其平。如其节，则剖多易卦，称物平师之道也。不备乎天地40之令，不利于草木成节之情，则万事皆合于权衡，百政尽遵夫法度。故节也者，有所守也，有位则有守，此节之大义。人道之大则也。象曰：则上有水。节，君子以治数度，亦德行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节卦象辞，名人道也。节以对下坎上，成则上有水之象。水源在泽中，而出于泽者，则在泽上矣。此重在水之益于泽，以成其用耳；水益于外，以成其润物之功。是非泛滥也，其流也。或谓河沼，或谓田园，或沟通以运输，或蒸腾以盖灌，皆自泽中出，而自见水之功。是由坎陷而拔深也。水之拔深，其行颇艰，有别于其下流或溃决也。故其进也有度，其止也有限。限度者，节之谓也。故卦名节，名则上有水，先以盈其量，后又发于度。体亦有其限，用亦有其节，则水不为害，而功不可量，流不成灾，而利益无限，是节之。且以大之也，充实其本，发扬于外，节制其行，光大于物，则节之为道，合乎天之时，得之利矣。而人道仿焉，以治数度，亦德行，亦将以充实之，光大之，以成其正，以立其教，以明其德，以达其道。此人道之节，本于节之象也。节者止也，止也者，将以御其行。盖有止方有行，不恤其事，不足以御其源，不限其用，不足以济其后。此越止越利于行，越节越大其用也。政治之本，工业之基，皆在于有节。节则无不成，无不备，无不美盛，无不均平。政治事业，莫不有节。其有者，为财与利。财有节则用不匮，利有节则民不苦。故事彖曰：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盖即指财用之有数度，民利之何德行也。而推于一切，亦皆如之。故君子以节而治数度，而亦德行焉。数度者，数目之度，数亦度也。德行者，德业之行，行亦德也。皆有其志，则皆先审其意。志者，施之于行，以为法则；义者，义之于道，以为规章。此由经世审义与法治。审义归诸意愿，法治则诸立法，皆欲于事先，见诸以往，便教其利害，经判其宜否，而必事于民情，合于物力，着之实义，达于治道者也。德行曰义，乃包一切明德之举，所谓圣德之业也。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。圣德大业至矣哉！此节之所成，在于国之所经营，上之所筹划，而关乎国计民生之大者远者，故统称曰德行。由一人之德也。盖德之至者，必明于天下；水之大者，必润诸万物。君子以水比德，
坎卦之象辞曰：常德行，习教事，以昭其意矣。然坎为外者其用，则当先自恒其德行，熟其教事。今节则坎在外，以有其位，以宜于时，故当治其数度，益其德行，以公诸众，以履之民，以成其平治。此节之道，有坎而更推之也。坎已在对上，则足以成月润之功矣。初九，不出户庭。午九，宣圣讲义。此节初九爻辞也。初九下位，干物用之时，节对在下，将以成前。曰不出户庭，言在下不出室外也。户庭者，内室也。外与六四阴，刚柔相协，而柔在外，柔主将，故行宜退，退守于室，以待天时。此节止之意，与更痛也。以其为刚，亦有咎，而因不出户庭，免于咎。此初九之用，明出处之意也。象曰：不出户庭，之通塞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初九不出户庭者，乃明于时，而知通塞之所宜也。通与塞对，出而宜者，必时之通；而不宜者，必时之塞。初九勿用之时，是塞而不通，将何往哉？故曰之通塞，谓其能顺时以进退，见于外之险阻，以固守而不出事，则外患不侵，内得常昭，亦无害也。象辞之意德行，在本其时位，以推之天下。而凡时位不当，只宜如坎之常德行，而独善其身，此一节之道也。严守其操，不误于外，持其身，以安其所，则刚以柔用，本乎坤安贞之道。如一岁之冬，必葬之时，正天时之节，推而明之，何有救哉？九二，不出门庭。凶。宣圣讲义。此节九二爻辞也。九二内中位，位得中者，行义宜中，而节以上九五，众刚不应，迫于三四两爻，险阻在前，而自身未喜之心，遂亦如初九之不出，而尽离凶。二爻在中，故曰门庭，是堂庭也。由是而堂，时已出矣。而止于堂庭，则欲行又止，欲进又退，彷徨失措，乃逢其凶。盖九二原当本位以明德，诚实以致用，而反泥于节止之意，背夫亨贞之道，不知通塞之因时，行止之福道，遂以守而凶，果节之救哉？象曰：不出门庭凶，失时吉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二不出，以与初九异。初九勿用，乃时之宜。九二当干见龙在田，正未得失普及之时，而由出而又闲，进而又止，以自藏于堂庭，既非隐蔽之时，亦非前遁之地，故曰失其吉也。时以未明，吉以终者，吉止中位。大学无所不用其吉，吉止也。止于至善也。亦吉中庸用吉者，或曰用中，或曰守一，中与一，吉也。亦有太极，立于至中，失吉即失中。九二中位，本可以出，而不出，
是师中矣。师中位，即师中行，即偏也。偏于未节，乃立于中和。92至95，护成中孚之象，以刚而屈于柔，以中而反为过。此战凶，谓失时与吉，而昧于通塞者也。各卦25得中皆吉，此独凶者，有中而不善用，有位而不自招其德，有时而无以复其用，是对月之咎。在过于柔月训人，未喜无用，独善自保，狭隘其行，是偏私之咎。故是以为失时吉，而立中道也。中者无可无不可，行止为实，出处为道。得时位而不出，与非时位而强出者，同一弊也。节之为节，重在中和。中庸曰：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此之为节，时不中节，不节之节，此苦节不可争也。勉强为之曰苦。92之不出，亦苦节之行。望于外而欲葬其身，奚可哉？63不节弱，则皆弱。59宣圣讲义，此节63爻辞也。63对之主爻，人爻之始，人道存焉，与64重柔相接，而介于25两刚间。柔以阴夫刚，中以巽夫外，此中孚之象，而近于夷，且中护夷，有养正之道，以体乎坤，协安贞之极。坤63含章可贞，此爻以节为人道之本，节之与贞，同用而异去，以守言曰贞，以用言曰节。63之节，即坤之贞，贞节相联系而不可分。此爻辞以不节则接，明贞节之必重也。两若自想象之辞，言人生重节；若不知节，则将自毁，而嗟叹无穷。亦以辞象义，不必实有其事，故用若字，名其为设辞也。63之节，有益于他爻者，以对之主用为口舌说言，推之为财用耗费。如水流出于泽，不有以限之，则必有和节之余；财用不节，则有匮乏之患；物力不节，则有贫窘之忧。而于言与行，心与力，精神作为，行志举止，无不如是，不有其度，必受其害。此戒在过也。以中孚之反为小过，夷之反为大过。节则免于过，不节即自离其过。此不节弱则皆弱，乃理所必至，数所固然，不可毁也。故战无咎，言无可追究其害。时师所谓自遗一期，书所谓自作孽，虽毁亦无及，则救谁复之？象曰：不节之阶，又谁救也？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爻象类离，离卦辞之阶，亦与此同。况皆出于口，言谓心生。离之阶，心所忧愁；节之阶，口所呻吟。其情聚于心，而发于口者，对之用也。故不节之阶，非图口中之声，实心中之苦，以其由于己之不争，不知含章之道，勿为外物之求，如山火奔，但求其文，而忘其直；但恶于物，而潜其中。既失中庸，自招忧患，则虽嗟叹，将何救乎？此爻关乎人生财用者甚明。
有财物而不知节以浪费者，皆不免于穷困之阶。节与困同体，不节则困，节则不困。此三四两爻洽与困反，而相证明。六四，安节，亨。宣圣讲义。此节六四爻辞也。六四外卦之始，一人爻也，而在外未坎之始，如水之静而在渊。本坤之一爻，体安贞之德，知田养之意，故曰安节。言能安于其分，坚持其节，而不怨乎外也。安者定也静也，心无他思，物与无忘，则无时不安，无形不节，则不独服坤阔囊无咎无欲，且可战亨。为此道通乎一切，而用永不穷也。亨与穷对，能节则亨，不能节则穷，即节与困相反之意，亦可名人道。皆与困成正反之象，以爻象言，所益即在四爻之刚柔，刚则困，柔则安，此名是人生。宜其安贞自守，静定自持，不误于外，而益于物，则无不亨，亨则不困矣。象曰：安贞之亨，承上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四在外而柔，承顺上九五之道。九五正位，为全卦之主。六四自安于贞节，而又顺承乎刚健中正，守月坚，行月利，则能得干之亨。此是辞以爻位称贞，而称亨，名其亨正由贞来，故曰承上。言贞以致亨，实非六四本位之力，乃由善于承上九五之道。九五中爻且正，中则不过，正则有守。贞即正也，正以为守，则能以坤和乾，以柔易刚，柔以为形，刚以为体，是六四九五交互其德，而成其形，与六三之接，乃益其吉凶毁令矣。六三无所成，故不免于过而接；六四近于正，故有其真而亨。亨与真，一内一外，一体一用。六四两得之，宜其战亨，而就其本德。人在安节，以安于其节，即坤安贞之道，顺承之情，即节制亨之功。节而不过，越守越安，越贞越亨。此节之待用，一夫彖之苦节矣。六四安节与九五干节相似，干又安之近一层者。安者，心志永定，而无他求；干者，趣味亦浓，而得其乐。此知之好之乐之变也。九五，干节吉，往有上。宣圣讲义。此节九五爻辞也。九五正位，下与九二重刚不协，而得三四柔以顺承，乃协中孚之和，以养之正，以对之悦则，乃平坎之显现，故曰干节。言所行干且美，如口之于干指也。干以为节，又叫安节为悦。安己兼其心志，干更悦其趣味。此行之有德，守之有成，中心悦服，胸襟畅适。虽有他美不异其美，他好不宜所好。此所谓乐道者也。乐之不厌不倦，自足自得者也。故节之待用，至此极矣。九二在内，乃失其极；九五在外，乃得其中。故战吉，与九二之凶相反，以其干而无一心，
结而无二致，则行亦有功。故曰往有上，言有往嫌疑，有所得也。如其欲以长也，往者前进，凡所行，皆往也，皆有所成，有所容。尊荣之谓上，由师所谓向往之意。六四以有安富之情，九五更具尊荣之美，此节之用。四五两爻足以trợ之。譬诸财物，以能节于平日，则足致其待用于当时；以克习之细行，则足招其大功于无量。是节制之，是以光大之也。故彖曰不伤财，不害民。象曰干节之极，居位中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五位正中，而有干节之极，言的正位，有其守，行中道，有其用。此干节必由位当时宜，位当时宜，进则有功，真则可守。此战极，兼行止，而节亦先止，止而后行，止于中正，其行无不利。故彖称亨，亦由真治之。上六，苦节，真凶，毁亡。宣圣讲义，此节上六爻辞也。上六谓之极，时之穷，穷则变，故九五之干，变谓苦，苦节不可真，以见彖辞，故曰真凶。凡卦真极者多，此称真凶者，以其失位也。九二失时极者，由时极位，此为失位。由位极时，无位无守。若强之守，是以不正而求真。不正之真即不真，不真而求真，宜其凶矣。此与古卦六三，干母之骨不可真相似。骨而属母，为子女者，不得则其正。由父子不择善也，择善则离，乖服天理，利乎人情，则不可强。强而行之，其害弥甚。此苦节不得真，真反为凶。或曰真凶易用，苦节者，故宜真。而真之不忠，则亦兼见其凶。此非爻辞原旨。真凶者，是不可真，即失于时位之正，则何可择其正哉？与其外真而中不节，将息以利其行。圣人本乎人情，不逆于从义而忠之义，而必以真苦之。苦其真者，则不免于凶。然真凶，故谓上六之情，而下曰毁亡者，以既难真，亦难毁也。毁亡犹无毁，而更坚定之辞，以绝无可毁也。不真者，情之长；无毁者，义之长。既以真凶，是不可复正；既不可复正，将何毁乎？此亦与坤六四无咎无欲相似。既无咎，亦不邀其欲，则明其所行，非官得失也。得故不可，失亦如之。真既不能，毁亦如之。此辞重在因时制变，上六时之穷，故体变未用，不得以恒情直拟其变也。节制上六，已无节矣，不可真，又将息毁，根本不存，知节息重。卦内真外毁，在外难真易毁，上六两穷，故爻辞如此。象曰苦节真凶，其道穷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详释彖文中，卦位既无，卦用已尽，为时非位。
行止俱穷，故守则真凶，行则毁亡。总不外明节用以治辩时，辩节之节，不足称矣。故君子慎始，而重在先制度数，亦得行。吾待其穷，穷则欲节，亦不及矣。在六三，所患在太过；在上六，所患在不及。过与不及，皆立中庸，此节之必变，而亦以中服者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式下经第10册中孚小过记记未记。中孚卦对下巽上。宣圣讲义。中孚上巽下对，风行则上，四阳二阴，与换节之三阴三阳者异。节对在坎下，中孚对在巽下，换巽在坎中，中孚巽在对上。是中孚卦的换节者各半，即以换之上，和节之下也。卦由节变来，换以风行水上，而生离散之情；节以水在则上，而有节制之用。中孚则以风行则上，而得中行之道。是中孚者见于换节之过，而折之以中，中则不过。过于离散则换，过于制止则节。中孚以不换而有交合之用，不节而有中道之功。此中孚具中庸之德，中和之道，不偏不倚，不慢不支，而益之于道，齐之于德，而无所失也。故中孚与小过往来，中孚至于中行，小过失其中道，此相反之行也。反者刚柔易位，使中易得。刚以服于中柔，则谓中孚；柔以协于中刚，则谓小过。盖即以内外刚柔别之。中孚者，象宜而得其正，宜名养正，以未得正待乎养也。中孚则二五正位，民以得其正矣。四阳居于始末，两阴含于中间，柔以吸纳其刚，刚以未抱其柔，两情相符，而同极于中，故曰中孚。以六爻节出上，自2至5，成一刚一柔，夫一阴一阳之道，此中孚之名所由来也。其象既类宜，又类离，以阳包阴，有其始终也。宜以养正为先，离以光明为上，内得其养，外招其文，充实而有光辉，安贞而具刚健。月以在内，巽以持外，风行而翻于权宜，则配而适于和月。此中孚上下本德，以兼美善，而有其体用矣。卦中户山雷颐，其道亦相近，宜以虚中善受，恢阔有容。中孚更以中正事实，刚柔共济，教幼慎之。故中孚者，治其中和，达于中庸，以用其中于一切，则无不是道，无不成德。此周易以中孚奠权益64卦之次，而辟卦以中孚始权岁40之序也。孚者性也，和也，化也。鸟之生雏由于卵之孵化，此生化之基，谐于天地，者于人物，莫不性也。性以为德，则天下从之；性以为业，则万事兴焉。又性者生之也，举以为泽，招乎天下，不二也。故性于一，性于中，中宜不失，人物同性，
此即福也。和也，化也，灭以加矣。传曰节而信之，故受之以忠服。以节止之者，或于其过止，而生益智之害；或以其多度，而有分纠之忧。故以道生之，以德信之，彼不至于过节。过节之节，节之必也。为忠节为节之善，发而忠节，即中和，即中服。言止而能行，智而能达，限量之，而合于度，收纳之而成其力，乃适于中行，从容中道，内有其成，斯外显其性，中止于善，斯表明其德。此合大学之道，中庸之功，而易之者，故中服。道之治也，德之极也。天地尚不为，况于人乎？以时令言，必藏之冬，凋残之日，而一阳来复，生机暗动。此冬至之节，日行难返，阳气复郁，文德乃昭，生意初胚，天心可见。此中服与地雷复相应，而斡旋于天地间，交遇于无形中，以大其道，以弘其功，使物无穷，使数无终，穷而复返，终而有始。周流往还，风行则止。运以太均，握其治理，推之无垠。见其刚纪者也，扬其而多，因偶而寡。寡者主中，多者运行于上下，中以安贞，而有顺承之心；表以刚健，而协中正之位。位以得名，实以位贵。莫之见闻，况兮若介；莫之门孙，务兮若在。此忠诚而信于外，内柔顺而远着其仁爱，恒以不过，而推之贤逮，约以不偏，而张诸欲盖。此精妙之道，天莫争其功，为盲之德；德莫夺其庸，人道之极，而物情之中。故卦名中服，以着其用矣。小过与之往来，以显其行矣。细亦爻象与辞，足推演其不尽矣。宗主附注：中服为辟卦之始，时当夏立冬至。今讲中服，恰当冬至之前，时与数合，天与人同。此可见讲义非他谈可比。古人所谓见天心者，于兹异性；中服者，大过之反。而周易则与小过为往来卦，大过则与以往来，以与小过亦相反，即上下异位者也。山雷为宜，雷山为小过，则风为大过，风则为中服。此四卦交错其道，互反其行，而在64卦中，皆谓独有卦，或曰纯卦，或曰直卦，亦可名之为孤卦，以其象属于独有，不与他卦同。亦之独有卦八，乾坤坎离，与此四卦是也。除此八卦外，皆以一卦颠倒成两卦，如屯蒙咸衡之类。凡56卦，实指28卦。屯道即蒙，咸道即衡，原无异也。唯乾坤八卦颠倒不差，故名独有，言不与他卦共其体也。周易上经30，独有卦者，乾坤坎离一大过6卦，合其余同体而道为两卦者，虽约24，实指12卦，则上经时18卦，下经亦如之。同体成两者32卦，实指16卦。
加以中孚小过二独有卦，一孚18之数，两经合为36卦。此周天之数，为天地人物之纲纪，恰尽权益之变，而该万有之情。故上下经之卦数原平均，无多寡之差也。独有卦上经多，下经少者，上经明天的自然之象，下经明人物生化之形，亦由先后天也。先天出于独，后天成于偶。独者不和不生，偶者以生以化，此即偶之变，谓变化之基也。下经32，皆偶合之卦，而中孚小过独有，是后天孤阳不生，孤阴不化之力，为中孚小过。虽独而人谓孤，则以原有两卦合成，与一大过相类。此四卦人后天之象，生化之源，与乾坤坎离四者，乃有别矣。乾坤者，先天之元精；坎离者，后天之父母。此生于独，成于孤，不得合偶为象，而一大过，中孚小过，则生于偶合，成为独孤。此既生既化之后，而犹存其原精原直之象，非纯乎先天者也。而下经以中孚小过，奠于30卦之后，即明示天地之变。由一而众者，天地之中，亦由众而一。此大还原反本之象，与一大过在中间其分偶合之象相应，而不以治之权益末，却留继位既以大中者，明天的之道，周流不已，中则有始，反而人出，伏而又起，故以继位既是其往复无尽之象，而不以中孚小过中。正如一岁之令，终于腊，而中孚则冬至也。以周正见子言，中孚为岁之始；以下正见寅言，中孚为冬之终。此中孚该气之终始，物之生成，时之脏发，道之伸缩，而握其基，得其本者，故中孚者，中和也。孚有性也，性者必和，和者必性。五德性在中，亦居末。此中孚为岁气之始，亦阳来复之时也。阳外阴内，阴以御阳，柔中刚表，刚以为柔，故曰中孚。孚于中也。中孚，屯于极，立涉大川，立真，宣圣讲义。此中孚彖辞也。中孚为权益服于道体之卦，而谓道如是交明行之象，不独谓卜筮也。凡64卦中有言孚者，64卦爻中有称中者，皆观中孚，而以25正位为中之表率，内外相应为孚之规范。正位得中，则行不偏；内外的阴，则得不孤。此中孚之称，即由不偏不孤来。盖阴阳者，以孚而后生化；上下者，以中而后安和。生化者，万物之源；安和者，众生之本。先有其源，方见其生生不已；先得其本，方至于安安能迁。此中孚为天地之基，人物之母，而莫非本于一阴一阳之道，一和一辟之基耳。以中孚4阳抱于外，两阴寓于中，而25的其中位，3、4是于中行，3之与5，2之与4，互为其阴，一刚一柔，一内二外，相协以御，相助以生。3、4者人物之纲，生化之纪，犹谓后天之本；而25者，
天之垂范，德之成形，实为万有所瞻。今三四以柔立于中，二五以刚正于位。履德之博厚，待天之高明，人在中央，物与无忘。无妄之象，亦尽中孚，以皆外有四阳，中藏两阴也。无妄之外，上有大处，亦同具此象，唯二者上下有多寡之异，中爻有偏近之嫌，不若中孚之至道也。故中孚谓人道，大处谓地成天道，无妄谓天垂地道，皆道也。而有偏权之分，无妄偏于天，故归于虚；大处偏于地，故归于实。实者物之真，故曰处；虚者数之象，故曰妄。妄则有哉审之余，处则成实用之意，故曰大处实也。无妄哉也，哉即非实，实即非哉，皆以偏而失全，过而立中，遂不乃中孚之道。何于至善？本乎至德者也。中孚屯于极者，亦以卦象类乎大处，故称屯于。屯于分言之，为家所需养之物，关乎人之养生，及财用之所资习者，人以物为食养。屯于皆常用品，家中处之，既以供食，亦以义利。而有关于祭享祖先，宴会宾客，肥甘之奉以娱老，鲜美之品以叙礼，食人参不可少者，故中孚皆出，以育人参之养。与宜相近，以养有摄于士科，则有是肉之辞；观宜自求口实，则观口腹之奉。此中孚以屯于未育，而见养生之意焉。又屯于何为一物者？有河豚江豚之名。鱼类生于大泽者，中孚对在下，则中所欲以屯于为最美。而上河巽风，屯于之风，水足而能适时，亦中孚之道，时中之用，所由者也。故取为彖辞之所向物，屯于之身，观于天时，合乎地利，用及人身，功成物力，此卦之德。而名其为人物之所共性，生化之所同服者也。服于物者，必服于时；利于人者，必利于德。中孚之时，时中也；中孚之德，中行也。而独取屯于者，以义见之理，正身为之道，取恒喻之物，真不测之象，言近而指远，明细而类大，此一辞之精不可量也。以屯于之繁资，足备无人之营养；以物力之富庶，足充事业之经纶。此所以者名。由屯于之肥美，而征及人生之安富尊荣；为屯于之番习，而见物力之充盈丰备。信则昭于为物，德可推诸无尽，名则始于日用，功可达于无垠。此中孚之功，足以济时；而中孚之用，足以惠民。济时则天地化育之源，惠民则圣贤治平之本。人本于风行以立教，则配以布政之意。而卦上下合德，共成中和者也。天地以位，万物以育，上何有于人生？上何忧乎物力哉？屯于之极，实自山天大处，推其不尽之用，而由天雷无妄，正其存成之地者也。至诚无妄，为诚能生物；不诚无物。大处者物之处，即德之处，而必自诚治之。所谓为物不二，
则生物不测，中孚兼无望大处，而得其中和，则其生物之功可知。且中庸曰：成者非自成以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物之道，必先成矣，此成能成物，而中孚有其成矣，推之成物，亦无不疑。故性即豚鱼，则何物不同成哉？即属豚鱼，则何行而不利哉？故曰利涉大川，利贞，言利及于远，而诚存其中也。以风行则上，亦如缓，而有舟伐渡水之功，外刚中柔兼乾坤之德，故曰利贞。盖言性情之正也。人道法坤，三四两爻坤也，而人失之，以为利贞，是本乎性情，推其顺承，以成归于天。人物之始末也，故中孚无不利，而以真成之；所行无不疑，而以利摄称。本夫坤干之道，气乎风泽之行，如豚鱼之滋生，其力不可限量矣。彖曰：中孚柔在内，而刚得中，说而训。孚，乃化邦也。豚鱼极，性即豚鱼也。利涉大川，成木舟虚也。中孚以利贞，乃因乎天也。宣圣讲义。夫以利贞称者，由于柔之善顺承，柔以成刚，水乃浮舟，则乃继木。夫继之利，必始于后载之德；柔顺之行，必服于刚健之道。是以利贞合乾坤之用，弘生辰之功，故曰应天。以卦言，柔在人爻，上下皆刚，而下者必因其上，以阳主身，志在远也。天以纯阳而后高明，周以轻举而后立摄，此刚阳之用，天之道也。更由卦用言，兑则以成巽木，则水以行风帆。天之所生，地之所成，如风雨水，皆本天所生者，何以为行？人因乎天，故逆风不良于行，逆流不顺其势，谓其不因乎天也。而人亦如之，以法乎的为其始，以因乎天为其成。故安贞以秉坤，刚健以承乾，坤干既合，利贞心志，所谓性情也。性以保其真，情以治其利，则有故服于干之正，而九二则属于乾之中。以干卦言如是也，则两刚得中，一阳居正，乃中孚之象，名其为阳德之父。与冬至因为地雷父也，父以一阳起于地下，是气之出生。中孚以二阴接于上下，是道之中正，则天道恒久，而地道随时也。恒久见于中位，随时昭于始中。中孚以阳始，以阳中，与父之刚始柔中者不同，此常变之别，先后天之分也。然中孚象和两柔，卦成二女，亦有其变合之意，而成其生化之功，故曰中孚。以四阳与中阴符也。上下虽若不协，中外却能相信。如男子有事，而不远其行；女子有家，而恒益其志，此上下即夫妻也。巽以夫入而就下，兑以见出而亲上。长女御夫，以情挟其内；少女如妇，以德相其外。此柔刚两德，阳阴共服之象也。故曰说而训服，乃化邦也。内说外训，上训以就下，
下说以尊上，则而成风。今以御木，相承相制，相避相求，此五行之情，不相害，反相成。说于内则和，训于外则乐。和乐无间，家道以兴。此家人卦以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谓痛正也。中孚亦如之。盖中孚9·2，虽异于家人之6·2，而家人之中女，有类似中孚之少女。以离对皆阴卦，而离阴在中，对阴在上。中上之意，即近远之殊，故对近而离远。近者亦亲，远者亦正。此中孚以对之上，和巽之初，两柔并行，主持中道。言其虽未柔，而皆主爻也。主其位，以从于正，则上下亦痛正矣。正以令于众，则无不化，故曰乃化邦。言如师二男之化南国，识字男女之正始。夫妇者，人伦之本。男女正则家齐，家齐则国治，国治则天下平。此化邦由其功德，而以内外之福，巽兑之和，共成其德，乃大其化。故曰福。和也，化也，信也。屯于己者，以中孚之德，信即屯于物也由信，而况于人乎？此中孚无不服也。立涉大川者，以巽木兼锋，而加于泽，正如涣之象。乘木舟以行，而舟虚者，虚以载物。舟之中虚，乃能多载。若中实者，将何载哉？而以卦爻中虚，上下皆实，是表有而中空，宜其称立涉矣。斯具盖浮舟船之象，以木能浮，而必须其中，方便于载重致远。若徒有木，所成者有限，不足尽立涉之功。此圣人因卦象以致品物，立名而复生也。中孚以立真称者，由于柔之善顺承，柔以成刚，水乃浮舟，则乃继木。夫继之力，必始于后载之德；柔顺之行，必服于刚健之道。是以立真和乾坤之用，弘生成之功，故曰阴天。以卦言，柔在人爻，上下皆刚，而下者必因其上，以阳主身，志在远也。天以纯阳而后高明，周以轻举而后立涉。此刚阳之用，天之道也。更由卦用言，兑则以成巽木，则水以行风帆。天之所生，地之所成，如风雨水，皆本天所生者，何以为行？人因乎天，故逆风不良于行，逆流不顺其势，谓其不因乎天也。而人亦如之，以法乎的为其始，以因乎天为其成。故安贞以秉坤，刚健以承乾，坤干既和，立贞思治，所谓性情也。性以保其真，情以治其利，则有星号本半夜与第9夜同位有守，可止可行。中孚之道，不偏不过，义之以中。此行止嫌疑，守为并顺，而先尽其人力，中则服于天公者也。人事者，柔以为始，刚以成中，阴以含于中，阳以位于表，则天地不二其德，而复载不限其行。故四德以立真称，言有其成，乃生其物也。成何于真？物者其利，
此内外之用无不备，而刚柔之情无不服也。为中能服，为服乃中。失中者不服，未服者非中。此中庸中何谓大本与达德？不可离也。大本者，真之者；达德者，立之昭。故立真亦即中服亦名。中存其真，服治其利，利即诸物，真反诸功，一也二也，二而一也。此中服大用，为天下所共遵律，万行所同敌循，无往不疑，无畏不忠。道之治也，德之治也。而取象于风行于泽，目射于水，二者必服，而后大其功。天之本行，德之致用，人以失之，物以择焉。此中服之效，化及万邦，莫与争其大。中服之善，信乃屯于，莫与其为。何哉？中须以后载，表实以方成。此发于德而应乎天也。故曰中服，故称立真。象曰：则上有风，中服。君子以义欲缓死。宣圣讲义。此中服全卦象辞，名人道也。中服对与巽合，成则上有风之象，不称风行则上。如涣卦道者，以对之主爻在上，恰与巽主爻相接，合成中柔。是虽巽风在上，而其志就下，对之至成前，卦以下为往，故先势而后风行，民用重在下也。则上之风，与水上同，而泽者水之具，推为恩泽配吉之象。以泽为重，则风所及处，皆泽所配；由正交所行处，皆恩泽所施。德之昭也。故风不虚行，则无自令。愚人谓欲昭厥德，广人以成德，复利以成用。此中服与涣异也。政令之师，明德普及，有其先后重轻之序。中服以中和为本，必先其所宜，先重其所必重。此人道体天利极，因时制宜，不可忽也。人之生也，先求其所以生，而重其安和之序，调达之情。故君子于此有劝善归过，除暴安良之心，将以全民之身，保民之居，使皆乐其业，和其情，视其俗，以无害无苦。此政不废行，宋必有余，为求民情之平，而治久安常治也。故于中服之象，而以五爻，在中乃柔，故曰中服。出上非中，故不服。不服不信，故爻辞如此。象曰：出九于吉，至未变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其战吉，以至不变，虽多存度，而无二心。此阳刚本德，故吉。乃出与四阴，柔以兼之，遂生一心，而有他，是以不安厌于其位，则至易变，而非出之极矣。然出九干乾隆勿用之时，虽有他思，而原志不变，故人战吉，是吉由不变来。如变而失本质，即失其吉。此爻辞言外之旨。或曰出九，刚以主柔，下以息上，中难安其位，故爻称多余而有他，不得安厌，是所必至。故一辞之坚毅，困审于中道，断不及志之死。是宽猛相济，
刚柔得中，是如卦用也。抑郁则可见其人不废法，缓死则可见其无滥用刑，则民畏其威，而又怀其惠，守其法，而亦感其恩。恶者有所成，善者有所劝，有者有所戒，良者有所保。此中孚之道，中和之功也。且中孚卦两柔居中，两刚的正，中则无过，正则无私。无过则得其平，无私则归诸公。公平之行，民无不信。此曹遂以小大之欲必以情，为上思利民之忠，可使一战也。民心之德，必自行赏；民情之福，犹在刑罚。故听讼折狱，为革制之所重。民之为恶犯罪故疑诛，而得其情，则宜哀惊，而非可喜。以生活易于邪淫，饥寒破胃盗贼，生之不保，法无以拒之，居之不安，行无以怀之，今故异也。而中孚则求其至中，纳于至和，其余至性，上下同服，以应乎天，天得好生。故书曰：罪宜为轻，功宜为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惊。此体上天之德，而众人恶之深，不敢滥行以虐民，轻诛以益命也。死之故有辞，而既死不可复生；刑之故本法，而用刑不如用教。中孚以训在外，人欲有以教赎民，以化待罚之旨，以中孚之时，冬至之日，一阳来复，天道重生，犹以养成天时，暂缓直觉。此人道法天，而为正以德者也。故欲虽易，而求不诛；律虽严，而死可缓。此当推诸越令，正之上士，以尽经文为义者也。初九，于吉，有他，不厌。宣圣讲义。此中孚初九爻辞也。初九在下，以对之志在臣前，主爻在六三，刚以随柔。初九外与六四阴，柔以谐刚，其情多余。余者度也，余也，又寸也。以度量之后，则胜于其行，故战急，而心中多存。情或有他，则不克执其中，而亦分其志，故曰有他。言有别求也，或别度其所谓，而必不定；或他图其所欲，而情不安，则初九亦远于中爻，乃有之。故曰不厌。厌安也，故通厌。安乐和悦之谓。厌居即安居，安闲逸欲，无忧无患之时，则以初九多余，乃成不厌之象。此六自相随而至，以善存度而战急，以多忧疑而生心，遂不得安闲自在。盖出在下，原非孚卦，必自二至五爻，在中乃孚，故曰中孚。初上非中，故不孚。不孚不信，故爻辞如此。象曰：初九于吉，至未变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其战急，以致不变，虽多存度，而无二心。此阳刚本德，故吉，乃出与四阴，柔以兼之，遂生一心，而有他，是以不安厌于其位，则志易变，而非出之极矣。然初九干乾隆勿用之时，虽有他思，而原志不变，故人战急，
是即由不变来，如变而失本质，即失其极。此爻辞言外之旨。或曰初九，刚以主柔，下以西上，中难安其位，故爻称多余而有他，不得安晏，是所必至。故一辞之坚毅，果甚于中道。段星号此半夜与13同无他求，何不安哉？此事闻以至未变，名即之由来，重在克制于中和，而无彷徨于其道耳。92. 乌鹤在阴，其子何之？我有好觉，无与而迷之。宣圣讲义。此中孚92爻辞也。92内卦之中，而柔加刚上，与95痛得中位，中介3、4两柔，刚以律柔，代以令小，故有鹤鸣子何之象。何者何也？性也。鹤超群高举，而非俗禽，其名有性，母子相合，性之至也，福之至也。在阴者亦有相符之意，以为柔而摇刚，正如鹤为阳鸟，高飞于天，而指鸣于阴处，得其气所，是皆相符。正以92与64同工异位，相得相协，如民之有和，母之有子，道不孤而行有助也。以鸣鹤之得和，见孵化之极于禽鸟，亦彖辞化及豚鱼之意。禽鸟非鸣，自得其乐，母雏俱处，同乐其身。人类亦然，上有其恩，下怀其德，臣忠其事，君嘉其勋，上下相符，公拥有赏，所谓信赏者也。故曰我有好觉，无与而迷之。好觉者，高位圣明，后路容至，以上有功，以包有庸者也。上以示明其大功，下以知感其至德，不逊于斯，不阿其好。此君臣明良，朝野安定之象。故曰靡靡者莫不及也。言如风之披靡众草，又古通靡，为直也。如诗云直之为之。言上以好觉系其下之心，下以忠诚报其上之德，恩德不失，政治乃成。至诚无二，至公无私，则国之爵位，君所秉衡，如天之雨露，德之生成，不见其功，而莫与争；不见其德，而莫与大。其相符相信，亦如月明而得子之和也。称爵者，爵亦禽也。古者以禽兽侍位之高下，崇于章制之尊卑，皆取其类相从，德相及，而不乱也。中孚之用，即在此。物犹相符，而况人乎？象曰：其子何之？中心愿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2刚柔相得，情性以和，有如月明而子和之。天性之乐，至诚至信，物情之真，无畏无事，发于中心所愿者也。与其他唱和不同，唱而和之者，必同其心。所谓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生气者于外，阴求起于中。如洛中阴乎铜山，铁珍惜于磁石，此无生之物也。而在有生者，则如子之于母，雏之于鸟，性情所感，诚意思通。此92之和，乃中心之愿，非有所使也，有故谓之也。在太卦64，亦曰不成以服，中心愿也。与此相应，
皆福之至也。不成而服，即出于自然，成于自性，不加命令，不假作为，故曰不戒。不必戒意之意，不生于心而自服，不因于事而相信，此中心之愿。不假人力，不及外事者也。故欲以月明而子合之，推之上未有命，无不信从。上以事业命其下，臣以忠情报其君，而以下之勋劳，得上之冒赏，国之爵位加臣之功庸。故曰我有好爵，与尔迷之。言亦如贺之母子和鸣也。以92在中，亦服中心之象，而对主口舌，自有唱和之情。24相见，刚柔相就，在下之中位，正如功臣之获赏，尊荣而不忘其中，崇贵而不过其上。上有95，故92位内之主，臣之尊，得谓臣实，而不失坤德。坤所谓七道也，臣道也。臣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室，则92之用。10自64来，63的敌，或鼓，或罢，或弃，或歌，宣圣讲义。此中服63爻辞也。63与上9音，一刚一柔，的敌配之象，而3、5同宫，亦以刚柔错音，一内一外，有匹敌之情。中服得名，即由2与4、3与5各相服也。以3为阳位，6为阴爻，阴以加阳，内以旺外，而为对主爻，又属人爻之始。本中服大用，在中爻2柔，分服于下上2刚，是以爻用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后，而其为德，或柔或刚，或忧或喜，故此以鼓罢弃歌，明其情之无定，而为乐或忧各半也。鼓者永进之时，罢者隐退之日，弃者坚为之际，歌者安乐之间，皆非定也。以就于95之正，则鼓且歌；以反于3、4两柔，则罢以弃，而亦可视为同见异情。如有勇而奋进者，则鼓歌；因怯而消退者，则罢弃。视其人之情，明其志之意耳。盖63无位，而众柔难守，居对主爻皆巽主位，二阴相连，在内则悦泽而有声，对外则进退而莫定。巽主进退，64主降，退则反于3爻，而对主说言。柔多忧思，思则发为歌气，处于中而失所正，聚于柔而不得安，故情不能同，而行亦无有异也。象曰：或鼓或罢，谓不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3非正位，而介于92之前，刚柔难调，虽旺于95，而阻于64之后，上下难合，是服之不得，情之莫定，时犹谓之不当也。64月己旺，马匹亡。59宣圣讲义，此中服64爻辞也。64巽之主爻，巽位弗入，与对之见出反，是4与3之意。爻位皆柔，而下与92阴，交错之阴，与正阴有别，中服重在错阴，故3与5阴，4与2阴，2、5得正，3、4不得正，故3、4爻不及2、5之极。6、4借近95，如月之己旺，
以为全元也。而时有待，光明犹亏，则行不满足其志。而有马匹王师之战，马王则行坚，此训主进退，得时则进，失时则退。今六四非时，故马匹亡。然以下有92之因，退而就于阵，以为守，人免于救。中孚之象，有与小畜相类，小畜亦以641爻为因，因不协于阳，则兹以行之马匹亡失，乃不利于行，而挂求于外。以上有95上9，方尽其提息之利也。上既有正拔之势，而时当亏缺之忧，故行不宜，而上可守，守则无咎。盖64自弃于同类，以与63背驰，柔不思降而求生，虽可近于5，而反远于2，遂失所利。如月之未旺，光辉未充实，有马而失之，将何行哉？在须卦曰良马逐，利坚贞。以马本干象64坤爻坤位，为利聘马之贞。此有马而不克成也。称匹者，一马其属，而有偶。如物之有匹配，以64阴爻，阴属偶，故63得敌。64称匹，匹由敌也，得其偶成，而有亡之，是众民其不良于行耳。故者驾车之马，或2或4，取其节足利于行进也。3、4以柔，秉安贞之极，乃见节仕途，宜乎不克成其用矣。此3、4爻皆以柔而非位，情欲服而得不幸，志欲和而未失忠，位时不宜，行动有悔，而战无救者，以服既济中爻，且得92错因耳。象曰：马匹亡，厥类上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4在外卦之始，原与既济64类似，而下位63，两柔相从，以其类聚，是济而未济，中而未合，故爻辞称马匹亡。而当月积旺之际，将旺而未旺，正如将济而不济，其名亏一线，功亏一篑，行止于将成，务失于既备。此马虽有，而未得成，盖乎燕王师，不克遂其千里之行也。以其志在急行，反阻其行，兴图大功，反败其功，此反中孚而为过也。过犹不及，故是闻以马之亡，乃由于自绝其类，而忘于上进耳。63、64类也，而在下宜升，在上宜降。64以降就正于92未得，今乃绝于同类，求于上升，被柔降之行，忘安贞之极，使以备之马王师，是求速而反至，欲进而反退，柔而忘于前进，外而忘于内附，故曰绝类。言自绝于类，是与众背驰也。又此句亦可指马之亡，为马之自失其群，失群而易，不克成良马之逐，与大处63异矣。而中孚众孚，不服则不利于行，绝类离群，皆不服之行，皆失坚贞之旨，立本于贞，不自贞，将何守？不能守，将安行？故64以下服92未得中有守，训主进退，退必以时，时退而进，自离于救。此王马在不知守，而己求上也。上有95，故谓正时宜。
而为三之能从。今六四悉尽焉，则与六三相侮矣。95. 有弗鸾如。59. 宣圣讲义。此中孚95爻辞也。95全卦正位，外卦中爻，丙干95之德，与下92同位德中，而非阴，却以35刚柔错阴，阴25之中位，包34之中爻，交错其道，参五以服。此中孚之行，大成于95也。而爻曰有弗鸾如者，言阳以律下两阴，如绳索相联系而不离，故曰鸾如，非果系也。情志贯穿，行止牵属，有如系耳，在前小处，亦曰有弗鸾如。为小处履皆以刚包柔，小处64履63，皆在中，而履亦以对在下，与中孚同孚，而后相系不离。刚以系柔，如包而贯于。95刚在正位，群阴所往，众至咸归，故有此辞。而以刚之切柔，亦为所避。如君主引用小人，不知不觉受其欺蒙之害，是原有咎。以为政者得自明，刚既严明，是非辨析，则终免于咎。此亦与彖力争相应，争以为利，则不失其正，逊于私情，虽夫亦非信矣。两柔互于中爻，阴柔的是，恒易坏其贞操，为至刚能正之，此95克无咎矣。象曰：有弗鸾如，谓正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95以服于下，而相连属如鸾，不息耳。不背叛者，为正而得中所至，为正则时宜，得中则用大，大公无私，光明有耀。此95之道，非龙在天之象，孰敢不服？孰能不臣？臣服于下，奉事其职。此即92我有好觉，与耳迷之之谓也。正如鸣鹤而子和之，忠心所愿，臣疑不二，公胜不为，君民臣良，民安国泰，宜其上下为系如鸾也。上9，汉阴登于天，真凶。宣圣讲义。此中孚上9爻辞也。上9穷则变，变则反于中孚之道，中孚反为小过，阳反为阴所包，是反常之象。92曰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，是民习得其所也。上9曰汉阴登于天，则民习非其时的矣。汉阴者，鸡之别名，谓训之象，鸡之属，有志有物，多野禽，而栖于山林，鸣于草野，乃为常也。今乃以其名之音，上登于天，是反常矣。及家畜之鸡，故以名贵，而人不得离于地。今去得而升天，亦怪之象，故曰真凶。真者正而有守，不正何守？失守何真？此真反凶，言真非所真也。又真凶分言之亦可。谓真则反就于下而有守，是自上下也。今以名于地者而登于天，则自下上，虽真亦凶，谓其不信也。不信不服，失正不忠，中孚之用已极，反为小过，故有此战。小过亦曰飞鸟夷之音，不宜上宜下，中孚之机，既亦飞鸟，而进登天，是夷下者反上，其凶可知。
或以汉应盖一切情语之处言，不专指机，思意兼异，及他鸟亦必明习于其所，而不得具作登天之思，是诗所以无可争，而非谓又安有利哉？上九君卦之上位，高而无位之地，为而无辅之时，苟自卑以就下，与六三阴，犹可退守；若居高而傲，成为而骄，则凶已矣。用以将尽，时未已及，无可前进，乃登于天。虽在上，又奚未哉？守且不移，何况于行？贞且未得，何况于利？此顺应时位者，一自反也。象曰：汉应登于天，何可长也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九爻辞，不忠不服，以身习于德而登于天，背其身之道，忘乎时德之宜，是象数反常。反常者，不可久，故曰何可长也。又常自亦可独上身，言背礼之行，为时之用，不可助长之，以宜无穷祸患。在大处上九象天之衢，谓道大行，以其穷而能通，得昭于下，更能知止，乃合于道。中服上九，重刚在上，顺巽风行，不知所止，乃超于为绝，不克久长，其数然也。既备于道，失时非位，而助长其乖谬之行，则谓灾害，可甚言哉？中服全卦，以中四爻交错成服为用，初上无位，不能中庸，则不服，不利于行。况上九当变之际，无守之时，宜其不可长也。小过更下正上。宣圣讲义。小过正在更上，山上有雷之象，与仪同而异其上下，更止而震动，于外，止于中，以更言，谓之止有守，最良于行，以正言，谓因势而动，亦离于过，故以更在正上，能止其动，谓养正。而小过则反，是动止相违，阳刚至外，遂成其过。此小过之名，由震动乖方耳。然以归昧卦之例言，对在内，能主正之动，正不得拗其志，而免从之，故称归昧。由凶之由从若昧之情也，则小过之正，胡不内从于艮，以求其止，而乃巽己之动，以干于过哉？此盖更与对之不类，而卦爻刚柔之得正与否，谓其别也。对少女，而九二得中，能牵掣正之六三位阴，阳乃抚顺于下，男乃降至于女也。若小过之艮，乃少男，二男相合，如兄与弟，弟当敬兄，兄不顺弟，且以六二六五皆柔爻，众柔失中，不得其正，难治在外，刚得易造，中三四两爻，复成重刚之势，而辖其始末四柔，则四自无所惮，而真静以相逐也。故小过之艮，不足以阻正之行，而在中之阳，反足以虑下之阴，首末皆柔，故同大过。而中户又恰为大过。大过之见，时有小过，细行不精，中类大德，以柔势方胜，刚无以抗之，相袭成过，乃时位所迫，故曰小过。言其所失者小，
传曰小过过也，大过颠也。过者失中之谓，颠则反复之称。过由错误之行，情有可原；颠则悖逆之举，罪无可患。此过之略别也。大过彖辞曰：大者过也，是名言过之大。而则在有位，就属当权，则以二五皆刚，不能率众以正。此过在阳，不得委之于阴。小过则两刚在四柔层叠束缚之中，下无其辅，外无其阴，内外失正，实是凌夷。此过在阴，而非阳之罪也。阳大阴小，大过则阳，小过则阴。大过之则在刚，小过之失在柔。柔顺之过，亦由刚愎之情，阴位之行，是成闭塞之害。故小过亦不可法，虽为善之过甚于恶，而不忠之就同其罪。虽顺退之事易于逆，而非正之谋中难施。此周亦以小过与中孚往来，名其相反也。反于中孚，则成小过；反于夷，则成大过。而小过又与夷异位，大过又与中孚同体。此四卦交错，一得一失，一利一害，相堪自明。宗主书数，小过与中孚往来，而与夷异其上下。夷大过中孚小过四卦，皆相联系，或对或反，或往或复，即天地变化之情，者人物行藏之用。大小过皆以过称，而大小异。大过者四，阳在内，不胜其阴，故曰大者过也。只过在阳，小过者四阴二阳，阳在中爻，而失正位，阴乃代之，故曰小过。谓阴之过，阳重于外，阴至于下，而过反之，故为过。过失也，又太过也。如人之行，不及于中者，谓不及；过于中者，为过。而大过为过中之过，小过则过中之不及。以是言，则大过者过于恶，小过者过于善，皆失中也。过于恶者其害大，过于善者其害小。凡善恶皆以至中为准，而事物以至平为则。中平者，如剖物而各半，其分量匀；如分财而未两，其数目等，无多无少，不偏不倚，方免于过。而所谓过恶与过善者，如与人分利，与人过少，是恶之过；与人过多，则善之过。虽不失于善，而不免于过，以其乖中平之道，立公正之行也。过于善之害，虽较过于恶者轻，而积久亦以败德，流弊且将祸人。是以不忠不平者，不足为德；非公非正者，不足免害。君子持于至忠，行于至正，用之以公，继之以平，则无过不及。如人为善也，不恶于民，不惜于利，此善也；而不知其节，不守其位，则过矣。小过之过，多关于此，失于中孚，乃成其过。若委身抱桥而死，信故信矣，而过焉。如墨子舍己利人，爱故爱矣，而过焉。非信爱之咎，过信过爱之害耳。明乎此，则明小过之过由于柔，柔过以失于刚，则不知其节，莫则所守，而偏于所自信，
必于所自视。其出若无可议，其中江湖底矣。卦以雷在山上，内遇止而外思动，动以彻止，遂离于过。不知止将安行，行而忘止，是成其过。此中爻两刚，不能胜似柔也。中户是风大过，可见其机甚微，其志必大。小过不改，终成大过；善过不止，终成恶过。此坤初六有履霜坚冰之界，而干九三有朝干系替之辞。大小过时皆备之，设备此意，其过可甚言哉？故大小过皆过也，皆由失于中正来。大过失宜之养正，小过为中孚之用中，而后过象以明。过行矣者，习义者先将四卦往来之旨，熟思而慎辨之，可也。传曰有其性者，必行之。故中孚之后，受之以小过，则过之意重在行，未有走过也。凡访人者，或前往，或约来，果欲于中道，非过也。若过访则称过，以屈己尊人；若过公也，推之一切行动由于过者，离其位，失其分，则小过之类也。故爻辞以过与欲并称。过则非徒欲，欲则非为过。过门不入，则不求欲者；欲诸徒，则原有过访之意。二字形相似，其形亦略同，唯其意义有别耳。有过则所行有利于中，以其非必如是而后可，而尽为其本心。出诸勉强者，岂非过乎？至若亦当亲，往情难自傲，如卑之就尊，下之趋上，理所宜然，不得为过，则凡行动亦如之。宜公谦则公谦非过，宜倨傲则倨傲非过。以其中节也，尊其位，守其分也。设过于节，失于位，乖于分，即过矣。故过者非中之辞，不中则不平，不公则不正。此过之所成，而以动力乎？此为义。阳好动，反艮之止，以成正之动。其身静之情甚，则望于自降下也。似柔包于始末，聚于中正。此为过之由来。以刚无所守，无其位，则不明其分也。是之过者，与不及同久，而不及，必关乎柔；不及者，退避之心甚。过者，进取之志多，其失终义也。故有可过者，有不可过者，有宜不及者，有不宜不及者，皆因魁之以中。不问为善为恶也。中者天下之大本，过与不及，乱其本矣。故周易以小过次中孚，实是人用中之可贵矣。观象辞所举君子之道，则可见过亦有取，以其过于善，虽非至善，而未及恶，犹可顺时之宜，因势之变，以成其用。此《论语》所谓观过之人，虽过不害于人，则过又何过乎？然过中为过，过而不改，以过为中，则必害其行，败其德。此善之必以治，且必有治。止于至善，斯无过矣。观过云者，观卦由过变，即小过一下之意。以正颠倒，则与更同，上下皆更为止。合之于一，则谓观卦。两阳在四阴上也，是合两艮之象。
众更为止，和更为官。此佛家指官相应之爵，时指时官，官指不二，则进宫始终功夫。因官之过，防过以官，则易教修习途径，正更一体，为颠倒之意。故由上而下，则正反于艮；由下而上，则艮反成正。此阳阴升降之别，而为小过及凶利贞之殊。读义者不可不知，小过为善之过，故彖称小事不可大事。为善之失有小，若欲大之，反为大过，则善且恶矣。此义至关重要。后人误以小过之占大及亨利贞，而未可以自行其过也。小过、亨利贞，可小事不可大事，非鸟夷之音，不宜上宜下。大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小过彖辞也。乾坤四德，小过有三，是小过之用，亦可取，以其语以表里。与中孚往来，如主与宾，若往与父，去反相连，而行相摄。用之者得其时则吉，顺其变则亨。此小过之意，重在因时达变，以过成其行也。故亨利贞皆备，为少缘焉，以非先天之道，永恒之行，故不及缘，而重在寻常日用也。亨也者，通于一切，利止于情；利也者，攻击于物，利见于用；贞也者，反求诸己，安贞有守。此小过之以柔胜，而中存刚健之德，外招敬顺之情也。而小过虽过，系发于人情，顺乎天性。性情之者，行有所余。此人之恒情，如临丧而过哀，见危而过惧，有失而过喜，有患而过忧。此不能己者，圣人不精，为其发于中心，源于物事，非中庸之事，则不免于过情，以柔之偏多。其必在驯夫情，而不知止，尽物之害，根世之烦，触景之思，非常之欲，则沉于外，见于色，失于四体，盎于百骸，尽失于中和，反于正义。此小过之用，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。小事者，害及于细末，损摄于有限，则有过失，有免于咎。若失诸大事，用于有众，利害所关者大，祸福所逮者远。偶有未甚，足以败国亡家；或有未私，则堪毁宗灭姓。此小过之宜臣，而待用之当审矣。小事大事，以其影响大小，关系巨细，时有暂久，德有远近，人有众寡，物有广狭，及轻重之别，危险之殊，而上下位之所谓，善恶德之所变，出与处亦去，卑与尊亦移，生与杀亦明，祸与福亦数。故小事之宜者，大事反不宜；小事之事者，大事反不是。是谓小过之用，以小事之过犹可免，大事之过则不堪矣。故亨本于利，利本于贞，贞故干事，必守其正。反过为正，则达于亨利；知过能悔，则成其德行。此所谓观过之人，有过贵改，圣者无过，贤者不贰过。过而不但改，则人反于中孚。故中孚小过为往来，谓正反。
苟明其过，即可自反于中。中和之功，性情之正，此卦重力真，言必本乎性情也。卦象两阳立于中，四阴加于外，如鸟之展其翼而飞腾，故曰飞鸟夷之音。飞鸟者，亦如中孚之鹤与汉鹰，阳至飞升，而在中下者目高举，翱翔上下，鸟之性也。飞鸣来去，鸟之情也。诗云鸟之鸣也，为求之声。小过之飞鸟夷音，亦服此意。谓阳被阴包恶，则求其类，而不决疑其鸣声也。夷音者，亦过之意，非过而鸣。因移于空中，闻于地面，故过者兼行过之意。过去也，以往为过，鸟以他往，而因由一事过之有机，寻其因而得鸟，则包过之有害于己，而利于人。鸟虽非为猎者鸣，非为易取者飞，而寻至其所，为害将乃焉。是以行止不可不慎也。非鸟之过，亦本于情，情之为灾，恒累于此，徇情致害，有甚于此者矣。使鸟不动于情，而不飞不鸣，则善猎者不可得之，巧于易取者不可物色也。是谓求高虫之弊，目超举之灾，乐得其有而鸣，因贪于欢而遭人之敌视，此亦过也。然以小过，重在自悔，贵在知改，则于前之求高虫者，而速改焉；出之慕欢乐者，而速悔焉，则可由高而卑，由飞而习，由鸣而自尽其身，由往而速返其所。故鸟飞者宜下，去者宜返，下而后得安，止而后免害。此诗称绵蛮黄鸟，止于秋鱼，是其志也。小过以艮在下，求止者必自下，故曰不宜上宜下。宜下则介于高远之情，知止则成其欢乐之欲。此反小过而归中孚，即由震动而就于艮止，止得其所，行服于时，故战大吉，以其不为于位，自安其分，柔而就刚，上而俯下，卑以自牧，谦之道也。谦卦之行，即基于之止，柔顺以止，故无不及。无不及，斯谓大吉矣。故小过彖辞重在可小事不可大事，即不宜上宜下二句，以大就小，则灭其害；以上反下，则安其居。此人本坤之德，安贞敌极之意，亦垂训诫人免过之道，即在于是矣。彖曰：小过，小者过而亨也。过以力争与时行也。柔得中，是以小事吉也。刚失位而不忠，是以不可大事也。有飞鸟之象焉，飞鸟夷之音，不宜上宜下，大吉，上逆而下顺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彖辞之意也。小过以阴之过，故曰小过。谓义利阳大阴小，大过谓阳之过，小过则在阴，以阴多于阳，阳不得抗之而成其过，不似大过阳多于阴，反被阴所束缚也。小过以阴柔的位，而行重柔顺，柔以成刚，为其本性。今不复顺承而反过之，如坤上六，阴移于阳，是反其安贞之德，而息于刚健之行。所谓移于阳，有拟于阳，非阳而拟似之，
则立其本来顺承之志，乃求悦于阳刚，列其等位，此所以为过也。因过而比拟于阳，柔过而希济于刚，是以过而忘亨也。亨原阳刚大用，如岁之下，如约之午，如五常之理，如五方之南，其德昭明，其用博大，其功宏达，其道悠久，皆本诸天，法诸前者，小过一手称之，可见其志之在拟阳，其心之图抗刚，故虽小过，而得守亨。是曰小者过而亨。文义亦如乾卦，乾元者始而亨也。但干纯阳，自有其亨，而知大始。小过无元无始，本乎坤之有终而亦称亨，则所谓过而亨，谓以过成亨者也。凡道之至者，必由中行。今小过过而亨，是立乎中行。立中之亨，乃一时之功，非恒久不变之德。虽亨而不能失所本，本于力争，本于性情，而其用由此见焉。故曰过以力争，与时行也。力争者因之本，而亨者时之功。以小过本坤之正位，而中藏干之三四，干不显其德，为坤之事一，则坤之代乾，以利聘马之贞，代行周天，以安贞之德，代诸自强不息，本柔而用剑，体贞而外亨，合坤以为乾，代天以御物，此力争亦以过成，而功业必以时者。故曰过以力争与时行。不过不得同于干之力争，不时不得达于干之亨。时者随时之变，变而得见其德用者，时所谓也。小过以过而能备三德者，时所使然。非时则过，是时则反成其德，故与时行俱。时为小过至要之意，而所谓过而亨，过以力争，皆明时之所系。时宜则亨利贞，时非则过，故称亨利贞。皆关一过字，明过与亨利贞，原无二致，只是时行。彖此仅举三德，是文加以过字，更深以时行，足见小过之时，非常时也。过不在人，而属乎时，则过反成其德，此君子贵之时，而亦较重邪时也。柔得中位，二五皆柔，柔不可代用，故彖此以小事称，小事之极，及大事之非极。刚失二五正位，而不中，以刚正在九五，中在九二。今小过六二六五，是失正而不中，亦也。右中爻三四皆刚，而乖于九三六四太既济之象，是亦不中，二也。推之一刚一柔，相应为中行，如六二九五，九三六四是也。今二五重柔，三四重刚，皆不相协，亦谓不中，三也。有此三过，故不可大事。谓失正则无主，失中则难用，体用皆备，小事犹可，大事则非所宜矣。以四阴分加两阳之旁，如鸟之展翅，故曰有飞凤之象焉。阳实阴虚，阴在阳表，其势凌虚，故象鸟之飞。若不飞，则赤脸而非虚矣，以以往也。而今犹在，如飞鸟之鸣，其音犹疑，故彖曰飞鸟宜之音，亦以正在上，有民生之欲，而过者该往矣。
视之以往曰过，人之以去曰过。如访人者曰过访，来往者曰过从，皆指行也。而对来言，以时谓言，亦分三者。时曰去来经，谓曰上中下，是曰始终终。时之经，谓之中皆中行也。非中行者，则以往曰过，谓至曰不及。疑者以过而犹留也，既非现在，即过也。鸟过而因疑，亦由是过而积在，人过而名存，皆由今以诉诸往。往之与来，其间者谓中，小过属于往，故曰过。如人之过，必自事后见之，当时未有之为过者。如之为过而故行之，则非过而谓恶矣。过者过失，一时之失，非有心之恶，故过非恶德也。事后知之，而速改之，则人不失为善。故小过在能自反，自反即悔过之机，而非鸟之以其音。音亦必自下，以鸟原自下上飞，民音亦自高反下，故不宜上宜下大吉。以上谓逆，而下则顺也。逆与顺者，亦关乎时位。顺乎时位者智，逆时位者凶。小过既重自反，是宜下以顺夫性命之正，不贪高荣，不设为待。此大吉由于之过必改也。改其过即反于中行，中行不失，宜其占大吉矣。由卦言，正在上，若反就艮之下，是反小过为宜。宜则的养正之旨，即有本卦言，反正之动，以从艮之旨，动而知止，止而有定，则服于止至善之道，此皆顺也。象曰：山上有雷，小过。君子以行过乎公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。宣圣讲义，此小过象辞，明人道也。艮上何正？指山上有雷之象。雷动而山止，止于内，动于外，止不能以制动，故名小过。两阳在中，不亢四阴，阴反移于阳，以成其过也。而君子则之，亦以过成其用，既名曰过，自非中行。小过与中孚反对，中孚之后乃有小过。如行道者，至中途而更往前，则过半矣。过半者即过中行，无论为善为恶为过痛也。君子不离于恶，而难免于过，则以善之过，将与时的相连，而不自觉其失，此人之情也。人情所不免者，圣人不精，谓中庸之难及，则责其善者，而略其过焉。故小过之用，即怨乎情之过中，在人为情，在天为时，在物为事，在术为变，此四者之所由生，而君子或不免焉。且以其过，反成其德。斯彖之称亨利贞，明其道之不可废也。情之所使，时之所为，事之所迫，变之所见，则智者不能谋，勇者不能夺，况众人乎？故君子之过，有如日月之时，其度相直，不得必也，而其复也，不殊其名。此辞之迁移，谓之远近，人无由焉。象辞所举，盖亦量其过，而圆其心，许其情，而忘其父，则所谓行过乎公者，公之过，而胜于不公；丧过乎哀者，
哀之过，而胜于不哀；用过于俭者，俭之过，而胜于不俭。以其由于时，现于事，喻于变，发于情，不可厚非，则与其不过而为恶，无宁过而尽于善也。攻之于行，亨之于丧，俭之于用，皆善也。唯不过谓中行。今既过于中行，虽不免过，却终非恶。果不过而不及焉，则反不如其过矣。不及攻者，其行必肆；不及哀者，其丧必苟；不及俭者，其用必滥。是恶也。虽曰未过，而害甚于过。君子宁取其过，不谓不及。此小过之能备三德也。夫三者之过，皆责在己，其失也不逮于人。过攻者，敬之至；过哀者，孝之至；过俭者，节之至。是故非害于人也。为防其过，则为礼以节之。故天则履，以礼定民之志，不使之过。性情得其正，则不至于过；苟失正，则失忠。此中弗之益于小过，而近夫履，柔在中而上下皆刚，则得其正矣。更止而不遂正之动，则谓夷；夷则能养正。此夷象辞以胜言语，皆饮食未训，而在正象辞，则曰君子以恐惧修审；在更之象辞，则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小过和正更二卦，果丁宁于其象辞，而恐惧修审，则行有度；而思不出位，则守有分。思即免于过矣。凡异象辞，皆明人道，皆以中正光大为止，唯小过以过成德。可见圣人原不责难免之过，而必原其有过之情。过不为于时，不利于变，不反于情事者，则过亦何害？不过忘其素负，负则人为中孚。此中孚与负，皆体天时一阳之负未用。阳负则阴消，阴安于位，阳畅其德，则过者改，而行以中庸矣。初六，飞鸟以凶。宣圣讲义。此小过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在下，艮之始而丙坤履霜之界，柔而未卑，暗而在下，不可以图高举，时未始然。今初六以上阴九四，内息境外，阴息就阳，两阴连于初二，如鸟之一翼，张而欲飞，故称飞鸟。鸟之飞止，以一翼先，在下而往上飞，先展其左翼，以柔而备其下降之道，以下而弃乎高深之谋，而跃于其位，乖于其时，以艮之止，而妄求同于正之动。此所以谓凶，谓其行之备也。备为过，过以求用，而忘其卑微，思离其凶。彖曰不宜上宜下大吉，初六反息其上，而急求飞，故凶。柔乐观刚，初乃阴四，此其非有不可遏止之事，则其凶也。实谓也，至行之过也，不能言止，而求于动，是妄也。妄则灾身，无妄为灾。即观此义，象曰：飞鸟以凶，不可如何也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初六立乎履霜坚冰之训，而指之阴乐尽阳，下至在上，顺卦之自下上，则不得不飞，
反柔之自高降，则不得免于凶。其非也，情之过，而凶也。恕之哉！过情之行，人有不免；立恕之哉！是亦难逃。故事曰：不可如何？言其不得不非，不得不凶。乃智者莫与谋，勇者莫与夺。此即所谓过也。过之为用，皆迫于时事，关乎情变，不能巧避，不易强逃，乃民知之，而故谓之哉。时犹不能动之，而逆料之，遂成过失，而离夫凶害耳。或曰不可如何？深习之辞，习其以铸成大错，追悔无乃。如何则可？唯自反以求其止，止于诚则免凶。故鸟之行，以善止未得，如黄鸟之止于秋鱼，辞彘之止乎山梁，皆只得其所，而弃夫时，斯可贵矣。况出六亘之下，方重在止，反以非称，疑其凶无如之何？君子之时先遇，临事而惧，见机而作，则免于出六之凶矣。62. 过其祖，欲其彼，不及其君，欲其臣。59. 宣圣讲义，此小过62爻辞也。62内正位，而为坤之正，本安贞之道，有含章之美，宜于从王事，敬于其上，和于其下，如后与弟，如臣与君，此坤道也。而小过上应65，亦未柔，病后匹敌，不能相下，虽内外疏，而尊卑基等，虽贵贱殊，而权势若同，故此以祖比相提，君臣相拟合。62与65，中介两刚，遥遥相望，虽若匹配，而异君臣。然以两刚在中，则虽匹配，不在一处，虽君臣而有往还。故以过欲相遇，过为往，遇则来。如过访者，过也；道遇者，遇也。因过其祖，而遇其彼，以柔在位，所遇非祖，乃其彼。彼故祖之配也。不及其君，遇其臣，亦有同义。而不曰过其君者，臣无过访君之理；而曰不及者，以过与不及对，皆失中也。过乎中曰过，不及乎中曰不及。言臣无过其君之意，而行却遇其臣，亦以柔在下位也。不及二字，实名小过之过兼不及，过犹不及，此退一步言；不及犹过，则进一步言。总之皆谓失中。以往者原非过访其君，而中途遇其臣；与前之原欲过访其祖，而结果遇其彼。其出亦不同，而其中臣则同，皆以过为用。则祖与彼同居，祖去而彼在，君不与臣同居，未见君而遇臣，此所遇者，出乎意外，所谓过之用也。过而有用，则非关乎得意，而实系乎实情。位者兼得与实，用者分情与义，义以成利，情以为害。故过之甚，则有救。以62得中，斯免耳。遇之与过，亦属不及，亦属太过。遇者无心之所遭，过者有情之所发。故过始于己，欲成诸人；过有其始，欲得于中。以欲行过，则亦见过之为失，
在乎己也。己而不过，何过之有？知过而改，则过亦无咎。此六二之旨，重在使人知过之由成，与免咎之所在。象曰：不及其君，臣不可过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二爻辞，称过其祖，喻其彼，是无所疑。唯称不及其君，而不曰过者，人多未达，实以一词原包多义。所谓过者，既有过中之意，亦含过失之情，又以相过与过去，均为兼见之旨，是其所合而为是。故过其祖，由人之情；若过其君，是失成理，则以不及相提并论，而不及亦过也。过为太过之行，不及则不足也。不足者，不及中道，以君与臣，不得等诸宾主，或僚友也。君可过臣，臣不可过君。六二在下，臣也；而上六五，则君位。虽亦未柔，以位尊不得视之如臣，故下不逮上。臣不及君，此位分所定，不得有过失之行，故不及者，由原不思过之也。臣而过君，君将失其尊严，遂虑天下而无君矣。君父皆不可过，称君以该父，而上文但称祖者，亦欲此意。故礼曰：孙可谓王父师，子不可谓父师。祖虽尊而异于父之亲，礼为一尊，故尊父而略杀其祖，此礼之权宜。人伦之有先后也。臣之于君，如子之于父，臣不可过其君，则所称过亦不及。不及者，原情之辞，推及之意，不可执也。而人曰欲，则可见其意如过祖欲彼，不过过君欲臣，不称曰过，则欲未来。过为往，往犹进也，上也，来则退也，降也。君临天下，所过为信，如神之降，而臣民不得敬于君，上于神。传曰：君子不欲多上人，况敢临天子乎？则过而称不及者，亦会其临上，而不失其臣节耳。六二柔位，故从刚者皆过，而所欲者皆柔。志虽在上，而阻于中爻，人反而下，不出其位。此更知止之意。为人臣，止于敬，设欲过其君，上何止乎？93. 夫过，防之，从或羌之。凶。宣圣讲义，此小过九二爻辞也。93重刚失中，而未更之主爻，上皆正之94。两刚之势，一蛇之情，刚过则折，故辞曰弗过。申戒之也，弗过而犹防之，为过之余。位前93，朝干系替之时，为利之位，切以审慎恐惧，以防其过。思守位之贵，而过分之忧矣。设有位备，而从其过，则或羌之，必受其害。以刚能羌身，柔则敌急，从于柔则顺，从于刚则逆。93与上六阴，而益其逆上之心。此彖辞称一下大吉，是曰上逆下顺，下顺大吉，则可治。上逆者凶，故战凶。以艮之一阳在中，中则有事，必反而下，以逆行为顺，此所谓之止者也。
苟顺而生，潜伏于为，自逢其灾，而不可悔。是过而又过，将何以成其用哉？况近于正而动，忘其止，失其本始，徒增其过，则有小过而大过矣。中户大过，以3、4两纲为其枢机，此用者所宜甚也。象曰：从或羌之，凶如何也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、3纲过而不知防，西动而不知止，使艮之道，从震之动，两纲相接，如兵刃之枪其身，此不可从也。从者顺也。言顺3之志以从上，顺刚之情以凌柔。既失2、5正位，遂无所才治，逞于一时之快，而不可收拾，则其危害至大，将不可救节。故曰凶。如何也？言凶之甚不可状耳。爻曰弗过防之，可见不过而自提防，以益其情欲，如防水也。小过类坎大象，两阳破于4阴，亦欲泄，为过之源，故不可纵。纵与从古通用，从由纵也。或以弗过防之，谓不可强止。强止于前，必反泄于后。如防水而逆水之性者，其溃决危害尤大。故曰从或羌之，言从此以后，或反害之也。此故辞中间义。止者因势利导，使止则止，则免于害。此在顺夫时用，纳于中行。中行之失，其过乃成。弗过防之，专重在中行，非止之止，即乖中行。故弗过云者，以在中爻，应以中行为本也。9、4、5、9，弗过欲之，往利必戒，勿用永贞。宣圣讲义。此小过9、4爻辞也。9、4正之主爻，与9、3同属人爻，而重刚失守，4应数于外，以成其过。而秉刚健之情，失中正之德，有干之自强，而忘9、4之越渊，则动必有咎。以其刚而在6、5之下，与6、2错应交相协，而不利于艮止，则免于咎。故曰无咎。明其在外，行且自反，一往一反，内往而外反，反以就下，则知止，止而动，则不过。故亦如9、3称弗过，然9、3志在上进，虽与6、5错应，同宫异位，故弗过。而重在提防。9、4志既在反下，以错应6、2，同宫异位，故弗过。而可相遇。此3、4之行有别也，以遇与过，相提并论。人同6、2，过则非遇，其遇也，则不必先过。此弗过而遇之者，明其则在自反，而效能治人之来，以爻未当来，则虽不过，亦当有遇。此遇字，亦兼该遇合及待遇诸义。遇于途者，必有2人以上，即我与彼或他也。主与宾，或有与类，皆有2者之别，故可推至遇合。合由会也，不期而会，谓之遇。遇自以偶，偶亦合也，匹合也，而因同等相匹敌，同类相会合，则有对待之意，故又谓待遇。待亦待也，后之于此曰待，见之于彼曰遇，而推己有所备以接物，先其时以后人，皆待遇也。
主与宾款洽，我与人接待，亦待遇也。以其行以礼，皆以仪，交以物，信以诚，则待遇兼包宾客迎送，成功酬报，宜不及物，礼必以敬。故遇之者，先忧其奉，后其功，未将其情，治其意，必服于信，必本于敬也。九四弗过，而重在欲，可见重在自卑以下人，自谦以接物，不为其来而自倨傲，不以其自治而谦于夷也。故九四弗过不肯过访，非言尊也。不求有过，而求免咎。思九四主旨，故重在静待其志，诚后其福，而不自往。往则为利，而必戒备。戒慎戒斥，不疏不渝，皆戒也。谓如戒言者，谨斥行人，严密戒备也。以九四重在反以自下，故不可往。而勿用者，以得干之初，由乾隆勿用之时，指勿自用也。由见曰用，勿自见者，深藏守拙，而勿求用，则以永贞。以四位坤位，下就六二坤之正位，故永贞本夫坤德也。象曰：夫过欲之，谓不当也。往立必戒，终不可长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爻称弗过，而待其欲，因九四位不当耳。不当者，既非二五正位，又以刚履柔位，立乎既济，而痛未济，虽下阴出六，阴与阳邪，而出爻无位，亦不当也。地以九四不宜上而宜下，则重在来，而不宜往，故弗过，即不可往。欲之，即待其来，是顺乎爻用。而夫彖辞不宜上宜下之极，故全爻无咎。凡无咎多在辞末，九四而在辞首，可见重在自免其咎，即以止欲动以更治正之意。盖九四震动之主，造静之情，亦成其过，故以弗过而待其欲未言。又以此句连谓一义，亦如九三言不可过以遇人，即过以待人之意。过以待人，即象辞行过乎公三语之旨。过于礼为过公，过于情为过哀，过于用为过简，皆过也。在柔爻或宜，若刚爻则不可。故三四爻皆有弗过之辞，而九四位犹不当。不似九三位更主爻，合于既济，知止有纪，其用上亦近于中行。然有枪支之凶，况异于躁动而类未济者乎？故曰往立必戒，以顺震动而躁静，则导于为，而必戒慎。是以终不可长，言不可长其轻动之志，成其躁静之行也。又中自与爻辞永贞相应，坤用六立永贞，以大中也。爻称勿用永贞，亦可作一句解。言不可永中，以坤为前爻，亦为始，亦为终。亦则九四宜顺乎前已之始，而不宜居中。亦则顺正之初交夫阳，以为时之始，亦不可在此位而言中。故勿用永贞。兼体用二义，体则秉坤位，以阴六二而永贞；用则体前爻，以服正位而勿长其中。是在事实位而未是耳。凡中不长，多属上爻。今在九四，可见其为过。过则不可谓法，一时之宜，非恒久之道。
故事文如此。65. 密云不语，自我西郊，公义取笔，在穴。宣圣讲义。此小过65爻辞也。65正位而柔履刚，失干之症，乃成其过。爻辞首二句与小处同，小处有象中孚，亦应在中四爻，阳数其阴，如天之密云不雨，谓阳不雨因何也？何则雨降？今65则反是，而以阴包阳，亦不得合，故亦曰密云不雨。而自我西郊者，由西而东，即由上而下，由高而洼，如小处之上巽，以来就下之前也。巽本出变于阴，而在外，则重在下。65亦以下有3、4两阳，阴降而阻于阳，有云而不雨，有来而自息。孝者外也，远也，由外而内，由远而近，由西而东，由交而成，行以日降，道以日进也。公义取笔者，本应柔而设正位，故称公。以正位而辅下各爻，刚柔分成，则重则取，必有其道，故曰义取。言小过有飞鸟之象，鸟飞者欲得之，则义取焉。而鸟移其音，是以由上而下，由飞而归于巢穴，则义取之。当在其所栖宿处，称穴不称巢者，名其在下，非之上也。由上而视下，由高以一卑，则在穴矣。鸟原该受，不必植于巢，而义者原不可涉宿。今取笔在穴，是成其不戒也。阴柔之情，暗昧之举，非光明之行，仁义之道。此正如天密云不雨，则暗而不明；如人之行而自骄，则邪而非正，不光明，不正大。思小过之以柔居正，而有此战。6562重柔，而3、4两刚，夺物之名，4阴之独，此过也。而时使然，故乖夫猎兽之道，利于爱物之人，行迹非宜，用有难大，故在正位明其意，即彖所谓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也。卦爻互大过，而65当对则主爻，对说而在上，有阙之象，于人位有失，在上位而有失德，岂独鸟兽之哉？由此可见小民之不惑安其身，乐其业矣。谨卦曰求亡民，亡而不民，将何福哉？如天有云而不雨，将何则沛哉？故义取而成不备，贪得而行不仁，则过虽小，其害已大。此小过与中孚反，即在失中道也。象曰：密云不雨，以上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密云不雨，见小处卦彖辞，其意与此为异。小处重处，处而不发，积而不失，故云密而不雨。必至上九爻位以极，卦位以穷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乃有既与既处之辞，则处者以发，积者以失，云密者以见雨，自交者以归处，皆与前意其去。今小过65，则以柔在正位，以阴居高地，阴无阳不能化，云虽密不克雨，谓其为阴之过，而不与阳合也。不合则不与不处，故亦如小处之辞，而则在上位，与小处偏重蓄积者为别。蓄积亦由过来，处而不发，
积而不失，是处之过也。如人有才，贵在能舍。陶朱以复称者，以其3至千金而3散之，至则处也，散则失也。是有云而配其与则已。小过6五，不得其和，乃成其过。有云而不语，有加而不处，则谓阴柔之失，而非人治之行。阴柔原可用，而在上则备其位，立其德，故6五不语。是曰以上。以者过甚之辞，犹太也。以上即太上太高之意。言阴柔所居过高，不得与下接。如云之声过上，不得成与则，是阴柔立其德用，乖于未时之过也。上6，夫欲过之，飞鸟离之，凶，是谓灾审。宣圣讲义。此小过上6爻辞也。上6过之极，而卦用之穷，又谓阴柔在上，重柔失位。过在于自带，则与前3、4阳爻之用相反。阳刚好静，故易之，而曰弗过；阴柔易带，故促之，而曰弗欲。以上与3阴，3刚而上柔刚者躁进，则曰弗过；上则怠惰，而忘人之来欲，不肯进以求之，则曰弗欲。言不可欲，而必过之也。与9、4之弗过欲之，恰互异其过欲2字。不过而欲，是名其必来；不欲而过，是其必往。卦例外来内往，上穷则变，变则反常，而易众往。与下同，是反而下也。6位元辰，周而复始，则上者反而下，欲者不可齐，则过者谓其时宜也。或以弗欲过之为一句，则言上谓用穷，过与欲皆无当，故既不得欲，亦不必过，此间异也。上6阴降之时，亦与艮之9、3相协，协则反来成往，反欲为过，以益其地，则宜其情。此过之本乎柔言，与3、4刚得反也，而非鸟之象。至上以将断其羽，不克在飞，故在下则宜其阴，在上则离之凶，未离其所当凶也。离又通离，干也。如鸟之处于网，则飞者已不得飞，而鸣者已不能鸣，是祸自数成，而害由时至。祸害非发于己，非救于人者，谓之灾审。此上6之穷，实谓之所谓，天数之所见，故其凶为灾审，而不专属于过。然过亦不可欲，过而欲，则易招灾。干天之怒，阴神之忌，则灾审至，无妄灾也。大处时也，非时即灾；小过上6，非时非位，宜其有灾，而如飞鸟，无恶于人，无怨于物，而离其害，而受屠宰居系，岂非灾乎？上6如赤之将折，生之以涯，虽欲非民，徒招其祸。此正与9、4之一曲在穴相应，在穴上有一曲之祸，非空何免捕捉之灾。此重在善于趋避，如人之善于改过也。象曰：夫欲过之，以抗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、5曰以上，上6曰以抗，皆指阴柔高居于上，不得下与阳合，而兼指谓之过高，用之以穷言。6、5在中位，
亦有以上之辞。上六则居极地，故曰以亢。名其如鲲之上六，因宜于阳，而等于干之亢龙有悔也。干曰亢龙，此曰以亢。两亢字异同，虽九六之爻不同，而在上之位则一，故凡出上两位，不分阴阳，谓其不及于辨识也。出位勿用，上位无位，皆非实位所许，则其用不利。上六柔爻柔位，又过六五，故以亢称。爻辞弗欲过之，正以其极高而无位，当变而难久，不得久待其来遇，孤尽己而过访之。此上六不得已之情，而人不外为过所成也。立乎中道，不得中行，与其不及，吾宁过之。此亦重则柔懦待乎？而是人以自强不息也。故对三四刚爻，则曰弗过；而在上爻，则曰弗遇。明知其情不免，而其行有必至也。此以见爻之用。爻以见未时之用。未时者，行之所循，志之所者，吉凶利害之所分也。上六未时已失，故爻以灾审战凶，可见及时之过，有可亨；非谓之过，不可视。与其过而有利，何若无过而致功？此中孚之可贵，而小过与之反也。既济卦离下坎上，宣圣讲义，既未济殿权益，居64卦之中。天道周而复始，易卦自始气中，成不尽之象，为周原之行。自乾坤开其端，而既未既要其中，中而非中，中则复始。此易卦之象，谓一大循环，如一岁然，由春至冬，岁序已尽，而人复于春，以为来岁之始。是始之与终，时之所谓，时之更易，终亦有始。故既未济，易卦虽终，易道未尽，乾坤永在，坎离长存，则既未济三阴三阳，平匀交错，合乾坤而济其变，均坎离而见其情，情变之间，转生转化，以气无尽。此后天生化之象，时以既未济者其利焉。坎水离火，阴阳之刚纪，亦如乾坤未生化之驮药，古铸之炉也。正其机疏，以开以合，以交以替，无尽而有尽，无终而可终。此天地妙用，即以此四卦玄其则，而人物要道，亦于此四卦招其源。既济在前，未济在后，两者往来，乃生探夫玄秘，洞窥其奥运，而是人以生生不已之道，息息相通之功者也。既济者，水在火上，生成乃见；未济者，离在坎前，分合乃明。不有既济，不能知天地之功；不有未济，莫有显乾坤之道。此生之与灭，二而异也；往之与还，左有今也。合者必分，通者必塞，而异之者道也。利之与害，吉之与凶，而其之者功也。功属乎物力，道达乎天心，有无相关，而无生有；万一相应，而万归一。此既未济，相反也；而相成，本殊也，而可依。此有两卦象足以知之。上经之太否，及其利矣。的天交泰，
天地成否？本乎位者反塞，因乎用者转亨，者其分者反凶，达其变者转吉。此后天之道，异乎先天，而人物之功，别于天地，由近而远，自远而近，道同而行异也。由上而下，自下而上，谓异而情疏也。故既既定也，而谓既反为不定；既既交也，而谓既反为不交。不定之定，不交之交，虽若殊途，而谓同出。同出异名，殊途同归，名乎此。则知既谓既之相往来，而谓既乃中权异也。既既上坎下离，而中户谓既；谓既上离下坎，而中户既既。由此可见两卦体用相通，中外互见，原一卦而成两用。既既者，外表成既，而中体反不通；谓既者，外表不交，而中体反成既。是以两卦之用，实相关联，其为道实若本末，三阴三阳，一水一火。先天为中男中女之交际，后天为水火上下之合同。离带干而坎带坤，则既既同于泰，谓既同于否。以爻言之，25正位，既既6295，伏于乾坤之正，谓既9265，类于交泰之中。是又相反而相应也。既既者，如舟之渡水，由此达彼，如是之所谓，由始至成，而谓既则否，故名以既。而家既谓以别之，既既则以度也，以成也。谓既则有待于度，有其于成。此既既为中，而谓既反为始；既既在后，而谓既反在前。也今亦乃以既既在先，既居末。此中妙理，实明天的无尽，生化无穷，中而不中，末而非末也。水火交而既既成，离坎背而谓既见，阳下阴者谓和合。此贤以男下女为人道之始，刚先柔者谓既灭。此恒以正上巽，谓变化之穷。而既既95在上，谓既65在外。是又交者不交，灭者不灭，传曰归妹。女之中也，谓既男之穷也。此以八宫卦序，大中于归妹，而对主于内，正反趋从之。而周易卦序，大中于未既，为离上坎下，各背持焉。火炎上而水润下，既既交伏，谓既反噬。此由卦象以判既未既者也。卦故相异，爻互相通，用者宜合参之。方尽两卦之妙。序传曰：有过物者必既，故小过之后谓既既。以物之过，其行有功，其事必成。物力之盈，是功乃既。此周易本乎人道，而者其数也。小过过于善，而失中行。失中则有偏，偏则易近于所趋。故既既自小过来，而本与用有异也。失中之既，虽既难久，故中至未既，谓其为物。盛必有衰，谓行；亨必有塞。以过而既，宜其不能恒；以过而成，宜其不可大。此既既亨小，而不可待用，亦如小过也。水火者，得其和则为功，失其道则反为过。协于用则为利，反其情则反为害。此既既虽以既明，
而功利不可久大，可大可久者，德业也。传曰：日新之谓圣德，复有之谓大业。圣德大业至矣哉，而在于能久能大。既非久大之奇，故其用亦不称，而彖以亨小为此也。民亦训者，不以既为足多，则以当权亦且中。纵有德业，亦难久大，而为既且随既至矣。然六爻定位，刚柔交符，卦序已定，故曰既定也。定于其位，达乎履之志，则既自有其实意矣。既亨小利贞，初吉中乱，宣圣讲义。此既彖辞也，以既水火交济，故谓相济相成之象，而以中户为济。9562故服乾坤正位，而与太反，却同与否？是济而不中，成而不久。虽有三德，被乾坤大用，而无原则失其悠久无疆之功，且亦坎在外，险阻当前。虽离在内，文明有主，则其进也不易，守则有余，出犹光明，中则显现。此虽战亨，亦如小过不可大事，而谓小亨也。亨小利贞，作一句读，则亨于前，而就于后，故不大。亨不大者，用不广，业不宏，功不着，行无可获，手亦有限，故利贞亦可怜小自独，谓其由亨之不大，而利贞亦不全也。利贞者本夫坤，是乎情性，而外治之是功也。既不全，则不达其情，不充其性，不能复有其业。日新其德，则既之用，不足与太并论矣。乾坤错交，一阴一阳，上下互抱，一柔一刚，以爻为言，实得其常；以卦用言，非道之章。以诱于位，则不能大；居于时，则无以彰。62本夫坤顺以安贞，95逮乎干健以自强。在先天之道德，故以恢于安详；而是后天之行止，则反碌无所短长。谓既若道之以成，德之以治，道德无名，默然相弃，不呆夫行，不求其事，如学业之继承，而品味之极致矣。天下纷纷，人事茫茫，果皆定于其位，更孰谓之更彰？而事有弗许，行遂难量，不知顺时应变，何以直中用常？此既之定，为难动也；既之成，未有尽也。亨既非大，利贞亦非久远，故彖辞称之为初吉中乱，以离立其本始，有同于前。坎则亦乎坤之无出有终，而得吉者以往，将乱者方来。此既之用，宜于出而必胜其中，喜其成而必忧其后也。彖曰：既亨，小者亨也。利贞，刚柔正，而未当也。初吉，柔得中也。中止则乱，其道穷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以既之亨小者，使小者之亨。此句略一小字，谓所亨者小。换言之，即小事亨也。谓既为定，不能顺应权变，则不能代用。如守成者跬步不渝，虑犹旧章，虽不为过，而无大功，虽可免就。
而乖大用，故曰小者亨。以爻因小阳大，如大过大者过也，小过则小者之过，皆本因小阳大之力。既因在阳上，行利于阳，用招于外，且上爻未柔，而六二柔得中，上下相接，其用不穷，故称小亨。亨与穷对，以权卦言，中穷则乱，亦谓小亨。谓所亨有限也，亨通也。亨小，所通于物者亦小，则既不可大事。正如小过，亦由过来，过于既者，与不及既同，故名既。既有以也，以者过甚也。谓既者不及既，不及与过皆失中行，故亨而不大，用而不广，及而不中。利贞者，以六二九五，刚柔皆正，夫乾与坤，如家人之象，内外正而未当，故有守有位。有位曰利，有守曰贞。贞本六二之中，利达九五之正，中正不失，此备利贞之德，而可谓人道之基矣。初吉者，柔的六二之中，而协于六四之外，二四同功，在内为始，在外为中，且兼出九，以刚在下，有其本事，进就于六二中正，故出战吉也。而中上则乱者，外为刚的正，而兼上六在上，柔以破之。如大小过，虽有九五之正，可因六二而相协，而阴阳极于上，下律四二两柔，有如艮，艮止也，故曰中止。义也，阳自出始，而至上中，中而非中，中间以柔，上必于上六之阴，阴皆先阳刚，乃不得行其志，而自止。二也，中止而不能正其外，反以招其真，真则乱。上六本坤宜阳之象，而有龙战之嫌，为阳的正，不至于战，而上下之位颠倒，刚柔之情交错，内外之势争执，升降之图传舞，故曰乱。言其以与既之定反也。反于既，则成未既；反于定，则未乱。则所谓中乱者，使本上六柔在刚上言，上位以极，刚用以穷，故是曰其道穷也。以阴欲降，而阻于九五之阳；阳欲生，而梗于上六之阴。阴阳之道皆穷，遂不可复其既之德，者其安定之功矣。安定之反，即为纷乱；亨之反，即为穷。斯既反为未既矣。况中户未既，原与之同其情志，所谓颠倒其上下而已。既六爻刚下柔上，未既六爻柔下刚上，一刚一柔，相见则同，故两卦刚柔皆相合，合则不离，不离则不大不久。如风之为大者，以其离而可远可恒也。既刚柔定于其位，以爻言未得，以卦言则否，谓其二五正位同于否也。未既则二五正位同于泰，而中户既，是既者难交既，而未既却易交服，故彖以亨小称既，以中乱名其用亦穷也。象曰：水在火上，既。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。宣圣讲义。此既象辞，明人道也。坎上离下，水在火上之象，水能灭火。金在火上，
乃名寂寂。可见其非取水火之性，而重水火之功。水润下，火炎上，上下交际，此其功也。功也者，有物以运成之。若果以水加火，则火灭而水亦流，将何用哉？故称在上者，名其能上于火之上，而不溃流。正如火风鼎，火在木上而不燃；火风井，水在木上而不泄，乃各成其用，共治其功，以其功用言，故名寂寂。彼之人心火胜水，水生而火降，则精神健旺，血气和调；反之则病，而生理绝。此寂寂之称，以其能成一出而着其功用也。既以功用为重，则于人道亦以筹策为先。是也物也，有利则有害，有福则有祸。欲达成其功用，必先去其害，而取其利避其祸，而受其福，则必熟思而审虑之。何者可以免害而皆收利？何者可以疑祸而皆未福？此君子于寂寂，以思患而预防之。患之既防，则祸害可弭，而功用思见。此亦犹做事谋始之旨。预防之道，重在能预。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雷的预，以详其意。思者筹之于始，记之于内。以卦内有黎明之德，外多坎险之为，则可以先思而预防其患矣。水火者，为利大，为害亦不小，为福多，为祸亦不少。摄听之人之，不遭灭顶之凶，即蒙坟土之害，不忧溃绝之患，即有燎原之虞。是用之者，唯思其患而预防之，则得其用而治其功，度其祸而防其害。此寂寂之人道。如人乘舟济川，必防其倾覆也；如石取火熟物，必防其焦灼也。皆是先有以防之，则在善于制度，精于器具，明其限量，权其重轻之所谓也。故水上火而不尽，火下水而不灭者，皆人道善济天之穷，而成物之利。利既可计，害亦莫加；祸既可弭，福亦大。此利与争并重，以治其亨者也。争者以之思，利者物之利。水火者，生化之源。善取于天时，运其物力，则生化之功，人之德也。君子以水火之患，故预防之。既防患于未然，自成功于无量矣。初九，夜其伦，如其尾。乌九，宣圣讲义。此寂寂初九爻辞也。初九刚在下，而卦以交际为用。交际者，利用水火之力，而古时重水，以陆地交通义也。初九未及水，而犹在路，路行以车，车必有轮，以将计射也。乃夜其轮，而不乘车，以进水也。人虽夜轮，而车之尾已失，名其志在计射，不复计及车尾之如也。推之今日，则不独车有轮，舟亦有轮，轮既入水，而夜之以行，则如其尾，亦是所必至。尾者后也，末梢也，以在下而近六二，故有此辞。战无咎者，谓其志在计水，则何咎哉？象曰：夜其轮，亦无咎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
以出九在下，的杯而进水，水冰泥则轮不良于转运，乃业之以行。此以人力计时之用，必得之害，则其义当无咎。始于求计，人以计为本，视之有计，将何救乎？地干出九物用之时，而急于用，原亦有救，以其至于计，何夫卦得？故免耳。出与四阴，一刚一柔，两相牵引，故有叶轮之誉。6.2复丧其福，勿逐。7日得，宣圣讲义。此即记6.2爻辞也。6.2内卦中爻，坤之正位，有如后妃命妇之尊，故爻辞以复丧其福称。福者披服下垂之事物，或在手，或在下，或在车舆，皆所以避障于外，勿露其体貌，以护其威仪者。如失敌服，则车马之为，命妇以上皆有之。复出而丧其福，则以求计，而失其弊也。计射者下于沉舟，因而失其福，非救也。以暂可勿用，则失亦无害。而6.2在中，居正位，行中道，如出入于朝廷，往返于都市，所虑康渠，所过中庭，所至堂殿，则虽有失，亦不足追求，而仍可得。为其庄严之地，尊贵之事，众目所视，群下拥立，则虽失之，终可复得。而其为其，人如复之数，以7日来复，天之道也。7日者，日时之所限，数至7则复耳。而正卦6.2，亦有丧备勿逐。7日得之辞，在癸初9，则称丧马勿逐自复，是因癸有离，而众正亦有类离。离间分离复利2义，则离者复合，失者复得。正则以阳之出复，因于天心，故地雷复亦称7日，盖正之数所服耳。既济而在中爻，因离而人复利，则虽丧其事物，不必追也。7日自得，坤安贞之道，利聘马之行，是以济而有丧，丧而复得。虽因95，以刚相匹，而中互坎，有险亦现，此丧服之由来也。象曰：7日得，以中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.2在中，而得内正位，中道不失，即服于天心，故称7日得。凡有得失，皆有所偏，为中道至中至云，无得无失。6.2以中道行，故失人复得，即不成失也。中道之精，生气天道，至中至极，万行所尊，故失者人得。以其明天数而知物之去来，是之脏否也。计者是无不计，而中户未计，自6.2始，故兼见得失之情，以其为计，故7日复的所失，不待追求也。人行中道，众服其人，则识得者亦必归之，此中道之效也。93高宗伐癸方，3年克之，小人勿用。宣圣讲义。此即记93爻辞也。称高宗者，此本商议归藏之旧，武丁之号，以一元无辞，因象设辞，而必验诸往事。在高宗伐癸方时，卜得此爻，而所验者如此。凡各卦所称人者，
皆此例。如民仪称箕子文王，即箕子文王当补的民仪，而克服其用也。93之用，即可以高宗伐鬼方之事证明之。鬼方者，朔方之国，咸允匈奴之前身也。以在北方皆幽州，寒冷暗昧之地，如鬼国，如幽都也。93离之上爻，皆64坎之下，离明而坎暗，离高而坎下，故彼之高宗伐鬼方，由民攻昧，以高击卑，得计胜之，利益过之而克之。以3年者，民伐人之不义也。3年未时已久，虽终克之，必有所欠于心，则以其民于远，或昧于近，攻其敌，或树其亲，亲近之臣，或有小人谄焉。故因克敌之迟迟，而戒于小人之勿用。小人当国，民下离心，将何以伐人乎？故高宗之武功，必先审其文德，称其胜敌，必更察于用人。小人勿用一语，见师上6爻，是曰恐乱邦也。邦也者，结集群众，上下一心之称，言互相帮助也。得道多助，小人乱邦，则散其众，失其助矣。寡助者自手上不足，而欲伐人乎？免王上有难，而思克敌乎？故师卦以师的众为用，中介勿用。小人93之辞，亦与同旨。象曰：3年克之，备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虽胜敌，而迟至3年，则劳师伤财，国之上下皆疲于奔命，是其备可知矣。93重刚师中，以丙干替弱力之戒，今乃以兵伐敌，贪功而忘其民，则虽克之，亦无足取。此爻辞为止。申谨后世穷兵黩武者，高宗因民之主，尚有此师，则以其动于小人怂恿，而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。故爻辞深以小人勿禄，时欲警戒之旨，甚深切矣。刚而自用，其害不免于会。为慎之于始，先明察于用人，无轻信于耳言，斯可预防其患。故象辞特以斯患预防，是人道大则焉。64如其一如，终日戒。宣圣讲义，此即64爻辞也。原如其2字，勿谓如有，以改正之。凡记各爻，以记设位置，而刚在将设之际，柔当正记之时，以一高一下，一干一如，足以别之。64有93之求记，而即涉水，遂如其一如。如者经也。一之下垂者，亦与服役近似，以其记设而失之，是亦记之失也。然志在记，则不得为一如之如；欲事功之成，则必怀戒惧之念。故以记设之险，进行之间，则不得不终日戒备，以防有失。在平时，或遭过射灭顶之祸，当容事，或蒙师或于师之凶，此所以必戒慎恐惧，而终日惶惶也。终日者，亦如前93朝干系替弱力，不敢少待，则可见计之不义，攻之难成也。64坎之下，未显现之始，由93至64，正如由高下于渊，由暗入于水，既如其一如矣，则可知前途之艰难，是终日戒备，时势所迫。
实为所谓也。象曰：终日戒，有所疑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493，本符交泰中爻之象，而为既济交际之书，或败或成，皆系此二爻，故义辞于93，则以背景之；64则以疑据之。为64上进95，下应出9，刚以相加，而得93，内以相协，加则有疑，协则可借。93之备，由于过刚而图逞；64之疑，由于未离而淡尽，故如其一如，以启其未喜之情，而险阻在前，根生其戒惧之念。此以一柔加两刚中，而身当坎陷之地，故有所惧，疑其相迫，虽有光明之望，而有显现之忧也。95，东临杀牛，不如西陵之月季，实受其福。宣圣讲义，此既济95爻辞也。东西陵者，即指64上6两爻，4在下西也，上在前东也。而爻居全卦正位，外卦中爻，刚以主正，君临天下之象，以前后位柔，辰阳陷于阴之坎，坎之主爻，亦即在此。左顾右盼，各有其行，阳生阴降，各异其道。此爻辞以东西陵之意去喻，不必实有之也。泰与小处，皆称陵，陵者静也。泰上下交泰，不介以福，既济水火交际，实受其福，是相类也。然95果何从乎？东临杀牛，亦谓忌也；而西陵则月季，而不以杀牛称者。春曰替，夏曰月，40之纪，以月当下令，万物翻育之时，农耕忙劳之日，则其为季，亦在其年，而非享福。杀与生反，杀者秋令，秋冬残杀，万物凋敝，其纪也。谓报德，既为事公之臣，故宜重报德之典。而95为民物之载，应先重其年之宜。此见东陵之杀牛，不如西陵之月季，实受福矣。以卦内为离，下月之令，外为坎，冬日之时，水火各有其功，离9自异其去。95故坎主爻，而丙干之正，则宜同于离之德，离后天代前也。若在62，则同情于东陵矣。此互用之意，即交际之功，故能实受其福。象曰：东陵杀牛，不如西陵之时也，实受其福，即大来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杀牛非不丰备，而不如月季之的时，时之所宜，即天之所与，故实受其福，谓吉庆大来之战。此与彖辞初吉相应。初吉故指内卦之离，有文明之德，光辉之美，而95下同于离，以成其用。即所谓吉者，直至95止，上谓来，下谓往，来与往因，以成初吉之战，故曰吉大来也。上6，如其首。立。宣圣讲义，此既上6爻辞也。上6全卦之中，既用之穷，而在中户之外，虽与93阴，而居高无位，因顺柔以降，而隔于95之刚，在上而实洼，未重而行降，故曰如其首。
首位体最高，而如则坠于渊矣。此与名夷上六出登于天，后入于的相似，又与大过上六过射灭顶大同，谓其皆柔在上，而行失中也。柔在刚外，不得顺承之道，应居高崇，乃有宜阳之为，故如其守而立，立者为也。果能知为而退，见利而惧，上免于凶。故爻辞不云吉凶，而以利自视其为乱。此彖所谓终止则乱者也。象曰：如其守利，何可久也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上六既痛大过之过射，而如其守，以离于为，则既之用以穷，穷则必变，变则反成未济。是既之时未已失，则欲济者，何能久乎？柔主大中，水行润下，下而不可复止，则上亦不可久持。明矣。况以如其守，则身以无余，履于为，则情安可久？此既之道以终，而交际之功不在，故彖以出极中乱，是权卦之用，亦以其不可久也。定于其位者，贵长而未变；寄于其行者，众亨而患穷。上六穷变之时，宜其不能久矣。谓既卦坎下离上。宣圣讲义。谓既之意，以见既卦，既谓既往来，时有共通之用。颠倒则既即谓既，谓既即既，义也。自二爻以上反至初爻，则既亦成谓既，谓既亦成既，二也。以中爻言，既反互成谓既，谓既反互成既，三也。盖既谓既之差异间耳。而两卦之分，一在水火互益其上下，一在中爻三四。夫于艮者谓既，亦同于泰，即9、3、6、4是也。若夫于正春，谓既，亦同于否，即6、3、9、4是也。正艮往来，泰否反类，是皆以3、4爻为判。刚在下，柔在上，则服于道，则在前；柔在后，则魁于时。此即谓既。两者之异，全以3、4爻为重，而既9、3、6、4，恰成其纪，以升降相通，外内交合也。谓既6、3、9、4，乃成不济，以水火背驰，上下利道也。故于3、4爻辞也，者其用焉。而谓既6、3，由名称谓既真凶，可见既与否者，即在中爻刚柔交否未断，传称既定也。定则易穷，物不可穷，故以谓既中。言中而不进，周而复始，天之道也。又谓既，男之穷也，与归妹谓女之中相匹。肝气穷于谓既，坤德忠于归妹，阳以谓既中，而人反于前也。阳包万有，故周易始终以阳为主，此谓既之穷。时阳道之中，生化之基，发于阳，阳尽则生化绝，而有阴在，人可言其气而待其父，如冬至一阳来复是也。阳包于山地包，而尽于坤；阴穷于则天绝，而尽于乾。二者相应，谓既阴于包，归妹阴于绝。此二卦者，虽终其一，仍续其一，则终而又始，故谓既穷而不终穷，亦犹归妹也。坎反在离下，
阳反在阴上，如天地否？是曰未济。而9265交易乾坤之正，则有同于泰，且中户既济，是虽名未济，仍有济也。三阳三阴，兼行而相应，故谓济穷而人亨。不过亨于内，穷于外，待时而后复耳。未济，亨，小狐气济，如其尾，真凶，无忧虑。宣圣讲义，此谓济彖辞也。亨下小字亦略其一，以谓济时之穷，虽亨于内而不大，亦如济济。小狐者，称济之观于物，非人非畜，而谓兽。兽以狐最敏捷决诈，利用时之非，如人类之小人。小狐者，渺耳之辞，由师以有狐虽之。欲男子之轻佻者，狐善蛊惑，俗称狐媚。谓济男之穷，不安其家，不得其匹，亦如狐之媚女以求和，故称小狐。言其情正盛，欲振翅，不安于分，而思遂其所图耳。气者己极也，欲济而未济，亦乃于济，故曰气济。以其不自简数，而如其尾，亦如济既出久，未业于前，而忘其后，如失之郎拔，名于远而不顾其近也。此句下托真凶二字。真凶者，未得济，将何往乎？济如其尾，是行之不利，不独不利，且有凶；不独真凶，且无忧虑。言凡行动皆不宜也。此与归昧彖同，皆穷而无所往之意。故曰小狐气济，独阳孤阴，不得有成，不和不偶，不得有生，生辰之绝，利济何来？此谓济之亨小而逢天时也。四得谨亨，以不及济之备力争，则以其失位，无可守，即无可畏耳。彖曰：未济亨，柔得中也。小狐气济，未出中也。济其尾，真凶无忧虑，不续中也。虽不当位，刚柔阴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谓济阴不得亨，而称亨者，柔得中也。言二五居中正之位，而弗于泰，交济之功，可望中户济济，其名正也。小狐气济者，以坎为狐象，而在内居显现中，虽欲出以就离之光明，却阻于中爻三四之失当。中爻六三九四同与否？否塞不通，则坎现者不出，故己于济，而不得济。虽有狐之志，亦不能用其计矣。如其尾者，狐急求济，不习其尾也。真凶无忧虑者，以为济中而思在序。今卦用师交济之道，是不可序，而权益以中，亦有交易之意。既不得交，将谁与益？此谓既不序中，而战真凶无忧虑矣。狐己急于济，而如其尾，是亦不序中之象。未果的济，则免如尾之咎。今如尾，是不克济，则为顺其中，而无忘其序。此句实包权益大中于未济之旨。虽在天道中而有事，而在艺术中不复序，此名异道与天道，实有异同，用有分别，义重交易，不交不义，何以序哉？此谓济为难之中，
64卦至此不复续矣。谓既刚柔互失，恰与既既反，既既皆当位，柔与刚皆定于其位，丝毫不差，是既既之服于时位也。而谓既柔与刚错居其位，皆不得当，则谓不服于时位者，亦重时位，而自2至5尤要。谓既至上9时称有服，则以其变也，变而后当位，故以服称。然6爻虽不当位，而亦刚亦柔，人如既既，交相位阴，且以2、5正位，犹得其阴。虽立于乾坤之正，却谐于交泰之情，故曰刚柔阴也。阴则有和，和则可济，是以颠倒人为既济，一义亦成既济，而中户恰是既济，则谓既者一时之行，而既既有其矣。谓既变而既，风非中者有序乎？故全卦称亨。明柔果顺夫刚，坤果成于乾，则生生不穷之道，与天地痛不尽矣。象曰：火在水上，谓既。君子以慎变物居方。宣圣讲义。此谓既象辞，明人道也。坎下离上，火在水上之象，火炎上而水润下，上下背驰，升降越远，故名谓既，以不得交际也。如阻于川者，无舟楫以济涉之，则相望一方，不可交合。此有坎与离不交，而见其不能济也。而君子则以人道视其用焉。人道在中爻3、4，前所谓泰与否，天道也；所谓艮与震，则人道也。艮9、3、6、4与泰同，震6、3、9、4与否类，此谓既与震阴，而既既与艮谐也。艮之象辞曰：思不出位，故既既以思患预防为训。震之象辞曰：恐惧修审，故谓既以慎变物居方位言。慎即恐惧之意，变即审察之功。在同人象辞曰：君子以类足变物。在恒之象辞曰：君子以力不一方，则胜于变物者，由同人之有资于黎明也；而胜于君方者，由恒之有见于震动也。资于黎明则变物，而知其情性，别其好恶；见于震动则知方，而疑其行止，审其出处。此慎以行之，不因为计而失其正也。谓计原乖于正位，而人道则以计时之穷为先。谓计原失于交合，而人道则其物方，而顺应其变位本。故穷与变者天道，而变物居方，则人道也。变物由格物，居方由之止。物之不齐，不可混同为一；方之各异，不可失其所宜。坎居北而离在南，此方也。水就下而火腾上，此物也。变而明其性，则得其功；居而移其力，则成其利。谓计之人道，在审夫天时，别夫地利，明乎物性，则乎方宜。虽未计而不忘计，或反以求之，或顺以治之，或一意以迁就之，或剖意以济平之，皆君子之所上也。以时之谓计，数之当中，则不得苟焉以行，冒焉以治。此贵在慎，人本正之用也。故94爻称正用法鬼方，即可见谓计有取于正，与计计之称中止则乱，有取于艮止者相应也。初六，如其尾，
令。宣圣讲义。此谓既出六爻辞也。如其尾，与彖辞同，又与既出九有相通之意，皆以既而如尾，是不得既，而涉水以履险。以在出爻勿用之时，则所失者小，仅如其尾而已。然既刚在下，虽如而非入水，故无咎。未既则以柔在下，是以在水之象，既陷于水，以如彖所谓不出中，陷而难出，如而莫既，故战令。令者习之之辞，行之不当，所受损失非其分，所事祸害出于意外者，皆令也。令由色也，明知有险而故设之，是自色也。令于财物曰令，令于文见曰色。谓所见之不广，闻之不多，如令色其财物，而不肯大其德，后其失也。如伪之令，是自色也。自色者，治之不足，事之不增，图顾目前，而疑身后，乃如狐之己计，而如其尾也。象曰：如其尾，亦不知甚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原文甚而作疾，知去身，今当作志，亦不言志，以显人葬用，用即志也。而志未既出六，是有不志之辞，可见志在内，志中始见，未既中义，乃以志称。不志者失其用，未既用之穷，故以不志明其不可再用矣。如其尾，由于自忘其身，忘其身者，不志以胜。是之善忘者，莫过于忘其身，喜宅忘妻，犹不及也。不志而尽忘其身，即中庸所谓人皆曰与志，趋而纳诸蛊惑陷阱之中，而莫知之必也。出六坎之下，正入于坎旦之象，亦即蛊惑陷阱，如狐旦求计，而进入之，岂非不治之甚者乎？狐本多智，今乃忘身，则治之不足是也明矣。故义重藏志，为圣人垂教深义。92. 叶其伦。真集。宣圣讲义。此谓既92爻辞也。92内中位，刚履柔正，以阳介于阴，德高于左右，故与既出九辞同。既出爻，亦阳也。而爻辞分作谓既出二爻，可见既之用谓广。阳能包阴，刚能切柔。传曰：柔之为道，不利于远，谓既柔胜。故爻用不及既，而凡谓既刚爻，辞多与既同，足明义利重阳之旨。92刚在中爻，如陆之黯然，由出至二，出有水登陆，陆乃行车，故业其伦。而战贞吉者，以外阴6-5，柔之中，刚之正，本坤安贞之德，乃服元吉之行。其意亦重在既，以权卦谓既。而9265，则服于既，谓其服于太也。且中户既，自2至5。92谓既之始，正与既出九同。象曰：92贞吉，中以行正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谓既彖无力争，而爻辞曰贞吉者，以2、5相应。原居中而坤履正，92得中，2、5得正，92之用，乃本中得以行正道，故战贞吉，虽坚于3、4，
却挟位时之中正，有守有位，不失其中，不悖于正。此秉乾得失普及，而成坤闻名在中之道也。63. 魏济真凶，不立涉大川。宣圣讲义。此魏济63爻辞也。原本历上托一部字，3、4两爻，关于济否之枢纽，济魏济之别，即是3、4刚柔交否。9、3、6、4伏于太与艮，则交济。6、3、9、4伏于否与震，则不济。魏济称名，亦由6、3爻。爻辞名曰魏济真凶，济不得济，将何往乎？此与彖辞同义，行间水路。6、3有坎陷之地，在水之中，则欲济之不能，将何以涉哉？故曰不立涉大川。沿浅流可接，峡水可越，虽无济水舟楫，尚免沉没之灾。若在大川，则无道可济，苟强济焉，其害不止如尾，其中必至灭顶。此辞明祖于其险，以戒后之求济者。象曰：魏济真凶，谓不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、3之凶，故由3、4两爻，刚柔背道，升降分驰，而亦以柔履刚位，阴沉于阳。且3多凶，5多攻，义之大利。刚爻刚位则吉，柔爻刚位则凶。3、5皆刚位，故传曰其柔为，其刚甚耶？而不当者，故以3非正位。亦兼爻不当言，则指6、3、9、4刚柔乖离，与否同类，与济既反，上下不交，内外不合，将何济乎？此爻称魏济真凶也。9、4贞吉毁亡，正用法鬼方，3年有赏于大国。宣圣讲义。此谓济9、4爻辞也。9、4在外，离之始，而当中户济济之坎中，有黎明之德。出坎陷之时，坎陷在内，出至4爻，以为离。而爻刚，刚以履柔，虽不当位，却胜于柔，有其致远之功，得其就正之道，以2、4同功，故曰贞吉毁亡，内贞外毁。9、4、6、5之贞吉，皆以来就9、2而得战之。9、2贞吉，其本也； 4、5贞吉，其用也。贞吉者，守正不失而得吉；毁亡者，所行有功而毁亡，毁之不存，即治之以遂。谓济志在济，9、4果济，则与济济9、3同。将6爻顺序外推，自2爻始至9、4，即济济9、3一也。将卦颠倒，自上爻始至9、4，亦即济济9、3、2也。故9、4爻辞与济济9、3大同。济济顺以治之，故称高宗。以同于艮，艮为山，崇高之象。高宗虽人，而辞亦兼崇高，一辞皆举一概于，不可逆也。至谓济9、4，则同于震。震以一阳起于下，其势猛，其志躁。9、4有尽之，故曰震用法鬼方，在6、5正位之下，不得称王，犹待射之象，辅弼之载，而以刚爻在上，亦有拟于王者之尊。盖传曰：地出乎震，又曰震位长难，主气者莫如长子，是9、4体震之用，如储君监国之象，
故能主征伐，思爵赏，待天子之命，设95之政也。伐贵方3年，意见济济，而论功行赏，得大国之风，剖毛见土，夫见侯之相，此与屯师两卦之用相应。济济有福于师，93曰小人勿用，未济有累于屯，94曰赏于大国，此可合参者也。以94介于3、5中，如建国之侯公，虽非正位，亦敬之矣。3年而后赏，亦足见公之大，劳之至，公茂之赏，为王者计时之柄，成功之衡。94待用之，此所以战争及毁亡也。象曰：征及毁亡，至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济济中户未济，行多艰，志难达，故有备也之辞。未济中户济济，则退可守，进有功，故有至行之事。至行者，言既至于行，而复见其行也。至于行者，94之情；至果行者，94之德。以其发于中而达于外，出于县而登于民，高明在前，功业已大，此一战争及毁亡也。65征及，无悔，君子之光，有福。吉。宣圣讲义，此谓祭65爻辞也。65全卦正位，而柔履刚，的92之阴，故易战争吉，而曰无悔。94曰毁亡，此曰无悔。94非正位，故毁亡由命。65当尊严之时，故无悔由己，言所行无可悔也。事之成败，行之功罪，皆自己出，将何悔哉？而65善自卑谦，以救下92。本坤顺承之德，有离文明之行，则服于谦之谦尊而光，亦即坤65文在中野之象，笃实而有光辉，文明而协中正，故曰君子之光。有福吉，有福者，亦指25交福，刚柔相应，亦指乾坤合德，见顺皆真。而又以65离之中爻，两阳加一阴，有类于中孚。中孚上下4阳中加2阴，为离之大象，谓祭65，有类中孚，故曰有福。上9有福，亦本此意。而谓祭原有不服，今祭有福，是将有祭，故战吉。象曰：君子之光，其辉极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5柔履尊位，自卑而尊人，服于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于，君子也之意，故称君子之光。君子以德言，王以位言。65不称其位，独称其德。德如日之辉，如火之明，如星月之朗，如灯烛之光，皆离之象。65离之中爻，如约之辉，辉极于物，天下同庆，如春日如温，秋月之明，天下同备，万物同瞻，故曰有福吉。福乃吉。既济曰吉大来，亦与此同。吉则免凶，谓忌真凶。65与92、94皆真吉，可见谓忌之时，行则凶，守则吉，以不得忌，唯有退而自守。如艮62，不正其随，其心不快，是曰未退听也。果能退而听于天命，何不快哉？此谓忌之穷。
果能退听以待时，则亦可续；续则不终穷矣。上九，有福于饮酒，如其首。乌九，有福失事，宣圣讲义。此谓记上九爻辞也。无九二字，应在如其手下，物在其上，以改正之。上九穷当变，变则反于全卦之用，故谓记反为福。而如伪者至如其手，有福于饮酒者，离坎往来，未用亦相应。坎水在上则酒也，饮水者，便谓饮酒。饮同水酒义，在坎卦亦曰尊酒，象曰饮食宴乐，是饮酒之象。有坎见之，上酒之用，虽未记之可期，而爻未已极，则亦如日昃之离。孤饮酒宴乐，以图一时之快。离所谓不鼓否而歌，则大跌之皆凶。此爻辞以有福者饮酒未用，可见其位已至，其时已穷，无可作为，亦为臣免罪梦而已。过贪饮，遂至如其手，饮而如手，又与求记射而如者不同。以在上亦称手，则与记上六如其手相类似，但记以涉水而如，此则以饮酒而如，如同而所以如不同。记射之如，进之过也；饮酒之如，退之过也。谓记之中以饮酒，饮而中以如手，是天道之穷，人道之坏，将谁救哉？故曰无救，言无可救也。六五无悔，以明悔之自我。上九无救，更明救之在人。人之不脏，事之不忌，则虽有福，亦奚未哉？而义之道，上当变也。故中之曰有福失事，此与谓权一词之中，包全卦爻用之概义。今为深广，人不易之。而上九两称有福，有至理，盖乾坤为义之门，坎离为义之要。上经终于坎离，而离在后；下经终于既未既，而未既在末。此亦人或知之，圣人之心，与天地同纪。天地不敬，乾坤不亡，坎离亦不竭，则坎与离交合之，既未既亦永不分。水火二者，无时可无之；日月二者，无的能亡之。则谓既虽终不终，虽穷不穷。不终必有生，不穷必有成。生成之功，自何来？此必有福而后继其未继。福于所生福也，福于所成福也。故两称有福。生者乾与坤，天与地；成者坎与离，水与火。此前之福，福于乾坤；后之福，福于坎离。即亦福于天道，亦福于人道。坎离人道，离合则见于未既济。既合矣，未既离之离则必合，则贵在福。福则非离而未合，非未既而人既济。故曰有福失事。是字有此字，指未既卦可，指道之穷可，指义之中可。既有福则失之矣。失未既则反的既，失穷反通，失中反始，此事也。即由自是而始之意。古事与始同音，其义亦通，故失事即失此，而中又始也。唯在上九之用，时中穷矣。中穷者，故见其成罪于九，将无之也，无谓也。是天地且浑沦，人物同草昧矣。
则岂非义之中？道之穷乎？故言义者，须于爻象求之。象曰：饮酒如手，亦不知节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盖圣人名义设辞，在立人道，人不知节，则不服天时之中穷。所谓人道，在敬人以顺天。果尽人事，安能成免荒淫而无节乎？人不知节，乃为顺时之穷。义之中，此意与时含无穷凯袭之意。节者节卦，止也。不知止者，将何行？人而不知止，其害岂独不计哉？此道之贵止，而夫之贵之止。全卦以中，中以知止之意，即大夫止于至善之道，时以未既反于艮，逐不知止，艮为人道，反艮者，被人道矣。宗主书数，未既卦最后一语，有夫失事。此四字，实属权义终结之词，非专属于未既上爻，亦非属于未既一卦者。此四字颇与干卦之用九，坤卦之用六，两辞相类。用九指权义各阳爻之用，如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上九。凡称九者，必为阳爻，必分于干之爻。如初九及干之乾隆勿用，上九及干之亢龙有悔。卦虽非干，爻用不异，故以用九别之。用九有辞，即指其在各卦之九，其用人复于前，而谓群龙无首之象，已不在前，故无首。以为前爻，故称龙。以其非干之干，而用同前，则复于干之后也。坤之用六亦如之。各卦之阴爻称六者，如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上六，皆用六，皆坤爻之一。初六即坤之履双兵制，上六即坤之龙战元皇。以其非坤之坤而用同坤，则复于坤之后也。立永贞之辞，即坤之辞而略别于坤。永贞为本，非坤则兼见其利。此立永贞亦用六之辞，而为各阴爻之用也。未既之有夫失事，亦与用九用六同立，已非未既，而同于未既耳。未既为64卦之中，终于上九，而有夫失事，即自上九之中，推至权义之中，此所谓中之至也。而曰有夫者，中而不中，决而不决，虽未既而有夫也。有夫，有何也？中夫之意，阴在阳中，未既之上，阳在阴外，是反也。而义之道，不忍其反，终始之福。为反者术，而福者道也。道不变，术亦以此反而服。变而常也，变不失其常，则与天地同纪。乾坤不毁，则义之门户永存；义道不改，则物之利既可望。此以未既而终于有福也。失事者，失其正也，失其本始也。事者自事始，自上为日，下为正。日正天中，如日正午。日午则光无不备，德无不达。而失之者，则非东即西，非升即落，亦以顺变为用，变与正反。失正者失常，失常者不久，故未既者不可久，而既则得其正矣。易卦以2、5为中，9、5为正，未既原失其正，上九又非其位。此失事者，上九之德，
未济之战，而推之权益，则恰成便利。便利者，由动见之，未济一动，则便于济济。此上九一变，而降为九五。刚又服于正矣。上变为武，偏变为正，则中变非中，决变不决。此亦爻之进退，关乎权益之正变。服于正变，以就于正，其图书而归痛也。又是谓始，故因痛也。失始者，失肝之用，肝之大始。未济者，难之穷，及肝之中，失肝之始，而忘于坤之中，则未济者，转以济。济于辅阳以就阴，反刚以为柔也。水火互益其位，则失肝者反得之。阳者天下之至情者，健者天下之至强者。未济外阳内阴，气健就顺。此失是之由来。而权益则以其失，反成其德。正如大过反为中孚，小过反为夷。因反主于内，则阳克于外。是失是者，转的是矣。是自时为义自变体，义上谓日，与是自同，下谓物，与正自进。物者，物也。属阴。古传如月字，正自元间日月言。凡中天者皆正也。义指谓正，止于义也。而楷书作匹，匹同匹，匹配也。物之生也必有其匹，月之明也必因于日。是自兼日月之明，合阴阳以正。此即权益守于乾坤，下经始于咸恒之意也。贤者善感，月之明也，必感于日。恒者不变，日之行也，永守其常。故日为恒星，月以夜明。两者匹配，而是见焉。物自是生，用自是成。有益则有匹，有生则有合。此生与成，不得外匹合之道。成日月之行也。即未济者，离为日，而坎为月。济坎在上，为正下有日。未济离在上为日，下有正。故是自未济之象，而失事，则反于济矣。失始而有终，此坤道也。坤先于前，则得天泰。此有福失事，即将交泰矣。未济而义以泰，岂非天地生生不已，息息相通之道乎？故以此四字奠权益，谓之至深远矣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释下经第11册四传要旨系辞传，总数四传要旨，宗主附注。四传原本错误甚多，前后倒置，虽有系辞上下之分，实皆混乱不成章节。即说卦传前数段，亦属系辞中所脱出者，均应校正。夫子当年赞亦有10亿之称，今所存者，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者而已。后人以文言彖象意凑成10亿之数，实未当也。考夫子原来授门弟子者，即以系辞为重，而在系辞中约分10章，此10亿称名由来，说序杂传，不在其内。以说卦者，原本下商各异之宜，说明八卦之象，非夫子所作。序卦者，则系周公本文王之意，明周易之序，亦非夫子所作。至杂卦传，
则夫子变文王之序，参连归之规，更创一例以推阐卦爻之用，广大易道之理，以与夏商之治、周代之文，合而成卦序，故命曰杂卦。言参杂各异而别谓一序，则夫子之意也。原亦有彖象之辞，变动之力，以情火所毁，汉之如诗，仅存其序而已。商渠受益，原包各种卦序，后分传各家，如今废诸事，或招其数，或演其数，或谈其理，或者其战，所受不同，所说异义。此义自秦后存者，已非其全，而信周易犹或保留，大致不谬，则以卜筮所重，史官所存，不肯废也。而所谓实义，以为儒家文章，亦与他经同遭蹂躏，故残缺不免，错讹颇多。此系辞前后颠倒，虽后人欲为正之，亦苦无所效堪也。今夫子亲临政事，自可一一改正，虽限于时日，不得详为卜筮，总当顺其次序，理其纷乱，使各位章节，以便视之读者，人不失赞义之出至也。宗主书述一，上次所讲四传中之上下系辞，原有章节，系夫子阐明意义，发挥卦象辞中之精韵者，所谓赞义及此系辞，而前后多讹托错乱，非复当时原本。以章节言，亦有不足原数，不读文句颠倒遗脱矣也。大概内分纲要、是名、是义、是用、是道、是术、是辞、是神、是化、是力，各章。以文中有子曰者，谓夫子之语；门弟子所录者，有谓家子曰者，则夫子所述前代之言，亦门弟子所传者，其意原无异志，不必过直孰谓夫子之文，孰谓前人所授也。纲要者，皆其大体；分事者，明其专科。亦教包举一切文化，有经义之才，有使臣之事，有天人之道，有民物之情，有数理之谈，有神明之论，有卜筮之力，有吉凶之战。此系辞所分，而易经之传也。称系辞者，谓言谓文章，有近于卦爻之辞，而别于卜筮之用，故曰系辞。以复系于辞，而非义之辞，又不得不引义以相贯通焉。如义中彖辞、象辞、爻辞，辞也，而有文言，亦类于辞，以其为文之发挥，言之推扩，故曰文言。非义于辞，而有别于辞。系辞亦如之，而又别于文言。谓文言者，专言一卦一交，而系辞则统一全意全部，盖会通其意，贯穿其用，非系辞不能治之。上或下者，后人所分，以文过长，则别为一卷，并非上部是上经，下部是下经也。故上下之分，无关大体，况其文以混乱，其辞以重复者乎？故正事实，须一二辩证之，虽脱者难补，而错者可释，讹者宜更，而明者仍存。此正事之大旨也。前后章节，无妨少异，断续词句，或可相通，但提其往，撮其要，无分其例，乱其序，即可矣。原本亦有以谓之章节者，
而多本于以义，被夫贯通，则不采取。精要者列于前，详尽者次于后，数读者易解，而传之可久。斯与易卦之讲义有不同矣。卦爻定于其序，文辞务其名。此系辞与说序各传，各有其用，而不与卦爻文言之辞相称矣。四传和序说杂卦言，有如易经之序或拔，而杂卦传，应另为一义，以其次序异于周易也。连山归藏之与周易，亦以卦序别之。连山下易也。首艮，艮为人卦，于时未寅，人道见寅，未岁时之正者。夫子曰行夏之时，又曰无说夏礼，岂不足真也？无的夏时焉，归藏应义也。首坤，坤为地卦，的先于天，于时当丑，地道见丑，未岁时之冬，冬者中也，中则有始，此应亦反本之旨，原始反中，亦中故有之意。夫子曰：吾说阴礼，宋不足真也。吾的坤前焉，而周易则守前，干先坤后，天尊的卑之象也。于时当子，干为天卦，天道在子。11月冬至之节，一阳来复，复则归还于前。干者干替之意，周之敬天，乃以前为首，而离卦亦应之。子曰：周兼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？吾从周。是夫子于三义，皆有所取，取其同而通其义，此杂卦序所由定也。只乎其辞不详，其用不着，人或乎焉。然易道无穷，变化莫测。有此杂卦，足证明之。夏商之意，以成成机；周孔之意，方待变迁。是有圣人，必更推而广之，传曰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正式次序校正文章，人呆夫子自讲。宗主书数2，前所述四传之意，大致各有专指。说卦传者，说明卦象，以各卦取象，各有其道。卦者卦也，玄也。玄卦一物，以示其所类耳。卦之为象故一，而所包之类十众，即说卦传所举，亦不过10之1、2而已。在他意，亦有列举，较此所述者多出几倍，而于卦之所象，犹未尽也。盖天下为物无量，为事无穷，为利既繁，为变更惑，绝不可一一举之于书，亦不能个个述之至尽。以世代有经故，地域有远近，民物有转移，风俗有同义，推之无数，述之难穷，则推举其有者，是其要焉。人所不知，物所易见，行所可及，事所可推者，则先列为其象。象同而物殊，列少而类广，此说卦传之大范也。且传所称者，以八卦为限，其他卦不得焉。即八卦亦以纯卦为本，其众卦不与焉，使所道者已多矣。然推而扩之，则为有本至末，由头切尾，得其一，足盖其余，明其大，足察其细，此所谓简易之意也。乾以易之，坤以简能。简易则天下之理的矣，理的则天下之物者矣，天下之事备矣。故简者繁之母，易者难之宗，此与道相通也。
道出于一，而生者万；道始于无，而成者有。以一喻万，以无统有，此无不足矣。故卦止于八，而象守于天地水火风雷山泽，此其本也。举天则凡天者皆属焉，举地则凡地者皆属焉。以下六子亦如之。象虽无多，而位类无限，则卦之意也。玄卦其一以是则，苟合于是则者，皆是类也，更何所依乎？故易道本于一，易者太极，道之体也。系辞曰：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此追溯八卦之源也。八卦既自太极生，则八卦之象亦必自太极分。太极亦名太一。礼记曰：夫礼者，必本于太一。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，变而为四时，别而为鬼神。此与一传正相应正。礼之天地阴阳四时鬼神，亦即一八卦之象也。干天坤地，天地分于太一，乾坤分于太极，其意义也。而老氏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者，亦与义理之说同，皆是天下万物所由出耳。则卦象所象之物是，何亦非太极所出，太一所生哉？道之为体虚静而一，自其动也，则谓两。此一生二也。即太极生两仪，两仪者，阴与阳。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则太极者，道之本始；阴阳者，道之动用。故太极中分阴阳以成，万物莫外于太极，则莫不源于阴阳。此为类虽众，未始则一与二而已。卦其一与二，则无量无限者皆在焉。故象不必多，而类不可尽也。宗主书数三，序卦传者名周易卦序之意。全依上下经64卦次序，述其相继相代之道。周易与伏羲卦，谓先天后天之象。伏羲属于先天，周易属于后天，人所知也。而伏羲之序，久已荒弃，事多不讲。待宋少康节得之道家，始有方圆图传世。伐羲之外，尚有八宫卦序，与周易所有之序亦有不同，却以八卦为宫，一宫八卦，其相生相化，亦如伏羲之图。是则介于先后天间，而为后天中之先天也。其余如下之连山、阴之归藏，为序各书，皆自伏羲卦序变来，亦可谓之后天。以其序事少传本，虽有存于汉魏丛书者，谓辞记略，谓用难明，考其生化之道，代善之情，亦大概与伏羲八宫者同。其他则辟卦序，遂令10月相推，以合于一年之日者，如6日7分之序，则又类同于周易，亦以后天卦序为本，而特广其利也。知数序者，或存或却，或详或略，皆不及周易之明显而有条理，精细而多变化。故讲易者，必以周易为主；而讲卦序者，亦必以周易为重。周易卦序，既复存于四传，由此以读周易，自亦见文王治易之心。文王之易，既本后天，故一切象数名物，皆后天所有，亦皆三代所习之习见者也。譬如井卦，即井田之志；鼎卦，即火石之形；
家人及家庭之事，大小处及财物之情，皆取当时风土人情、文物制度，为之说明，是其功用者也。天生万物，莫非人之所立；人具万能，莫非赖物之功。此周易之序，必资于人道。上以承天道，下以产物道。天人尽其理，人物视其宜，则生生之事必矣。序卦分上下卦，上经明天的生化之源，下经述人物孕育之术。故上经守乾坤，明天道也；下经守咸恒，明人道也。天道始于阴阳之交，人道始于男女之和，此上下经之大别也。宗主书数四，说卦序卦二传，皆传自周公孔子。有自前人所授者，有为文王所述者，其间文句不同，义理则一。说卦为说明八卦取象之理，而上溯伏羲，下契文王，为象故同，为名有别，则是其时代文物、朝野制度、人情风俗、物产事宜，各尽其职，而附于卦，不必皆自伏羲所定，亦不必皆为文王所称。除传本所有各名物事宜，尚有未备者，兼见于群经及专家之言。三代以下，更有推广之至无量者，则可知卦之为象，包者广矣。如干象天、象阳、象气之轻而上浮者，象剑、象刚、象物之间而有光者，则皆可依类推之。复属于乾，为干三化纯阳，阳之至也，则凡阳刚之性，皆干之属。干象天，天以积气，高明悠久，包罗万有，则凡为物为事之如天者，亦天之属。不得以传本为数者，是为非乾。故说卦传所举不过其一二耳。天下万事万物，莫不有数，皆不得外于八卦所属。非干则坤，非离则坎，介乎两者间，则亦以其多者主者，辨其何类。其不得分者，则可求于64卦中之合卦。如乾坤合则有泰与否，坎离合则有忌未忌，其错杂者，更可推之。凡三阴三阳卦，皆太否之属也；凡水火交错卦，皆忌未忌之属也。如此类推，天下事物，莫不在易中矣。易本举天下之权，象天下之物，该天下之事，不少遗漏，则有名有形者，何非易卦所包之象哉？此说卦传所不及载，而可由此推至无尽也。辟之人生，心离甚坎，此道家所定之象也。凡心之属皆离，凡肾之属皆坎，而五脏六腑、精神气血、皮骨筋肌，何亦非身上之物，则何非易卦所象哉？是在人善推其类而已。为物如是，为事亦然。善恶良简，行止动定，皆关乎数者，皆有其象。此亦可推而知其所属也。其有说卦传未尽者，则可由序卦传中推之。序卦传所示者，均属于事，如革去故也，定去心也，一故一心，一去一取，则形事之象已明，而天下之情可见矣。序卦传中所最要者，文王卦序之交替，各有其意，由卦爻相互，自成来往之象，以卦用相反，
更招地善之情。故卦在对反为本，循环未用，有来有复，有成有衰，如一年之计，40之令，相生相爱，相反相成，各如其数，互尽其道。此序卦之大反也。其他则名卦之为象，爻之为德，以明人事，以静物情。既说卦之辞，推意象之用。故乾坤相次，天地相交，坎离相随，水火相济，太否反类以成用，咸恒易得以为行，损益有上下之殊，既为既明始终之意，屯蒙见创生之道，则复招发落之机，构决数进退之途，屡处张生成之道，诸如此类，莫不有道存焉。凡所推移，皆以合数之力，则天下万事万物，料于指掌，人民以尊以由，定于准绳。故说卦谓静之辞，引由其旨，参吾以变，则物无顿情；错综其志，则事有常轨。圣人设义明度，在律人以顺天；君子补数见己，在修身以四命。即文毁令依乎动，行止进退本乎时。文物制度存乎卦爻，顺逆正变，在于德行。此序卦传之精神，不下于系辞者也。学义者，不可荼读其文，而忘其理；补益者，不可仅求其术，而乎其情。变化在于自心，天人同德之谓也。利害存于所照，实为有守之谓也。顺天以利人道，天意不为；邪时以作事功，时必有合。天时者义之本，常变者事之情。乖时不祥，逆天得咎，安常未到，应变有失。此序卦传所举数次序之由，时有至精湛之旨，即为切之教也。苟能会而通之，终身之用不穷。果克神而明之，天志之道在握，故易道至矣。习世人罕知之也。宗主书数5，系辞之意，以见前讲。其中是明易道，即彖象之辞，卦爻之用，而追本溯源于易卦之自出，与天道之所合，神鬼之情，民物之性，皆不外乎易者，则道与气之别而已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气。气即物也，道之外皆物也。形者有名有直，有象有类，后天之所属也。形而上，则无名无直，无象无类，则谓之先天。先天者，在天之先，亦在有之先。无生有，既有，即后天矣。后天者，天地以判，人物以分，幽冥以殊，神形以别。凡在天地间所生所存，所长所育，气于死亡，人反于无者，皆属之。故后天谓物繁，谓事众，谓情不一，谓用各殊。而先天则异也，亦生于无，既无矣，何以复言及之？则推本反始之谓也。生有其本，成有其始，无本不立，无始不达。此圣人讲义，必素于义之前，而明其自来。此亦有太极一章之大旨也。然太极亦已有矣。人非先天之纯者，盖由先天以入后天，自太极谓之本始耳。太极未动，浑元一气，此先天也。动而有阴阳，
而两仪成，则已入后天，而为万有之母。母者生之根，亦可称为父或祖。为先天独生，后天偶生，则出生者母也。其后始以父母同生，非父不生，非母不养。此义之必自乾坤开其端。干为大父，坤为大母，父母既合，男女已生。此乾坤之下有六子也。干所生者三，坤所生者三，三则气尽，而数亦极，故以三为限。众三则天卦之三化者，出生之时，犹未合也。合则为六，故全亦各卦，皆六位。为干者半，为坤者半，亦如六子也。阳其阴偶，阳先阴后，故干上坤下，此生辰之序也。生辰之序，本于河图，天亦生水，得六成之。第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，是以合而同生。先阳而次阴，故出生者天也。天者乾也，父也。干之大始，则干有其始；坤作成物，则坤有其终。终始者，生辰之序，道之本末也。道故无形，而至后天，复于形以主宰之。此则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也。道之称阴阳，为后天生生之主，形而下之君也。亦即以乾坤当之，而存于卦之九五六二焉。干主九五，坤主六二，卦之主位，即凡生物之主宰，神之所存，精之所凝，后天之终，先天之真。此凡物事，不得失之，失之，则生绝而成败矣。生辰既息，乾坤亦亡。故乾坤者，义之门户，时以二五正位当之。宗主书数六，系辞中所谓是义教，不独为卜筮用，而卜筮亦系古人所视为最重大之事。国家政治，人事所不决者，皆资卜筮，以定其行止。吉凶生于动，不动则无吉凶可言。故凡国政，如军旅之事、祭祀之事，此其大者，所谓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则必先卜之，以决其吉凶，判其祸福。君民上下，均是卜筮谓唯一决疑之道。盖神之意不可度，人之灵不能通，则假卜筮以讥焉。神灵者，天之主宰，无时不在，而其事义，寓于数，者于象。此义之为物，舍数象外，无他存。象者卦爻也，数者九六也。卦爻变化无穷，不外一刚一柔，九六推移不尽，不外一内一外。干主九，坤主六，此数之始也。阳为刚，阴为柔，此象之本也。推而治之，不胜其用矣。故谓数可治无量，而总括于一至十。天一地二天三的四天五的六天七的八天九的十，此象与数兼见者也。而发源于河图，变见于洛书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规，则神之道，因物而明，物不灵，而神以之灵，故用卜筮归义物也。分施取数，着归见象，人乃因物以通神意，与义之象互相表里者也。故曰施圆而卦方，方以应地，圆以应天。此卜筮必兼备也。而义为卦爻者，由其一，
以一名耳，亦可得之。故辞赋于卦爻，补用于易。补易者，拈诗可，用筹亦可，后人推广之。取金钱为代亦可，皆以物的象，以数名神者也。文王之卦重在变，凡占卜者必取其阴。六爻三吉，以三爻为内，三爻为外，此阴阳之分，刚柔之别，而为进退之道，来往之机，不得外于六爻，亦不得乎其正阴。故2与5，卦之主，时间兵言，来者5为主，2为兵，往者2为主，5为兵，此不同也。5为全卦主，而失其正者，反退为兵，可见谓之不可失也。故进退之道，必是时位，时与位并，位当时宜，失位失时，强进则凶。故卜者必以时位为本，时位以定吉凶，吉凶以定动静，此义之最重要者。不吉则宜静守，吉则进取，此趋吉避凶之道，在顺天道利人道也。故吉凶毁令生乎动，不动则解。阴阳刚柔，皆以动变见其用，不动不变，其用不显。如天时，春温和者时也，寒冷则变也。变则利害随之，知其变而预防之，则保其利，免其害。此卜筮之所贵，在逆之来数耳。数往者顺，之来者逆，亦逆数也。逆者非逆天时也，乃知天时动变，不可顺行，乃反以求之，得其保全之方耳。逆与顺对，时之宜时顺之，时之否者逆之。是逆者盈其志，而避之也。必先探其本，溯其始，方知其来。不知往者，何以知来？往之过者，来必反甚。失其中者，偏于其极。如系物也，历始之东，其反也必西；历易之下，其反也必深。是失于往者，必人失于来；过于此者，必且过于彼。此天道无往不复，消息盈虚，相来往也。卜者必熟知之，知其以往，而测其将来，此即逆数之道。神故欲示其象矣。有未达者更卜之，卜之决疑，疑其未必然者，则卜于神。此卜之有发于心，有因于物，有猜于数，有失于时位者，然后用之，非遇事皆卜也。蒙卦曰：出世告，再三读，读则不告，不告者，人不能以告神，神亦不以吉凶告人，此蒙也。为人神相蒙，尚何事哉？故吉凶必决于时位，卜筮必本于诚一。诚一者，神道也。不诚则无以通其灵，不一则无以明其象。乱之与位，将何补哉？故圣人明义，在教人立其诚。至于一，卜筮之术虽重，而舍诚一，无可用也。宗主书数七，易卦爻之为象，本于阳爻图、阴爻图，即一阳一阴。乾坤之原象也。乾之阳爻图，坤之阴爻图，三化卦出于阳爻图与阴爻图之合成者，共8。故卦止于8，不得再有卦也。众之为6。六化卦亦由阳爻图、阴爻图组成，而本于三化之前3阳爻图、坤3阴爻图。
其变止于64。故众卦亦64，不得再有卦也。阳爻图与阴爻图者，凡卦之源，即阳仪与阴仪也。家为三化，则以判天地之象，而为乾与坤，故称卦，不复称仪。此卦自太极生两仪，自两仪成乾坤，自乾坤变八卦，自八卦之众变成64卦。卦爻虽不同，其不能外于阳爻图阴爻图者，则无益。故乾坤者，为卦之始，而有两仪生。两仪仅具单纯之阳爻图阴爻图，无始终之分，上下之别，必合之为三化，始见出与中，中与外，其体既备，其用亦全。故三化卦者，易之本始。易者含三易，即易、不易、变易。三者，易止于三，其始谓不易，其中谓易，其末谓变易。不易者，先天所出谓合阴阳；易者，后天出成，以有生化。变易者，混先后天于一，而推其变，以气无尽，则全属生化之象矣。故三化之卦，以未言，分下中上，以时言，未出中中。中者太一之体，先天之真，其上下或出中者，亦属本始，亦属变化，而皆立于体焉。故中者永恒不变，而以喻万变。三化众之为六，亦有以三分，初二为下，三四为中，五上为上，以后天言。待天地人三才之象，初二地位，三四人位，五上天位，则凡卦皆如是分也。天高地卑，人在其中，人主万物，故能体天地之道，达生化之功，而不失其中者也。中者天下之大本，失中则本轻，将何以见其生化，成其德用哉？而在卦中者，亦必服于所自，或阳爻图，或阴爻图，非阴即阳，是即义之源，道之本，而寓于卦中者也。两仪既定，四象已分。四象者，即阴阳交合，而为匹配；即偶相生，而成变化也。故四象者，三化卦之前身，其位少于三化卦，而备于两仪，则以太少阴阳名之。太阳少阳，阳之属也；太阴少阴，阴之属也。阴阳既分，多寡自别，故太少之类以判。阳之大者曰太阳，小者曰少阳；阴之大者曰太阴，阴之小者曰少阴。其实人不外一阴一阳，而由其所生所成，谓类不一，故又分为二焉。天地如是，人物亦然。既有先生，自有后长。从阳者属于阳，从阴者属于阴。虽有四象之名，实为生成之序，非如卦之以具三位，兼备体用者也。阳由阳仪而太阳少阳，统归于乾；阴由阴仪而太阴少阴，统归于坤。故亦以乾坤代阳与阴，不及两仪四象，实则以纳于卦中矣。老氏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者，两仪四象皆二之属，卦则三之属。众之为64卦，则三生，万物之谓也。物虽万，而卦止于64，是亦以简喻繁难之意也。而守者于乾坤，乾以易之，坤以简能，易则易之。
简则易从，知属于神智，能见于行为。此后是知行分论之所本也。知之非奸，行之为奸。可见干者阳道亦明，坤者阴道亦变，而知之必有行以从之也。知不成用，行方见功。人道重实凭虚，故以实行为重。此亦教取人道利己，而必是诸所行也。行本于动，动见于变，故三四中爻，众变所由者也。而其之以计未计，9364交际之道，利之皆也。6394背驰之行，害之始也。人不外两仪之交错，四象之离合。得其道者必有功，失其行者必有咎。故圣人于此三至一焉。中爻者，天地之中，万物之本，名曰中行，或曰中道，为一切之所别也。刚柔服于正，则得其道；阴阳利其情，则成其灾。此凡卦必以是辨其吉凶毁令焉。三四既济，二五其正，则天地人道皆治矣。更何患乎不利哉？宗主书数八，袭人以讲义见天星，易卦地雷复曰：父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此与深觉圣人名义是交之旨。所谓天星者有二，一关于道，一关于术。道者不可见，而者于德。德以人为首，人以身为本，故传曰：生生之谓义，生生不已。天地之德不穷，干主大生，生本于性情，成于功用。故前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用。利贞者性情也，元亨者功用也。元藏于中，亨者于表。利见其变，贞守其常。此生生大则，不可却也。何谓之人？则果实之人是也。果实之人，即人物之胎胚，生之本始，出尘之象，阴阳之精，交合而后生，雌雄之情，互合而后育。故鸟之卵生，而必先有雄；无雄之卵，不能成雏。人之生也，父精母血，亦有鸟之卵；物之生也，雌蕊雄花，亦由人也，皆人也。人以为生生之源，则地雷复者，其被人乎？一阳出父，生机胎胚，其由胎卵乎？阳育于下，阴护于上。天地之和，初见其气，而未有形也。必至三阳交泰，生形始成，生物始出。故物生于春，春以人为德，生为用，合乎元也。春元夏亨，秋立冬贞，此一岁之令，天道之所见也。而首发于冬至。冬至者，日行至极，其气出回，故一阳生。日行于空，气阴于地，阳乃反在下。此包覆之机，自包而覆，必经坤之纯阳。9月未包，阳仅存于上。10月未坤，阳乃前行。11月复，一阳始生于下。天地之心始见于此者，明天道生生不已，不忍物之凋残尽也。冬至而春季之，包极而复阴之，岂非天道好生之心，永无尽哉？故易卦曰：父自道，不远父。夫子述之以称颜子，谓颜子3月不为人也。3月者，一季之日，而以秋冬之交，自9至11 3个月，谓最不仁。
以其不生也。能于此3月不为其人，以续其身。思得天心，而合天道。人由内存，无待于外者。体中之性，永通于天，即其象也。卦之纯乾，天之象也。父之一阳，干之性也。故人谓物小，而用莫可量。如果食之人，细物也，人多呼之。然欲言其种者，则必珍视之，谓其关乎身也。无人之果，不得续其身，是自绝也。天地不许物之绝，故果实必有人存。不以人生者，亦必使有其待人之体，由人之用者存，皆谓治其生生不已也。生生不已，天之道也，即天地之心，亦即生生之谓义。义以生生，则卦虽止于64，其用永无尽矣。所谓天数者，始于一，义者终也。五行之土，土为万物之母，河图天五生土，的时成之，时谓25，合之成时，时亦义也。故天数始于一，终于一，余得一人也。义之谓数不变，故凡数以一成者，其的数与原数同，以一除者，亦如之。此不变者，即义之不义也。不义愈义，不变愈变，变虽无尽，终归其本。义生生不已之道也。生守于一，而终于一，其间千万，无改于一，则天数永长。忧，久无将之谓也。天以一事人，人以一合天，故人之修道，必本于一。一谓之中，中谓之诚，中宜不失，至诚不渝，而归于至善。善亦义也。有二则善恶并存，至善者至一，性之体也。在卦谓恒，恒者不变。雷风恒乃见天地之数焉。雷以明止于上，风以动于下。三阳在内，三阴在表。上谓两阴一阳，即地雷复之半；下谓两阳一阴，则地雷复之反。反为来，自复往者自恒来，而交易其上下，则来者往，往者来，复往恒来，巽往震来。干处于坤中，而得包于天外。此道之至妙，而寓于数焉。传曰恒以易得，得易则治，得治则道宁。此内功必循于一，以持其恒。虽瞬息万变，而中心不移；虽事物无常，而中亦不异。故恒自从心合艮，心艮于中，艮合变之患哉？故天心由恒之，人心由恒养。恒而益其上下，则谓益。益之反为损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益成恒，宜其永存。故山则损与则山咸同卦而异位。咸者无也。万有生于无，万数生于一。无者先天之真，义者后天之始。义之所自太极，即义也。太极者治义之象，浑圆无物，又无之象，动而后有生，其出尽也。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道也，性也，善也，义而已恒而已，恒宜不改，生化不穷。故能见天心者，复与恒也。宗主书数9，杂卦传所示各卦之用，与说卦序卦传不同，则以杂卦之序以异。
其交替代谢，以与周易书，如干刚坤柔。较周易之天尊的卑极有别，尊卑以位严，刚柔以德严。位重在上下，德重在圆周。如物也，位主立体，德主环形。立体见其规模，环形治其行动。是亦属于静，亦属于动，亦属于常，亦属于变。互参则尽其妙，分解各有其用矣。而其下最观人情者，则灵与官对举，灵官之意，或与或求，此名人情所不能无者，与求也。灵，上坤下兑，官，上巽下坤，皆四阴二阳，而灵阳在下，其势正盛，如物之常，故曰灵。大也。官则阳在上，其道将穷，如物之衰落，故曰官。官臣也。比之于人，则灵有负厚之象，官有清高之情。阳在下能生养，故富有；阳在上位高明，故清高。日月中天，无为不照，官之道也。阳和出地，无物不生，灵之象也。天既以灵生之矣，则当推天之心以会物，故以与。天既以官明照之矣，则宜因天之道以复物，故宜求。求者有求于物，以其不足故有求。与者分与于事物，以其有余故多与。由人之富有，则宜推施济之心；人处清贫，则恒抱甘求之志。此天道也。人亦如之，当与不与，谓之令。令则必受其害，当求不求，谓之悔。悔则自疑其忧。此与与求，皆自干见之。灵九二在内，干之得失朴也；官九五在外，干之大人造也。天道者贵则不富，富则不贵。九二在下，富有而能施与之象；九五在上，尊高而必为求之象。故天子无私产，必取真于民；臣庶有私财，必公富于上。此灵之与官，与之与求，道合天地，情通人物者也。备之者灾殃必生，推而言之，皆是人也。而贫富各异，非天之不平，乃物之不齐。唯人道能平之其之，故富人应时恤贫者，有余之财，天正欲假之以济时之穷，故亦以泰见其止去焉。泰之交泰，正在剖多益卦，无贫不卑，无往不富，不过亦无不及，多益与少，富益与贫。故六四爻偏偏不富以其灵，亦言清高者，风度翩翩，而不富亦无害，以其灵有富人也。小处之富以其灵正同此义。灵之富，即足济灵之贫。故古人重在救灾恤灵，何不言恤难？而曰恤灵，以灵尽也。尽则清，尽之不恤。遑论远者，习贤有云：近者不亲，不敢求远。周公曰：不持其亲，皆恤灵之意也。近而不恤，徒言博施，此物民之善。虽善无足取，而或生肘腋，性起消强，害且不免，更惜福利哉？此求与之情，故观天道，而恤灵之意，犹洽人情者也。灵之与官，皆有所偏，故不免于与或求，唯太卦以平均矣。夫子曰：不患寡而患不均，
不患贫而患不安，君平之道，大义哉！宗主书数十，灵官之意，求与分明。而曰或与或求者，以灵重语，语中有求，官重求，求中有语，原为因果。如损与益卦，损下益上为损，损上益下为益，是益中有损，损中有益，原相通也。损益两卦，益以巽对上下位变，与灵官同。山则损，则与的则灵通下卦，风雷益，则与风的官同上卦，是灵之用，通乎损；官之用，通乎益。损有与也，益有求也。与人以物，在与者自谓损；求人之财，在受者自谓益。此一义也。而与人虽损其物，却益其德，是损而益也。益人虽谓之惠，而受者或伤其廉，是益而损也。故灵官之用，或与或求，正与损益同道。不过灵以与，而官可求。在下之富以自损，在高之贫以有益。天道故以明示之矣，各尽其道以济之乎？此义之旨，人不外交泰之意，即济之功而已。宗主书数11 64卦之用，无不本于乾坤。干主阳而其用刚，坤主阴而其用柔。故得乾者，阳刚之道；得坤者，阴柔之情。道以信言，情以物者，如杂卦传比乐师忧，皆本乎坤，而重夫情，忧与乐。情之最易见者也。中庸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，此性道之真也。乃其既发则属于情物，而喜亦乐也；怒与哀犹忧也。是七情可以喜乐两皆括之，而在亦可以施比两卦明之。施与比者，均由坤变，上坤下坎为施，上坎下坤为比。坎离阳卦，而后天代履坤位，河图天一生水，得六成之。天地生成出见者，即坎为水之象。阳在显中，于亦未现，故坎象应现。亦如水之流于洼泽，诸于深渊，其地下陷，其德藏显。小者如井，大者如阳，皆同具此用，故推为陷阱之用，险塞之功。国设险以护其疆，家设险以葬其父。此用之得当足以保安。如设井以陷禽兽，设计以害人物，则利之所在，祸亦随之。此用之不当，反亦招有假祸也。施比二卦皆以坎合坤，坤进顺而坎显现，坤安贞而坎侵害，是相反也。而何以比乐师忧？情各不同，则以卦之本末，行之进退变之。师以坎在内，内因外顺，内兼外急，如内多忧余，而外事无事者，故师谓忧。九二在下，刚居柔正，忽于柔而进于刚愎，此一其多忧矣。若水的比，则反是，水在外，的在下，内安静而外险阻，中贞固而表慎防，则中心无一惧之情，而遇事有预备之道。九五在外，得其正位，以临天下，莫不服从。此宜其多乐而不履于为，克安而不害于己，故比之为乐，情所使然，而弗魁于性道也。若以性道言，则两者之用相反而相成，师之忧，
正以保其安全，此之乐。反以至于败乱，则由人情易过，不能如中庸发而终结，则失其和。失和者尽于思，思之与和，所差异间，正纪以中，持公皆物，则不过。即和也。论语曰：和无寡，为其不和，则急于思，而成一党一派之争，则群下朋比以欺其上，此彼之得名。有五因朋比于下，九五孤立于上，君无贤辅，下承朋党，此乱之阶，则乐反生悲矣。失寡亦然，以其多忧，则处心积虑，务求其安，见于时世间为，介于内外领伍，则愤免图存，不敢自抑。在下之贤者，出以率众，众乃从之。如军旅之师，必有师也；如学校之师，必有尊也。尊师而后教行，有师而后兵强。命令无二，行动至一，则万众之心，其于一人；天下之事，正于一身。此九二在下，能虑有众，以听于上，而保其邦国，安其民物。故师之忧，反以成其道。所谓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者，师彼之谓也。古圣贤在位，先求无益，终日兢兢业业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戒之恤之，卧薪尝胆，以其保其社稷，安其人民，皆谓于彼之乐。而至于师之忧也，亦卦与师彼相类者，上有谦欲二卦，谦以劳谦为吉，欲以抑郁为防。故能谦者，尊而光；知欲者，戒于待；性欲而忘于备。亦有彼之乐而荒淫，因谦而尽其劳；亦由师之忧而振奋，则以谦与欲，亦以坤用为基。坤和更为谦，和正则欲，皆情之所发。得其正则吉，失其中则凶。故彼与师，乐与忧，非一定不异者也。由于彼之乐而忘其害，则乐足为忧；由于师之忧，而知所惧，则忧足成乐。此坤之志在臣前也。前以朝干系替，自强不息，使臣其刚，以大其道。彼之与师，所以异者，彼远于前，而师近也。谦与欲亦如之，更善之止，故能自反，正好升腾，故亦师足。此动静易得，行止殊方。君子必先止而后行，内静而外动，思于远，而守其耳；志于大，而慎其细。不随众以迷，则独立不惧；不逐物以驰，而忠心永彰。故下无朋比之行，外无阿附之志，出有干替之戒，守有安贞之心。此虽时事或非，而无形有素；欲和或困，而我心自舒，则亦教所示人者，正在本乾坤之道。昔刚柔之用已耳。宗主书数12。杂卦传所示卦用，亦有与说卦传同者，以其次序相同，功用不异，故互参更可证明卦之本意。周易乾坤之后，即为屯蒙。杂卦传屯蒙，则宜在彼师灵官之次。易卦屯为男生，蒙为蒙昧，往来之象，皆万物出生之情。杂卦传则曰：屯见而不失其居，蒙杂而者，则周易以物言。
杂卦以是言，是物原相该也。屯见者出见之象，显也；蒙杂者，混乱之象，不分明也。而屯则不失其居，是不动也。蒙之者，则又有动作之机矣。故屯如物之身，出现其形，不异其地。蒙月分居之际，可显其情。由卦象言，屯为水雷河，蒙为山水河，亦如比喻师，以水先得天地生成，故乾坤之后，即皆言之。而周易主静中生动，水故以见生成之功，雷山更合动养之用。雷动而山止，是屯之用，重在动；蒙之用，重在止。与比师二卦略别者，比以水上于地，师则地中有水，坤静而坎动，得止而水流，则师有如蒙，比有如屯。雷出水而登于天，气之生也，即物之身，推之为势之启发，情之动作，皆本夫气也。山止而泉流，山下出泉，止中之动，与师之地中之水，亦由山下之泉。言水者泛指诸水，言泉者专指地中之泉，泉亦水也。而必自暗出明，由内达外。若湖池所蓄，沟渎所处，不得明泉，以其来可知，去可见，无所隐藏，则无明与昧之别。蒙谓草昧之事，正如泉之由暗流明，其源何从，其流何往，不可确定，故曰蒙。蒙蔽也，有所避而不甚分明。如泉在山下，流出必非一派，又非如沟井之水，所流亦见，所行亦知。泉故多清，亦有泽者；泉故多寒，亦有温者。井卦井列寒泉，则可见泉之性，已非一类，故曰蒙杂。言杂处于山中，非如江河之汇流，非如湖海之聚处，故曰杂。言其来源不一也。而曰者，杂则不着，分则难明。然泉既自山流出，则以由分而明，由杂而者矣。故聚于后，亦若失，而乱于初，则谓蒙矣。彼之人也，蒙同之时，知是混沌，是昧也。既成同矣，父兄之教，师保之训，以益其心志，开其毛塞，则又明于一切，得其归趋，是谓之者矣。故蒙与师相关，师教之，则蒙者不蒙，昧者不昧。故杂卦之意，与说卦之指正通。以卦言，震动而为阳之出常，其势巽奋，其志飞腾，在坎水之下，坎未显现，而阻其进，故有难生之情。而阳之上，与九五皆，其行至绝，则屯之为动可知。而杂卦传曰，屯见而不失其居，居有止也；动而不失所止，是动中有静。亦如得水比，水流而得静，护志以成其德，以其动而不溢出，故其静也区区。此屯之能不失其居，谓其有守，而不远于所使。亦阳在下，本始之道存焉，因其中动外阻，则虽见而不变其本始，见止其至深。深者如草木之芽，必曲者以舒展，非一土即长者也。越深越缓，缓以治其躁，正躁卦也。象雷之行，
不有治之，江河所治，故屯之能治，为正艮往来之用矣。正反为艮，艮善治，由进言为正，由反言为艮，此一卦而颠倒之耳。屯不失其居，由于正之反，艮则蒙之者，即由艮之反正，蒙本艮在上，内陷而外止，止而陷江河者哉？者也者其动作也。蒙蔽而暗昧，不义者其动作，故曰蒙。而传称者，正以其艮止反为正动耳。艮既为正，止反为动，则虽杂乱不可辨，而其行反分明，是指中有形，阳在外，失其本始，则顺以动，而静无疆，不守其故居矣。故蒙之功，重去其久，而谋其心，开其闭，而急于光明，去其塞，而成其亨通。此蒙之须于教养者多矣。教之养之，使得其正，则静而有成；行而益善，则蒙者不蒙，昧者不昧。岂非造物之功乎？愚人岂非师父之意乎？以屯与蒙往来，屯往蒙来，往为难生，来则善育，互为生成之道，尽其化育之功。此两卦之意，于说杂传中皆同，唯其辞各有之耳。以此正比，乃弘其用，不可逆而失之。宗主书数13，乾坤二卦，为64卦之母。无论何卦，不能离乾坤，则9与6爻是也。9为干之数，6为坤之数。是阳爻者皆称9，皆干所出；阴爻者皆称6，皆坤所出。而乾坤不明，以9、6代之，此即所谓简易者也。干之易之，坤以简能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谓乎其中矣。此系辞之文，证明是各卦成谓之由，即在9、6，亦即乾坤易简之意。易简能得天下之理，即能扩天下之数。理数者，表里之谓也。理在中，而数在外，知其外，得其中。故知爻之为9为6，即知理之为阳为阴。理者条理，理出于性，成于命，见于情，者于物。性命得其理，物情分其数。所谓分阴分阳，选用刚柔者，此之谓也。阴与阳，天下之至道；柔与刚，天下之至情。故理指阴阳之道，数名刚柔之情。成之者，性也；者之者，物也。由之而有的者，德也；虑之而有成者，业也。皆不外乎乾坤，皆不离乎9、6。此9、6之数，包天下万物万事而有余矣。9、6之外，则是其谓。谓也者，卦之体也，自出至上。6谓成章，此即所谓天下之理得，而成谓乎其中者也。谓之与理，亦有体与用。体存而用变，体义而用疏。出2、3、4、5上6者，谓也。亦数也，而与9、6之数别。9、6是所受于乾坤者，而定其名谓之数，则凡卦皆如是，不问其为阴或阳也。然亦自有其阴阳，则奇偶之意也。出3、5者，其也，阳也；2、4上者，偶也，阴也。阳者3，阴者3，亦合于刚柔之德者也。
再加以9、6之爻，可知其过与不及矣。故阳爻阳位过于刚，阴爻阴位不及于阴，皆失其中，思见其害，故必取于阴。阴者6位相应，此众卦之相合，必有否也。上下各3爻，而是所应。初与4，2与5，3与上，皆异其异偶，交相否也。再合其9、6，则明其得失强弱焉。如太与否，乾坤各半，刚柔相当，而太则互交，否则皆悖。如既未既，坎离各半，阴阳相对，而既有既，未既相阻，此则爻位之意。亦以阳与阴之时位变之。交既者，得夫时，当其位；反之者，失其时，离其位。此即凶利害所由分也。明乎此，思明乾坤易简之意矣。乾坤为易之门，而各卦由此出入。吉凶祸福者，即所由之道，有正邪也。升降者，阴阳之道；来往者，卦爻之机。卦皆自下上，而阳道升，阴道降。卦皆有内外，而内卦往，外卦来，来与往为循环，升与降为消息。周易各卦，一卦自有往来，两卦亦成往来，合之4卦或8卦或16卦，复谓亦往来，皆本乎天地之数，无往不复也。天之道，无升不降也。一则由日月见之，一则由岁时知之。日往月来，冬升西降，寒往暑来，秋杀春生，无不循环，无不消息。人物生于其间，长于其处，亦不得已之也。故一荣一脆，物固者兴，一壮一衰，人老者死。如其数不可易也，亦以象之，则知其情状，明其原因矣。精气未物，游魂未变，故人之于气不灭，而鬼神已存；性之真灵不泯，而仙佛已正。此道也。本乎太极之先而上之，原始反中，以归于无极。修持之绝，所由传也。生之者，必有杀之者；长之者，必有衰之者。气使之然，而形随之者，形也者，物之生；气也者，天之载。形气合而生见，形气分而物化。故逐于造化者，无逃于造化之术；明于性命者可，夺于造化之门。不由此门，则不逢其害；不遵此道，则恒益其行。故修道者置身物外，运神太虚，不存于6位之中，不安于6合之内。此仙佛之真超乎象也。亦自乾坤始，乾坤既聚，天地乃分，则在其中者，不得逃于其门也。故圣人世上至之大道，溯源太极位在乾坤之先也。自太极而分两仪，而为4象，而成8卦皆有矣。皆后天生化之象也。为反以求之，有有而无，有无而虚，方脱乎循环之圈，超乎形气之外。然其亦言哉？不有苦修，何来真道？不经大会，何成大觉？此仙佛教人千万言而不可尽也。越高越难知，越为越不测，谓其极深言己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世人图见其然，而忘其所以然，则茫茫焉以生，从从焉以死。
又何知天地之外？六合之余，果何有乎？故得业者，渡人之舟；登岸则弃之矣。夫利者，载人之渔；治家则治之矣。亦称乾坤易简，仅止于贤人之德也。不及圣神者，其意志可生谓矣。有亲者不失其亲，有功者不废其功，则可大可久者，皆人间之所是矣。虽推其极，同于天地，比于乾坤，亦为循乎变化，要其始终而已。何以与于先佛哉？故亦教示其门而已。由此门而进乎？见此门而退乎？则在乎人。所谓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者，指行而上之道也。然亦故尽其能事，是其典要矣。各卦爻中有超乎象者，圣人亦言之矣。人不知察，则将西游。干支六龙，皆足成以御天。至用九，则群龙无首。天之极也。果生言此理，即知乾坤之运。故今粗备具，形神两存者矣。何哉？一上一下，一进一反而已。圣人恐人犹未达也。特于系辞皆出太极即行而上各章，其免人于修者，亦至矣哉！宗主书数14，性命受于天，即天地之中也。刘子曰：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，则性命之源可知矣。中庸守节，即曰天和之谓性，有可证性命自天所受，天无可言。强民之曰道，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信也。义教所示，恰与上说表里。谓义则溯其源，义则就其成。义如往来，上而下，下而上也。继道为善，成道为性。性命原无不善，故大学之道止于至善。善之与性善以用言，性以体言，义以贯之。中业，中业者，太极之本存，动而生阴阳。故太极无动，则无名。性之本亦无名，动而生喜怒哀乐。此中之用以见于物者于事，物事之所感者，亦即阴与阳也。必中其节，互相环抱，互相牵制，而后不过。此即中节。即和也。和之与中，亦有体用。中则无名，和则有象。故性生情，情感于物者于事，非物事之所为，乃心之观之所处也。故性静而情动。礼曰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至而知之，而后好恶生焉。此一传所谓仁者见之谓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仁与智者，性之德也，而成于智慧也。智慧之比物类事而尽其用也。故知不属于性，而出于情。先天知之，谓之灵，或曰慧，以其不平于物，不发于事，而自明也。此性之光，后天永不得显。果有显者，必诚然无物，精然无味。浑元太极之象，即中也。中有其名，不假于耳目，不用其心智。此先天之真，超乎人智之上矣。人智自性出，而非性；自情见而非情。情亦动于邪，有之以辨之，有人智以正之。思常保其中和，
而不逊于物欲矣。故性也，天也，道也，形而上也，情也，物也，事也，形而下也。处其中者，人与智也。还反于始者，太极之光，无动者也。动则非其就矣。故为善得以归于原，反其性，道义而上下行。人之修道者，务求其上，此逆也。义者逆数，逆者盈而归之，非悖道也。阴阳万变，盈而归之，则人还于一。太极也，太极永存。何物不明？何事不知？谓其先天之灵慧，不可量也。宗主书数15。易道以神行分两大类。神也者，不可见，不可知，不可测。亦曰阴阳不测之谓神。又曰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与于此？神之为象难明，而其德则可见。神之德，即由天之命，大人之为德。经书多言及之，皆源于义。亦曰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精气隐而为物，则显矣；游魂隐而为变，则显矣。故神无方，而义无体。谓神之无在，无不在也。神之无处不至，无时不隔者，正以其隐。隐则无志于物，无碍于方。彼之气然，气上有轻浊轻重精粗纯杂之分，神则义也。故曰神者，聪明正直而义者也。正直者，神之德；聪明者，神之知；而义者，神之精妙通乎天也。无高下，无远近，唯感思通，惟诚以灵。中庸曰：至诚如神。至诚者，由至义也。义则不二，不二则不分，不分则不至于物，不居于方。此义之体，义所谓太极也。太极者，太一也。至一不二，必动而后分两仪。神之至一，必感而后通天下之故。最易则最精，无不可入；至易则至大，无不可包。故通天下之故，莫之逆也。亦何以必溯本于神哉？其果如观卦，观天之神道，而40不推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以之言，乃尊神以立教哉？非也。盖天地有其本始，人物有其祖先。生生之源，自神出，则太极之先也。太极之先，天地未见，所有为神。神无形，而居无方，故太极之先，无天地也。而天地由兹出，人物由兹生，则溯其本始，为尊乎神。尊者，尊其身也。尊所自身，且推而上之；尊人类所自身，尊天地所自身。故在太极以下尊天，太极以上尊神。神一而其德不可量，故至尊之神太乙及太一，亦太极之主宰，无极之真宰。始终乎道，包罗乎气，则形而上者，神之体；形而下者，神之用。神用无极，故至细之物，有神主之；至微之事，有神思之。非神乐谓之也。其生生之源，不可断耳。故物物有太极，事事有至中，在其中央，统御一切，无时不至，无方不临。此则神之革思，不可度思者也。人之生也，神藏于心，先天之性命，心之灵之，神所著也。上通于脑，下系于肾，
则三宝之和，精气与神来往之道，故上接于天灵，旁通于物灵，而在后天，其情乱之，灵乃日浊，质乃日昏，此人生恒情，而不悟者众矣。故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将以启迪之，匡正之，彼充其故有灵之，而曰其物欲情事，情事与灵之，亦属后天，亦属先天，判然两途，实相妨扰。故灵之日泯者，行上之道日亡，则去天远而据地近，久则越陷越深，深堕地狱，不可复拔，皆情欲之害，而罪恶之所为也。修持之事，慎宜戒之。宗主书数16，四传最重要者，即系辞上下篇，原分10章，后人因颠倒错乱，章节全失，无从整理，遂会为上下篇。实则上篇中有下篇词，下篇中有上篇词，语气不接，文意难贯，兹记正事，即以改正。唯以残脱者，或加补正，或略修改，以符原来之旨。不过不欲过为更易，有其后人之疑耳。其校正之方，应按原本逐节讲明。如全节无讹者，人其旧而异其次序；如一节中有忏他节文者，则宜分别，重定编其次序。故校时颇费事耳。大抵一节一节先念，念后由谈批明，应在前或后，似宜改之后，再形成谈校定，应一次校正，恐有疏脱也。在原本有出于宣圣所示者，类家子曰：有属文王周公之仪者，则无之。然宣圣亦少数文周之仪，而引申其意者，读之不必强分为孰作也。本来孔门十义之说，传之者，商渠氏，至秦汉以后，始分多家，如今房费氏之类，虽出于儒，而杂于道，及诸子百家之言，因周太时称伪之说风行，其旦之谈日起，遂不免附会于义，以神其辞者，则战验之说，所自心也。然义道不废战验。关于左传国语国策所述，即可知之。战验之术，即本于系辞以诗为补，而其数则自天一地2，至大衍之数50，其用40有9诸语，人不外合图洛书之文，图书之术，实易经言数之始，亦古代言数之源。天意生水，是谓数之始生，一与二音，即阳与阴符之象，阳其阴偶，亦为其二位余，奇偶合而变化出，此即天地生成之本数，亦即老氏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之说也。三者奇偶既合，而变化以后所具之数三亦其也。奇偶合人为奇，故阳长于阴。若两偶合，则人为偶，以阴偶属，不能统阳也。然两其合反为偶，则阳之至反为阴，此阳能出阴，而阴不得阳，不能生阳也。故得中天一地2之数，不独言数，实观天地生成变化之力。凡其皆阳，皆天数；凡偶皆阴，皆的数。而大衍之50，偶也，而只用49，则其也。偶者以变化之数，用其则中反于始，得顺承天，由此可悟修持之道焉。由行入神，由命归性，皆50而用49之道也。
49者77之陈数，天道7日来复，则49亦还于天之行，而50则河洛中数也。中央未土的之数，5与10，5与10圣之所得也。可见物生于地，终归于天，用与体不同也。不同者异数，亦即天之原生数，此数永存，恒久不变。此道家报义之说所本也。易经正释，系辞传，总述系辞大致。宣圣讲义，系辞者，系于义之辞也。义有象有辞，象是其数，辞明其义。得夫象者，不及辞；不得于象，则求于辞。辞以明义，非谓圣人之义也。圣人以作卦矣，义在象中，而象有所现，故名卦名爻。卦以卦之，爻以效之，皆具义以盖百，指义以包余，而人不知尽之，则有是夫辞。辞以尽卦爻之意云耳。辞自卦爻出，则经中彖象文言之所谓也。而系辞则又系于彖象文言之辞，以其系也。不称经，而曰传。传者，传经者也。经中文辞，或详或略，或多或寡，以其于时，不必详则略之，不必多则寡之。而周易文王作也。时丁纣王暴政虐民，心非而口难说，乃委曲及卦爻以示其意，则有宜详者亦略焉，宜多者亦寡焉，以明者保身，言文假货，所必审也。辞不能尽其意，而亦不克达其用，故周公补之。周公的诸口授，揣诸心韵者，申之以己见，参之以旧闻，故象辞较明显者，皆其作数也。而有谓全者，丘窃取其意而被谓之辞，此系辞之由来。盖本诸文周，而促成于丘，所少数者，夏商之宜，古义之意，重演其意，推广其言，以其有弊于义耳。义者义也，犹不义以变义，此一生耳。二生三之道与数所者，故以义名，而自太极始。然太极不在卦爻内，则易经中无其名。经无其名，传述其本，故素易之始，不得不自太极。易者言数者也。数虽见于卦爻之位，称呼九六之名，而其所先，谓之详也。易数之先，河图也，洛书也。今不及河洛，传则追数之，是传之有弊于经也。谓其制度有殊，体裁不类，则经不载，而志为传；经不详，而系以辞。此系辞传者，义之于义，卦象之详解，而辞文之序也。系辞之文颇多，今已失其半矣。原本首节前，尚有数节，系数义之所示。今仅存后亦有太极一节，若移之于首，则文气不合，以首有事故二字，原承前节而来者也。苟更为之补出，则尚须录及以前数节，兹拟旧所存者，顺其次序，约为章节。其已确者，可于讲义中补述其意，而不加其文，则较易于正视耳。原文上传与下传两首节，本连贯为一章，竟错作两传之始，是亦使读者有难通会之处，以皆总是大旨也。易之为书各节，即叙事易经作者之心，
而追溯圣人至义之大。其关于明天道者，明鬼神者，明卜筮者，明政治文教者，明性命者，明用力者，明得失人事者，明为时卦得者，各有分类，亦各言述与溯源，不相混也。一之有彖象，有卦爻，即为一之体用所存；有吉凶，有悔令，则为一之得用所在；有时位，有应变，则为一之常变所分；有趋避，有顺逆，则为一之人道所种。故义者天人合道，十位兼备，三才济聚，六位周流，有阴与阳，以定其刚柔生成之权；有往与复，以辨其进退脏否之道；有仁以常之，义以治之，礼以齐之，信以易之；有源以先之，亨以通之，利以继之，贞以正之。是以有道以大之化之，有德以归之犯之，有类以别之，有辩以达之，则无用不疑，无形不脏，则天者亦无为，神者亦无忌，显者无漏，隐者无藏，皆归于中，抵于和，主于情性，成于道德矣。故系辞者，言文之精，义教之宗，不可不读者也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成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德成形，变化见矣。宣圣讲义。此系第一章提纲，以明易卦设象之纲要，立辞之大旨，而见周易成规，有一夫前义者也。盖古代易本有三种，今犹存汉魏丛书中，易连山易，艮未首，易归藏易，坤未首，易乾坤易，乾未首，文王所仿者，即干首坤次之意，故系辞首是其要。干为天，坤为地，干上坤下，故曰天尊的卑。乾坤定矣。定者定其位，位者八卦方位。干上坤下，原系伏羲氏所作八卦方位，而传至文王，使更创立离南坎北方位之序。后人以此称前者为先天卦位，后者为后天卦位。实则无先后天，乃正变立耳。先天者正立，后天者变立。文王推伏羲之变，而为是立，民义之为义。包各变义，不变不为义。变越多，义越妙，用越神。故一变而伏羲方位，成文王方位。变其序，而名未改；变其位，而德不义；变其用，而体仍存。故文王八卦方位，虽以离坎代乾坤，而64卦次序，仍以乾坤观诸卦。此用变而体不变也。体不变者，一生于一，一生于无。无极而太极，无极不可说，太极可说，而不可分。太极生两仪，使由一分二，故一之先，不在一中，故曰一无体。无体者，卦不得列其体耳。体不变，则不得名义。以义者变义也，变义者生之又生，故曰生生之谓义。由父生子，子生孙，生生不已，方谓之义。而义原本于义也。义者吉也，吉者中也，
终极者，道之主宰，推而下之，谓之天地；肃而上之，谓之太一。故礼曰：夫礼必本于太一，分而为天地。故就一言义，当自天地始。盖天地已分，万有以具之象也。天地既为其常，则言方位，亦以天地为主。天尊的卑，不独服役卦位如是，文王卦位亦当如是。而关于宇宙自然之象，故亦当如是也。天地既定位矣，则义之谓亦定。义之谓虽有变例，而其原来之谓不异。是以文王64卦之序，人守乾坤，亦如上士乾坤义。干向天，坤向地，凡独异者无不知之。而周易之守乾坤，不以离坎始，与八卦方位有殊，其中奥巧，人多不知。故系辞特接之曰：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盖天居高而自尊，的居下而自卑，此宇宙不义者也。不义者，所以主宰其变异者。乾坤既定于上下，则各卦皆由乾坤生，故一定字，名其为位而不可移。虽以后亦未有移之者，谓之变例则可，谓之亦定例不可也。乾坤者义之主，如一国之君后，君后之位，不可失也。失位则国乱，失乾坤之位，则义道混沌矣。故周易自乾坤开其端，亦如伏羲也。方位虽殊，定位不乱，此系辞首一句，盖是其要义矣。不然既称周易，胡不以离坎位哉？离坎故是代履乾坤之位，而不可称为定位。以君后之位，虽可假于辅弼处二，以摄行其政，监理其国，而不得视为及君后也。故乾坤定位，实由天尊的卑自然之象来，互卦的天交泰。的反居天上，以成交服之用，此其德也，而非定位。若天地否者，方谓定位，而以其德用，否格不通，反失于生生之道，是谓与时之异，正与变之分，而体用之不一也。亦故众变异，况在后天者乎？故乾坤定于上下，乃天地自然之序，由此以往则变矣，变则反其序矣，异其位矣。故离南坎北，而乾坤居于四隅，干下坤上，而天地成为交泰，此卦用不可尽也。而系辞则溯其源，反其本，本源不失，得用思招，故曰卑高以成，贵贱位矣。卑者的也，而在先；高者天也，而在后。是即的天交易之象也。不然胡不曰高卑，而曰卑高哉？且臣者，言如军武之政，必参武相错，
行列相交，有序而不分，有法而不治。在前者，或后之；在左者，或右之。进退有度，行止有节，则可见其贵贱矣。贵贱者，有主与从，上与下，由木之根与叶，水之源与流。贵者尊，则寡而统众；贱者卑，则众而奉寡。此贵贱由于其位变之，而彼位自，则异乎定位也。定位不移，此谓恒毅。盖换言之，即贵贱由资别耳。卑者且上，高者且下，则贵者自贵，而不以贵骄之；贱者自贱，而不以贱辱己。皆变于位焉，其余等焉，而不可乱矣。动静亦无碍矣。盖交服者，有其常道；升降者，有其常数。故曰动静有常。动者阳而静者阴，阳刚而阴柔，阳与阴既明，刚与柔乃绝。断者绝也，亦辨别之意。故曰刚柔断矣。贵贱以位言，动静以行言，刚柔以德言，而皆始于阴与阳。阳贵而阴贱，阳动而阴静，阳刚而阴柔。推之阳升而阴降，阳高而阴卑，皆以乾坤为本。干阳也，坤阴也。理所谓转而为阴阳者，即天地也。天阳之基也，的阴之基也。斯二者两仪之象，而生于太极。故一者以太极所生所变所分转者，则在先天也，后天也，伏羲也，文王也。何非同出而异名乎？同者不异，异者谓之异。异以不异，不异以异，则异之大纲要也。故常者与变对，有常即有变；断者与异殊，有断即有异矣。异同而断异，长久而变速，系体思义，自明系辞之所至。方以类聚二聚，数义之为类位别，亦由前贵贱之位，刚柔之德，各不混也。总括之，皆阴阳所生，阴有其类，阳有其群，亦非一二物与事也。越分越重，越深越繁，生生不已，则义之为类为群者，亦日渐其多，而得之为刚为柔，性之为阴为阳者，自日渐其象矣。义道不可量，而有位以辨之；义用不可穷，而有方以别之。义之为象，不可尽举，而有物事以包纳之。义之为名，不可备数，而有数度以统计之。故自天地既分，阴阳既判，卑高既异，动静既殊，则谓名者有其称，谓象者有所指，谓德者有可数，谓用者有能之。则皆如列之以方，序之以次，纳之以等级，其之以规范，而无不明矣。方者天地之所定，谓日月之所循行，名有东南西北，四正四余，谓之八方，而非一定不异者也。盖由方定位判之，如在东向西立者，亦夫由南向北者矣。以天地言故有定，以人物言则无方。言方而执一者，将不能通义之得用矣。然方虽无定而类可有记，则在一方者，必其类也。方之赤道尽者，气候必热；谓物者亦皆其地宜生。如寒带尽者，气候必寒；谓物亦必皆其地宜生者，温带亦然。
虽所生物多于寒热带，而其为类自明，宜其地则不良于生长矣。故类以方位居，天之道也，德之宜也。而物之以群分者，亦由是焉。祥者所共生共存，相得相爱者也。如陆地居者，必乐于陆；水中居者，必乐于水。水陆者的之意，而物亦以群分属焉。是物之生，情性使然，未可强也。方有其象，物有其群。方与类者，相生相至，而各有其情；相爱相仇，而各有其志，则所好者所恶者由是变焉。故吉凶生矣。好恶出于情欲，吉凶明于实用。此义之道越变越分，而各有其去何矣。盖莫不怨于阴阳焉。阴在好静而悦柔，阳者好动而木刚，则所恶者，及其所反；所仇者，及其所及。如人之有善恶也，物之有良有也，气之有成与也，事之有正邪也。各视其事，而非其非，则皆谓类聚，谓群分。非其类者不得尽之，非其群者相与聚之。故爱仇相因，生杀相应。天之有寒暑，德之有高洼，其事也。术之所成，礼之所至，而莫可易也。故吉凶由此生。好之者吉，恶之者凶。爱之者成其吉，仇之者成其凶。皆相反相贼，不得止之。此由二气而生五行之始矣。二气者异而已，五行则相生相至；二气者变而已，五行则相好相仇。故水木火土金相合，水火金木土相贼。合者吉，贼者凶。不得其情则疑，疑则忌，忌则恨，恨则仇杀之心生。苟反是者，其情相近，其志相投，其行相亲，其所谓相慕，则类也，群也，痛也。同则谓吉，否则类谓非类。群为难群，则异也；异则谓凶。不必求其果，但审其因；不必见诸行，但明其志。此吉凶之生，非时非位，而莫达于时位；非数而时成于数，非道而分于道。盖自两仪计判，有其一必具其二，有善思有恶，有爱思有仇，不可免矣。而德不孤，行不独，故曰类聚，曰群分。以在两仪后，偶而后生成也。偶者阴也，阳众亦偶也，则反偶者非阴即过阳，过阳由阴，过阴由阳。故干上九亢龙有悔，阳之过也；坤上六阴移于阳，阴之过也。过则反其类矣。故吉凶生于异同，成于过反。而道贵德中，中则元吉，元吉至吉，无不吉矣。吉与凶对，元吉无对，则由至善，至善无恶，此性也。性至善而道元吉，故圣人不择乎形而下也。夫物有象有形，而术有生有化，此天地既定之后，所可见者，所可言者，天地者亦有其象数，有其生化矣。而最明者，天之日月星辰，风云雷雨，地之水陆山河，木石动植，皆是也。而皆有其常与变焉。常者谓之季度，
变者谓之运数。既度者变而有常，运数者常而有变。盖星移斗转，岁时寒暑，天之变也，而有常。蓝烟潮汐，高洼疏湿，的之变也，而亦有定。定于位者变于时，常于道者变于用。故日月者升降待明，风雷者震落来往，山河者滞留分明，卑洼者高下流停，皆变而有其数，常而不失其用。在天有其象，则万物亦象之；在地成其形，则万类者亦行之。此义之为义，以喻于卦与爻中，而其变化，由各爻可见之矣。卦有阴阳，爻有刚柔，数有奇偶，形有升降，列有时位，序有主宾。三即定其刚，六位敏其行，十位主其德，消息变其情。故生也有其象，成也有其形，出也见其化，终也见其变。是所谓义与天地准者也。天地尚可由义见其变化，况其下者乎？故义者象形之事，象该乎数，形该乎道。形象者道数之别名，名乎道数，即知其变化矣。宗主附注，系辞首节，天尊的卑，即指先天八卦方位而言。尊卑对举，乾坤分位，非天在地上，乃天包的外。以尊者广大之辞，卑者爱细之辞。由天地分立以来，乾坤自太极出，两仪始判，无所谓尊卑也。后以渐化渐分，天者轻轻，地者重浊。轻则生阳而凌空，所包者广；浊则凝固而坚定，所成者爱。故德在天中，而尊卑乃定。故八卦之象，亦以乾之阳爻图为最尊大，而坤之阴爻图次之。阳爻图者，阴爻图所自变，变则较小矣。如人物出生者，必小于其母体，然见长亦见大，如其所生。是坤之德不能如干之大，而义之谓遂有尊卑之分。尊卑既分，乾坤思定，而后天以生化为本，定则不生不化。故周易卦序，以未既为中，既为定。生化将绝不得序，则义之用穷矣。道永不绝，义道永不穷。故定不足以尽义之用，而既定者动也。动则尊者卑矣，卑者高矣。故曰卑高以成。尊与卑对，高与下对，卑不及尊，高不及下。使古文简略之例，称卑即盖尊，称高即该下。言卑者反上，尊者反下，互相交符，以成太卦之用。不交则未否。天道否塞，世道为乱，人道思灭，更何义道可言？故未从于先，而用交于后。交则干反下坤矣。高者自卑，则贱者反贵。贵与贱非定名，在上者贵，诚实者贵，得位者贵。故太卦的反比天贵，为天自降，以就地之下。此干九四或月在渊之用，而其道未革，故曰干道乃革。革为去故，以对在离上，为相对出于坤，而离待乾。干降则离亦不得不下，坤升则对亦不得不上。此革之象即成太也。太为正，革为变，变革之数，当时之弊。
故革命者顺天因人，以人计时。此卦用众时，而其得众动，故贵贱者以位名。正位当时自贵，非位为实则见矣。故前以95位至尊至贵之位，而革反以62当之。62者坤之正位，故不足与95比。至革则反胜之。此汤武以成而克桀纣之君矣。桀纣非不尊，非不贵，失其得位，为于天时，遂反为贱。此贵贱之位，非定位也，与上乾坤定位不同。此一人多呼之，以为先天后天之殊，乃伏羲文王之意。不知此乃易道原有之用，体用自有之。伏羲者其体，文王弘其用耳。正如人在地下，是日月在天，以为日月之位高于人与地，而不知夜间日反入人的之下，会朔月反行人的之背乎？此地火明夷，明入地中，日在地下矣。日在地下，人反在上，天亦如之。天反在人的之下，则观天之定位，而谓永无变异者物也。故后天八卦，乾坤反在四余，而推理坎主其上下。此贵贱之位，非原定之位也明矣。动静有常，以卦主动而动前有静，动后人静。动故属于变，然变不失其常，则以天道变而永不失其尊。如1岁40变也，而年年如是，终而又始则常也。一变一常，刚柔乃判。刚柔者乾坤之德，故杂卦传首曰干刚坤柔。第二节，刚柔者立本者也，亦指乾坤为权益之本也。权益卦爻，皆本乾坤，皆以刚柔判其德用，则由其动静言。动者成乎刚，静者成乎柔。老子曰静为躁君，躁即动也。在卦分属艮震，艮者止，震则动。艮止为静卦，震动为躁卦，而两卦皆阳。阳在出则震，在上则艮，而颠倒之，则一卦也。皆两阴一阳，阳在出者主静，故谓动；躁在上者主退，故谓静。静非退，而退终必归于静。此动静皆由阳言，阳之静也，谓刚之长；反而谓退，则谓阳刚之消，即阴柔之长也。故刚始于父，终于包，而柔始于狗，终于绝。此六化卦也。刚柔一进一退，即一长一消，虽阴降阳升，而卦自下始，则在下者无不进，在上者无不退也。进退之间，刚柔之道已判，正谓刚之长，艮即柔之静，故艮者陷也，陷于其极也。若就阴卦言，则巽为进而兑为退，巽兑亦由正艮，皆偏刚偏柔失其中和，为离坎得中。故离坎足带乾坤，离刚在外，坎刚在中。以爻言，少者为贵，故阳爻少者卦为阳，阴爻少者卦为阴。此贵贱以多少分，非重阳轻阴之力也。故刚柔之判，必是卦爻之动静。阳动于下则刚长，阴动于出则柔长。皆动变所成，不动不变，则无以别之。动变故有长度，则刚柔亦有至德。如干纯刚，坤纯柔，刚柔不得相产，则虽动亦无变，以其为定中之动也。
果忏则动必变，而消长以明。越动越变，消长之机越显。如太否是也。太否半干半坤，而上下各异。干下坤上谓太，乃为阳常阴消，而刚柔得其平。否则反是。盖刚者君子之德，柔者小人之行。故太谓君子道常，小人道消。否则反是。所谓道者，指其行也。若指则与之亦成反正，指与行对，即艮正颠倒之象。顺夫正则刚日盛，顺夫艮则柔日加。故柔在外者道之用，柔在内者道之贼也。为柔一味呵顺，失其真固之德，则无所守。此小人之贪禄位而行险之象也。故否者小人得志之时，刚柔虽各平匀，而内外异，是其失位与时之差。故谓时者，吉凶之柄，利害之殊。果乖未时，虽有智勇，无所失之。故卦本在位，爻本在时。位见其变，时见其通。通于时者，永享其位；变于位者，恒失其时。时位故相因也。6295，谓之位也。9265，谓之时也。此易卦待用存焉。读者视之。首节在天二句，谓易卦爻取法之本。后文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诸宇，正为此注脚。因卦象物，首自乾坤，干象天，坤法地。故在天者属诸乾，在的者属诸坤。亦即后文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之意。天在高，而日月星辰皆天之象，的居下，而山河动植皆属地之行。是以日月之行，星辰之度，天道所见也。山河之状，动植之情，皆地道所真也。日月星辰，天时不移，则天者亦见其变矣。山河动植，无的不有，则地者亦以明其化矣。盖变化出于天地，而因于人物。天地垂视其范，人物依循其行。此意之所谓变化，即自然之现象。不以时而书，不以方而易者，天地之道也。随时而动，因方而变者也，天地之用也。道与用有体与用，各尽其妙，而不相违。此天有常变，的亦有常变。常变之术，盖在卦爻中见之。故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皆人物之所秉受，所虑循，而亦随其变化以至无尽。故亦谓人道立。人生天地间，舍法则天地无以为生，无以为养，无以成，无以化，义之为义。义法则天地以示于人而已。故阴阳刚柔者，为天地而定名；仁义者，为法则天地而定人道之名。此人道重在仁义也。天之显阳，的之刚柔，故必知之，必循之，而非如仁义之必身体力行也。故天之象，为人垂视，的之行，为人见履，而变化者，为人法则，为人律循，以变其常变，守其中和，义之以仁义而已。故变化之见，吉凶之所判，而吉凶之名，得业之所成。得业者，仁义之所谓条目，身心所奉行者，行也止也，处也出也，莫不由之以见其德。
者其也。此人道之于变化，非炫其神奇，招其怪诞，如方士之以术或事，异端之以计于民也。人亦之道不明，则变化又悉用哉？天之象，德之行，又悉谓哉？故日月之行，人不得而易之；星辰之度，人否得而改之；山河之势，人不得而侮之；动植之身，人不得而灭之。皆自然生成变化者，人之知明之可也。不得视为神奇，目为怪诞，则变者异常，化者亦归于正。此魁卦之所示，与小处欲与则吉，群夷往也之所至，足以见人道别有众矣。见所未见，此见之隔阂；欲所不欲，此行之蒙蔽，非义也。故义是变化，正欲人知其正常，非屈人趋于变化也。此教祖立教之旨，务使人守其一，保其真，明于物，而见其性，以驱除昏惑，戒绝淡忘，则人亦长存，而与天地同其道矣。第二节八卦陈列，象在其中矣，因而众之；爻在其中矣，刚柔相推；变在其中矣，系辞焉而命之；动在其中矣，吉凶毁令者，生乎动者也；刚柔者立本者也，变通者去实者也。仅按此节，系经本下篇第1章第1节。宣圣讲义，八卦陈列一节，即陈上节，而明述易卦之志，由八卦推至64卦之得用也。卦以八卦为纲，而始于干上坤下，此首节方位之所由定，变化之所由生也。方位既定，则八卦陈列；变化既生，则众卦成体。所谓八卦者，指谓众之卦，即直卦，或曰元卦，以初化卦时所至三化之卦也。所谓八者，乾坤坎离，震巽艮兑，而在伏羲之时，有此八卦，亦即有众卦所成之64卦。故名前者谓元卦，后者谓众卦。元卦止于八，众卦则八与八胜，共得64。而八卦亦有众者，如六化之乾坤氏，则名之为纯卦。盖卦由本卦所众也。若其他各卦，则皆合两元卦而成，如坎震为屯，艮坎为蒙氏。然纯卦亦有非本卦所众者，如宜中孚大小过，则非一元卦之众，而为两元卦之和。其亦称纯卦者，谓与他卦由一卦颠倒成两者异，则颠倒皆同此卦象者谓纯卦耳。故八卦之众，乃必为64卦之象。众则变化见焉。首节所谓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变化见矣者，故盖指天地万物。而由易卦言，则可视为在上成象，在下成形。上下者，众卦分为两，自初至三爻，下卦也；自四至上爻，上卦也。下体夫坤，则的也；上体夫乾，则天也。由爻名之。初二为地爻，上五为天爻，三四则人爻也。然变化之大本存乎天地，故三四虽谓中爻，而非正位，必以六二为下卦之正，九五为上卦之中，则人以天地分主一切，而见变化之源耳。八卦陈列者，言首节方位，由位言位列，由图言位圆，
元者取天之象，烈者明的之行，意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之意。故八卦自有方圆之序，元法天，方法地，而成列，则本地位，以推其次耳。因列而见其先后，明其始终。此所谓象在中者。象者卦爻之统称，而此处则重在卦。下句以明言爻矣。卦以象物，而先自有其象，则亦由卦之陈列见之。盖既称列，非独有也，必连接上下，交界左右，则由上而下者直列，亦谓之行；由左而右者平列，亦谓之武。行武者皆聚众于一，有其地位，有其等类。此即首节卑高以成二句之意。成由列也，位则分也，分者现也。如人立于其处不移也，故约定。分首分不失，则其列不乱。八卦之列不乱者，以有天生之序也。故象由列变，位由方明，而以卦言，则所谓爻也。其出名夷，即阳夷、阳爻图、阴夷、阴爻图也。阳爻图、阴爻图相列，则卦成。斯即卦之象。卦不得外阳爻图、阴爻图以为象，既有阳爻图、阴爻图之列，即可见卦之象，故曰象在其中。但此指三化者言，则三化者，阴阳故分，而未交；天地虽定，而未合，则其所象者直也，所卦者原位也。故用不昭，而得不广，必因而重之，而后可尽卦之道，推义之情。重者加其一象，合为两耳，则如前者。元为阳三爻图，重之则为阳六爻图；坤者原为阴三爻图，重之则为阴六爻图。是重者，三化重为六化，而阴阳始合，天地始交。盖三化集于三位，位其者二，位偶者一，一与二不能交合，以不匹敌也。重之而为六化，则成六位。六则为其位偶各半，则相匹敌而能交合矣。故卦之六柱者，初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皆为阴，则原相配也。初其而四偶，二阴而五阳，三刚而上柔，皆合夫匹敌之情。不问其为爻何属，而以位言，则以服于一阴一阳之道矣。然位者体，而爻位用；位者主，而爻位宾；位不易，而爻可移；位恒久，而爻多变。故以六位之交合，而卦用以彰；却以六爻之随从，而十位以变，则谓原体与变用之意，不称其位，而重在爻。爻者非统称，每卦中之六化，乃分称一位中之两仪，即所谓阳爻图与阴爻图也。阳爻图为阳爻，阴爻图为阴爻。不问在何位也。在初则阳爻图者谓初九，阴爻图者谓初六，是九六之名，谓爻之名。而初上之名，则位之名。故谓以重而后爻可名。若谓重者，则虽有阳爻图或阴爻图之象，不得称九与六之名，以其位交位合，不得有生有成也。生成者，合图之数，天意生水，得六成之，由一至十，未生者五，未成者五。若仅三化卦，数集于三，
江河生成哉？盖天亦生水，必得的六以成之耳。凡卦之称象者，自四象始，称谓者，至六位中。而爻则虽有六爻之名，实尽阳与阴，及九与六，则统称卦爻者，亦乎此处之卦爻矣。故八卦之众，而谓64卦；一卦爻之众，而谓384爻者，乃后人统称权益之卦与爻，而非此节之卦与爻。此节称卦止于八，称爻止于阳九阴六，以其为卦爻之本体耳。64卦，反其本始，仍归于八卦。384爻，反其本源，仍指阳九阴六二爻。故众者卦，而爻在其中，象也爻也，皆包于乾坤。干之为爻名九，坤之为爻名六。不问在何卦也，名乾坤之用，即得九六之用。此干卦有用九，坤卦有用六，其辞实贯全益各卦爻，而言卦爻者皆必素之，故系辞首皆乾坤，以明全益之主宰。乾坤者，故谓八卦之父母，亦即64卦384爻之本根。而其为类则阳与阴，为德则刚与柔。阳与阴无不相求，刚与柔无不相推。求者情之和，推者用之敌。以其义也，义则相求；以其痛也，同则相惧。痛义之间，乃见其变。故曰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。由卦象言，则阳爻图与阴爻图之相交，互相抵排，相匹以为偶，相敌以为仇，总不外刚柔之推荡耳。乾以交夫坤，坤以协夫乾，则八卦生，64卦成。阳爻图以匹于阴爻图，阴爻图以敌于阳爻图，则384爻出，皆其变也。不变不生不出，而不推不变，如水与火不相制，不见其功用，相制越急，生变越繁，此一定不义者也。故变见于刚柔相推，而用成于阴阳相当。卦也爻也，不过因而象之，象虽可数，而其志也无尽。此义之所明，以变异未到，生生为利者也。而皆本乎阳，阳者动，动则生以变矣，不动则何生何变哉？故观义者观其变，观变者观其动。而动之先有静焉，知其静则得其动矣。动变不居，静常可守，此形而上，形而下，所以分也。系辞焉而命之二句，谓一生为，人多谓名。此系辞非指传，乃卦爻所系之辞，即经中彖曰象曰之文也。然何以称系辞？则以义之为道，重在变异，变必有常，义必有宗。故八卦成象，必本于太极；六爻成形，必出于两仪。而曰卦曰爻，皆是其有自来，如往之在刚，依之有令，万变不失其宗也。卦者卦也，玄之也；爻者交也，合之也。言如以神贯物，以线串珠，有其类也。卦以示其有端，交以明其有阻。卦为单举，则皆其总端，而以下皆顺然成串。爻者合成，如纠绳所逃，则顺其始阻，以下皆交合离然不乱，皆有本有末，有合有分。
故义之为道必如此，而谓象谓辞亦必如此。是以辞谓之系，系由卦与爻也，系其一端，而知其他端，系其始祖，则得其中尽之统序也。故凡易之辞，皆系辞也，皆系于太极，祖于两仪，而辨其何始何终，孰分孰合也。是之言文章者，必以起承转合，谓始终定式。天下之事物理数亦如之，有首必有尾，有开必有合，则后天道数自然之力也。一辞更不得有为此力，故辞者指其所知，知者自此达彼，自始气中之所有所行也。辞以记象，象不尽者，辞以序之，则义之辞，卦爻之所推演而延长之耳。故系辞于卦爻以弘其用，系于易以大其道。而经外之辞则又系于经，系于原有卦爻之辞，此所以亦称系辞。而经之系辞二句，实为是经中之辞。明卦爻有不足者，则有辞在，辞之所指，正同于卦爻之象。卦爻辞三者异也，而皆出于道数。道数者自天命之，则系辞亦命之一。命者分辨之，审酌之以为之名耳。名与命因尽而异通，故称名曰命。名命者定也，命之者定其名分也。以卦爻成于手，辞文出于口。命者口之所呼，名者身之所视，故自从口。名与命皆有口在下，可见其所发者口也。系以辞而定以名，则其动便可知矣。动故对静言，而义用重在动，静则非义，以非观辨义之道也。动而后阴阳分，此太极亦以动而生两仪；动而后四时辰，此天时亦以动而分节后；动而后吉凶明，此人事亦以动而见利害。故不动则无义，义以动成，而动者本乎自然，终有其利；无利则不动。义之动，则由刚柔相推，推则利生焉。刚者至健，柔者至顺，顺以无利，不知以顺于健，其利亦大。此则反动之利，如以石击水，水虽不阻，而波四溅，所备之广，较石10倍。此柔力之胜刚也，而刚为原动力，故不推不见其利，越推越明其功。卦爻者一夫动者也，有爻则有刚柔，有卦则有阴阳，而相磨相当以成动，则天道以明，地道以生，人道以显。故命其名而别其类者，动在其中，类之相及，有同有反。同者动于内，反者动于外。如两间相及，其动者本体；若以间系萃，则动在被系者，是皆动也，而未变不一。
动则有变故矣。而变必属动则未然。盖变有自变者，有为外力所变者，有非变而中变者，其情各殊。故动与变，亦若主兵，其地位殊也，而意在明变。变大律因于动，此命名所关，指其动之源而已。如春夏秋各名也，因而知天时之变，由于日之动也。其他事物亦皆如是。天时不得无变，即由日月星辰不能无动。动在变中，体会得之，而后有其名。名出则人皆知之，而以命之，则凡习义者皆知之。是义垂象是义之旨，垂象于卦爻，是义于系辞，则有名可名，有用可指。而命自又含有天命之意，天所命者，亦从而名之。如乾坤天地也，天命之为天地，亦名之为乾坤。如冬寒夏暑，日明夜暗，皆天命之，而人名之。天命之非果有所命令也，不过自然如是云耳。自然如是，故谓之天命。盖非人所为，物所使，则必有谓之使之者，则归诸天。故不曰名而曰命，言以速定也。速定者，人不能移易之，意亦不能更改之，此则命之之意也。命而名之卦爻，而系辞焉，则意之动皆在其中，而吉凶毁令皆由之生矣。吉与凶对，事之顺，而成于利，发于善，而得其功者吉也；事之逆，而成于害，发于恶，而得其祸者凶也。毁与令殊，行之正而有名者不毁，毁则先见其过矣；行之大而有造者不令，令者先者其必矣。必者不明，过者失终，失终者无论何过，皆必疑后悔。不明者无问何事，皆必有所令。令自勿言，谓色，谓小，谓暧昧，而悔则谓误，谓谦，谓鲁莽，皆义之所不取。若以修己言，则悔胜于令也。吉凶毁令，皆以动身。不动则无吉凶，亦无毁令。而毁与令者，心之所感；吉与凶者，身之所逢。是吉凶在物，而毁令关乎己。毁则圣人所重，令则愚人所畏。盖毁犹不失为善改过者，令则忠于恶矣。故卦用内真外毁，皆谓常例。真谓守正不失，毁则知过能改，以在内其志未抗，其情上约，则能自胜；在外其志易骄，其情自傲，故恒于救。救者不知悔，悔则免救。故曰无救者善不过。若令则虽似习之而不甘于自忏，闻过是非，矫辞强辩，以重其咎，则为道之所忌。故悔为尽善，令则临恶，此其别也。而在未动时，君无知，以其成于行，起于思，偏于情，欲误于辨识，则由之与事之殊也。知者良知，性中之灵，不以物感而惧。事者情事，情欲之始，则由物感而生。故礼曰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致知之，然后好恶行焉。此可以明吉凶毁令生乎动之意。动由物感，不与物缘，则心不动；而好物不生，
则何吉凶之来？悔令之见哉？唯其有动，则不免矣。亦以动变而后吉凶分，悔令明，此由人事立言也。盖吉凶悔令，为人道有焉。若天地万物，虽有生成变化之术，而无吉凶悔令之分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也。山高水洼，寒凉温宣，此地道也。物在其间，或生或杀，顺其性而已。故无吉凶，无悔令。为人则于天时，变于地利，审夫务情，魁夫数理，使有吉与凶，悔与令，以应之。亦为人道利吉，亦以吉凶悔令定人之行止，别人之良友。此亦道利辞，首重在此，而关乎义之用者，虽重吉凶悔令，却有其不义之道存，则超乎吉凶悔令之上。为人道之经常，大道之纲要者，即所谓元亨利贞，与人理异性，亦属天者，亦属人者。其详见讲干卦文中。干之四德，转为人之四德。德之不施，术不能干，是以吉凶悔令出乎术也。术由德生成变化，德之不充，术乃生焉；德之不备，术乃成焉；德之不长，术乃变焉；德之不脏，术乃化焉。故不充者，出有失也；不备者，既已过矣；不长者，反为恶矣；不脏者，沦于就利矣。此吉凶悔令，必是所动战之，所谓言、行、思、志所致也。如自前替，则可免救；自争故，则可无悔；自顺时以乐道，则吉；自为天以备德，则凶。皆以其动变之，而必有一定之规，至极之道，以示其本始。彼守正而不屈于邪，向善而不离于恶，此义之为交，有其本矣。其本为何？则传所谓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德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三者义也，总括之，皆刚柔也。故曰刚柔者，立本者也。刚者干之健，阳之尊也；柔者坤之顺，阴之卑也。而仁以达之，义以齐之。仁义亦阴亦阳，仁合天，义发地，而推之，则仁如春无不生，义如秋无不成。生成之道，仁义之别名也。义以仁为重，故略阴阳而详仁义。而以天远的近，人道失地，先立贞，故以刚柔为本。举刚柔足该于天人之道故矣。而就易卦爻言，虽有阴阳之分，未明其德。若以刚柔论，则显然于其用矣。刚者坚权强固，统民之见；柔者和义软脆，统民之顺。见者上举，顺者下沉；上举者轻轻，下沉者重浊。是其德相反相成。如金与土，金刚而土柔，金以化气，土以吸水。故至真之体，越见其非阳；下坠之直，越显其如质。则顺之极者反至于身，见之沉者反复其下。此刚柔之德用，足包形上形下之类，而以定其中和之道焉。谓刚不离柔，柔乐偶刚，思尽其生成之功，全其变化之用矣。
故亦以刚柔立本。本者如木之根，水之源，出于先而成于后，发于上而推于下，如太极也。两仪之判，即一刚一柔之分。阳刚与阴柔，互相合抱，而各周流不息，此所谓本也。盖两者不息，越重越深，越行越变，故万有皆自此始，万类皆由此分也。而以象言，则人阳爻图与阴爻图也。阳爻图者刚也，阴爻图者柔也。阳爻图阴爻图合则生息无穷，阳爻图阴爻图分则生化乃绝。故义之道本于世，而人与物之用亦本于世，二者不可缺一也。故阳不生，独阴不长，刚柔亦然。用之于事必兼该，错之于物必并治，合之于术必具备，魁之于礼必同进。此如夫与妇不可不齐，男与女不可独贵，而异道阳阳亦阴，故先刚后柔。先后者序也，非分也，类也，非有宣制也，别也，非有贵贱也。名此则明刚柔立本之意矣。天地上不能不合刚柔以生成，而况人乎？人物之性，故有偏于刚与柔者。然不得其匹偶，则不良于生成，不达其变化。故言人道，必其不齐，平其未平，未须计盈，头多易寡，束缚于义立本之旨。故义之言刚柔，非徒因其数而治之用，必先辨其性而事于中和。中和则无偏无过，则达乎立本之道矣。盖中和者，性之正，情之事，刚柔恰如其分矣。喜怒哀乐者，刚柔之所发，而恒易偏过，为其图顺夫情，未审于道也。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言二者等重轻，其多寡，由一夫一妻之欲也。一刚一柔，莫谓增减，则生成之德不尽，而变化之功无量矣。变通者去实者也。此与即补数亦重变异之旨，而非如前述与提纲挈领重要。然以一言，则为明数之本，义之为用。原为明天道以立人道，因天数以治人事之宜，及地利以变物生之通，则所重者亦曰时，亦曰位。六爻之极，时在位中。干卦首称与时谐行，是时者义之必重，而言数之必知者也。时者首谓天时，即春夏秋冬，一岁40。推之则日月运行，寒暑化业之意，更推之星辰缠次，日时始末之度，皆时也。而官夫是运者，有治乱之时；官夫导运者，有隆污之时；官夫方仪者，有行止迁流之时；官夫修养者，有出处显隐之时，皆时也。而其急于平民日用、家族社会及凶庆调，各有所宜所否者，亦皆时之变也。又如乡村生息、农工贸易，各有所利所否者，亦皆时之别也。则自黄帝始作甲子，将年月日定之于干支，以五行分别其生克，而后言时之道以备，则时之数弥精。此亦道言时亦恒用之。如谷之先耕后耕，巽之先甲后甲，革之己日，复之7日，及魁卦之癸，震卦之辰，皆干支之所宜，谓吉凶之所判者。是时者自天时始，
弃人时中，人时者尚书所谓禁受人时，是即皇帝甲子之类。而李王制月令更告人民以时，无非明时以示人行止，因时以指人趋避而已。去时去字，即趋避也。趋古通作去，去时犹随时，亦即与时偕行，与时偕疾。所谓先时者杀无赦，不及时者杀无赦，皆上示众时之令，亦即易道去时之教也。去时而曰变通，则以变见于天，通成于人，人以顺天。何曰变通？天视其变，不可易也；人求其通，有可去也。故前半言变，今更即通。通以应变，则击凶主于我，利害成于人，而时不谓哉矣。在卦大处时也，无妄哉也。知其哉而戒无妄，哉矣。无审，得其时则尊大处，时亦有功。此亦卦爻辞所明示者，总不外为此时之用。明其常则知其变，常变皆得，则可会通之。去以避则行止皆服于天，出处皆合于道矣。宗主附注。八卦陈列，列字不可居直干一对二之序，以为伏羲八卦依次为列。后文王八卦则变其位，是八卦之陈列。若依前者，则与后异。虽有谓但从伏羲先天之序者，不知皆谬也。此谓列者，乃卦爻之陈氏，如三画之前，上中下皆阳爻图，坤上中下皆阴爻图，离则上下为阳爻图，中为阴爻图，坎则上下皆阴爻图，中为阳爻图，震则下为阳爻图，中上皆阴爻图，巽则下为阴爻图，中上皆阳爻图。艮则为震之道象，兑则为巽之道象。此八卦之象，由其列为势而知之。故列者排列也，一阴一阳，上下排列，而成一卦，则卦之象在所排列之中。故下句即曰阴而重之，言阴所排列之势而重叠之。故干重为干六爻图，坤重为坤六爻图。以下六卦皆然，皆由三爻变为六爻，爻既加倍，爻用乃名。盖三爻之卦，阴阳难云，交合不均，则生化莫见。爻者交也，交自下为爻，故交合始见爻之用。六爻既交，爻用乃者，故曰爻在其中。言爻即在此众卦中见其用也。众卦者三才之备，而阴阳之和，三与三合，故为六位。后文有详示之者，而三位变六位，则爻与位自分。爻有刚柔，位有奇偶。爻之刚者干之九，柔者坤之六，而位之奇者初三五，偶者二四六，以其分也。故定名各异。下不曰一而曰初，上不曰六而曰上，即为房爻位之名称混也。如初九初六，若曰九一六一，则一与之混；若上九上六，曰六六九六，更不能辨矣。故初与上之称，实为爻位之异变，且又含有时与的之意。时者初未始，位者上位高，皆三段，则时分初中中，位分上中下。举出略中而中自见，举上略下而下自明。故初位下，上位中，此以一名兼两用也。由此可以知刚柔，别变动矣。
刚者阳之数，初三五谓之刚，九则爻之刚，二四上谓之柔，六则爻之柔。如是柔与刚皆可判然矣。以其位所加之爻刚或柔也，则相推如既济未济之例。既济者爻谓之刚柔同，未济者爻谓之刚柔异。是两卦所生之用大变。又如太否，刚爻皆在上或在下，未爻谓之得失所平，故谓反类之卦。其他刚柔相错，则皆相推。如九二六五谓最，六三九四次之，以九二反乎坤之六二，六五反乎干之九五也，六三反乎既济，九四亦然，而反同于未济，是相失也。故失与得，交与分，各有其利害，而正与变亦然。凡相异者相得，同者相聚，一的一聚，变化自见。此即卦爻事变之概也。系辞二字，即自名词始。如卦爻彖象之类，皆此也。凡卦出未有名，仅者其象。如乾为干三爻图，坤为坤三爻图，未有乾坤之名也。后圣始以辞名之，名之而曰命之。古人命名之意通用，如大学见贤而不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命字即名字，名与时对。称名则不得其实，故有名即可见其情，而知其动变。如有干之名，则知干之为用。干阳也而至于动，一动一静，变化生焉。故动变由名知之，而吉凶由时伴之。名以象情，时以明变，此相因而生者也。有天之名，有日月星辰之名，则知天之道。日月星辰之行度，见于天道，变于行度，则时以明。时明则吉凶定，吉在的时，凶则为时。亦以趋吉避凶为用，则必去时。此邪时随时之意。谓权意最重者，
时以变动为本，不变不动，则无时可言。岁有40，气候之变动也；日有12时，日月之升降也。人亦以时行止，依时作息，此名时为人生不可忽者。吉凶故自时变，得也亦以时成。虽有智勇，不得失时。失时则为灾省，此大处之所贵，而无妄之必胜也。大处处其德，后其机以待其时。无妄介于欲，斥其行，以赎其身。此亦道于人行脏进退之要也。故自卦爻陈列，刚柔分明，天下定于时。人道顺于变，而不失其本，存其仁义者，圣人也。性与道之所见，莫外于阴阳，莫过于太极。人道应之，以诚以善。善则性命永保，诚则阴阳不贼。故立真上矣。无妄者真也，诚也。大处者利也，道也。偏于情则害于性，偏于利则利于真。故亦以干手皆其旨，为欲正性命，保太和，而后民义，而后不为于道。此一贯者也。系辞之意，夫子以事民，而关乎辞字，上有最重大旨趣，人多未解。古人称辞不读文章，言语亦辞也，而要以名辞为本。义之辞义自明始，如卦也，爻也，彖也，象也，皆名也，皆谓之辞。有辞乃有名称，有名乃有分类，亦由人物之名字也。名者实之宾，有时必有名，故名实一体。卦爻之名，有卦爻之实用；彖象之名，有彖象之真意。此命名为义第一事。干之名，干三爻图；坤之名，坤三爻图。有阳三爻图、阴三爻图之时，乃有乾坤之名。其他各卦爻皆然。故圣人治卦爻，先命名，如父母生子，先命以名字也。名字既定，族姓已分，后人之姓氏，皆由前人名字来。此亦生生不已，如天之生物也。名故谓辞之要，言亦谓辞之本。圣人重言，如重其名，盖言由名也，必与实行相符。言者表也，行者理也。言行一致，则观其言，即知其行。行以成德为治，故行与德，本末也，始终也。言辞之所贵，即由其实行及所成之德业为准则。德业不至，言辞悉用。孟子曰：我之言，与浩然之气并论，而后闻列举之言之道，必辞之其所必等语，正可证明言及辞。而辞即义之所谓辞也。以辞之出，必有其行，必者其德，或善或恶，必见于事，昭于物，或利或害，必发于外，存于中。故非徒言也。言之即以定其是非，辨其曲直，故贵乎观，而重夫之。知与观者，亦属己，亦属人。知在己，观为人。如人之有言，我观而解其意，是观也。如我对人言，先自审查，而出以示人，是知也。知言者，言不为行；观言者，言必有志，则尽己尽物之道。中庸成己成物之意也。成己则能知言，成物则能观言。知者仁也，
观者治也。不仁则言无可取，而害随之；不治则言无可存，而乱随之。害止于己，乱及于物，皆生之灾。如孟子所谓不动心者，一则养气，一则知言，此之与观并极也。由我言谓之，由人言谓观，与佛之指观有相似，皆道功也，皆观修养者也。故养气能定其心，而知言克格于物，故心不动。以不动欲动，则万事万物无不了然矣。亦之命辞，亦与此相同。亦欲人以不动察其动也，故曰动在其中。言之辞则变其物，知其变动而我以不动待之。此即佛家定生慧之旨。定者不动，慧者察于一切动变而自明也。故大学曰：致之在格物，格物以去其弊，则物情可尽；致之以审其言，则心智自宁。此表里功夫，即在一息间见之。一呼一吸之时，万事万物同极。苟不克自定其心，将何以待其分而辨其真耶？不动心者，定之至也。定至则会矣。故名辞者，乃喻的物之情；命名者，乃喻尽物之性。得其情，尽其性，则物我同成。人至并至，则何动变之虑哉？此系辞命名，非仅为名其称谓已也。动变之源，由于生化；不生化，则无动变；有动变，即有生化。此天道也。动变既见，利害自分，而吉凶毁令，即自动变中来。此天数也。圣人明道以成己，明术以成物，则物我同尽，物我同性命也。性命行三者，人物之身所同具也。而命行无不殊，性则异也。情生于性，即由动来，未感于物而动也。故性永定，而情时动。情动则好恶爱增生，七情六欲，皆出于情，皆感于物，而莫非生于动。有好恶之心，爱憎之念，则有喜怒之志；忧乐之情，则有利害之分；祸福之变，则吉凶易数，毁令殊行。此皆心感于物而后生，非心自有者。故不动心，则物不感于我，则好恶爱憎不发于中，则喜怒忧乐不异其志，则无吉凶之别，毁令之盟，则利害不关怀，祸福不迎念。此修道之哲，能格物致之者也。孟子所称养气，亦为求其长保中和，而非如养勇之徒，奋其刚戾之志矣也。然修道者，亦必刚，如一之甘纯刚，不为物所役。夫子所谓正也阔，焉得刚？可见刚必寡欲，必不动于情也。情欲者柔之类，以其生于物好，发于事欲，而甘心中正气，乱人之真知，惑人之灵明，密没人之性命。此养气必先戒焉，戒乎柔之害刚也。刚以主动，则动不悖道，谓阳之行身。轻乎上者，气自清自净，则情欲不能害，物好不能侵。此修养者以刚致柔为本，然柔亦不可去，也柔之为道。随刚则尽其利，夺刚则见其害。此阴必从阳，阳必先阴。亦知甘主坤坤顺前者，正为人道立本，
而以人之动静之相成也。刚动而柔静，动则易失，静则有常。故纯刚则虑其，失纯柔则忧其害。二者得中，而有先后轻重之分，则静善矣。故刚柔为利本，由不动至动来。不动则柔可养刚，而不夺刚，虽动亦常静。此道之极则，在内能刚，在外能柔，在先以刚，在后则柔。然后本立而道生矣。故亦谓教世人，以动静刚柔四字，所谓本也。然其用则在能通，变而通之，则在能辨识。识与方者，辨之大则，识在辨中辨之。知识则知变矣，必有以通之，通以应变，变乃有常。如四时之变，必以岁通之，岁有常也。时虽日异，未岁则同。此变通之道，必随时为法，不独趋吉避凶矣也。时故有疑否，行自有吉凶。然圣人非图以此为教，必以时之变，明天道之有通，以人之通，因天时之多变，方不随生化之数，消长之情，而与物同进。修道者依时制宜，则有功；随时定行，则有德。而不为时，不失时，则有道。为者逆天，失者过物。过物者，何过不及言，皆失中也。则理所谓人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物，以人孝皆能尽其性也。尽己之性，成物之性，则不过矣。故不失时，如农民春耕秋获，谓不失时，则五湖成熟，物尽其力，此不过物。即能成物之力，遂物之身，而以成人之力，养人之身。如天之雨露之功，温宣之力，皆时则为利，非时则灾。故大处为时，无妄为灾。灾之与时，即由失与不失见焉。不失时，则物者其用，而乐其利。此变通之道，在于趋时也。时自天定，而人能明之，以义之所适也。亦以时系于爻位，知爻位则知时矣。成刚柔之用，知时谓之则，所谓变通者也。变由数来，通则理也。理数相得，变通之能是义矣。第二章第一节，是故亦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。仅按此节系经本上篇第11章第5节。宣圣讲义。是故法象以下至末大乎师归止，因分出，其后亦有四象。之所以断也亦分出，指录前后二节，此名义之本源也。原上有数节在前，已经遗失，但就存者，即是故亦有太极起第二章。盖第二章系承第一章而来，第一章提其纲要，是权义之大致；第二章则溯其本源，明义之所成。是故云者，承上之辞，以义之出无义，无义则无卦无爻，而无义可也。亦无所始乎？无所本乎？其本始何也？则太极耳。亦有太极一语，至今至为，在亦有字，有语无对，而一语一对，一生于一，有生于无。故义者变异之象，而有不变不异者存焉，即太极也。
不变不异，非太极之权，乃太极之先。先者无名，或名之无极，此道之所传述之词。而实则太极之体与用耳。太极之前无物，有何名哉？无极之名，不过状太极之本来面目而已。盖首章以示极动静有常矣。动之先谓静，静即太极之体，而有静则有动，动则太极之用。太极何以动？以在后天生生不已，必先动而后生，而以静亦必动，谓图静无静之名。有其一即有其二，则动者静之至而必异也。静即生动，谓气使然。气渐则已有动矣，故谓渐气者，永静不生；既渐气者，待动时生。动则谓异，生则谓有，故曰是有。有则非复无矣，亦有则万有皆成。自此有字以后，则谓有者不可尽数矣。而此有字，实最初之有。有者何？太极也。太极之体用，皆自此有字。言有用即有体矣，有动即有静始，有义即有不义者矣。故有名即有无名，有生即有无生，有与无乃分。而天地乃自此有出，阴阳自此有殊矣。故义者，言其有而略其无，明其用而藏其体，推于上下，而诉诸一，引申变化，而立其极。极者中也，义也灵也，浑圆而精明光其中，包罗无穷。大之则弥六合，小之则藏于无形，故曰极。以其至也，至极无以加，谓之太极。代与太同，太者至圣之辞，而太极者物之母，天地之本气也。故一动而阴阳分，亦名之太一，元气之胞也。道书作气，称为纯刚之气。佛所谓金刚不坏之身也，而谓气至刚，谓物至柔，以其以含两种因素，谓之元直。元直者亦名之玄，玄者不为世间所有之直，而在虚无恍惚之间。若有而不可尽，若无而有其形，若坚而非，若脆而精，此元精之所见也。而该神用，用无根，故在卦不得象之，在易不得名之。象其所生，名其所成，是曰太极而两仪分。象有之本，天下之尊，万物之母，阴阳之神。神曰太一，至清至宁，尊严无匹，为道之宗，浑伦之体，光耀太空，炼于至高，立于至中，包于无量，或生或成，达于无根，可忧可明，望之不是，救之不亲，远之亦近，分之亦真，故谓道体。玄妙未明，溯源返本，万化同清，真空两忘，倏忽有成。故太一者，神之至神。
天之真灵，系入人物之身，大包天地之外，而无在无不在也。故曰物物有太极，而莫非此亦有之太极也。夫亦有太极，以明是易卦之所自出矣。而后人上以为太极不见卦爻中，遗传所称非易经之旨，实未溯其本也。易卦自乾坤始，而乾坤自阳爻图阴爻图成，则阳爻图阴爻图何自来乎？推原其本，即可知易之有太极矣。阳爻图与阴爻图者，太极以动之象，阴阳以分之时。阳爻图为阳，阴爻图为阴，合之则一，特殊图。故太极为动，无以见阴阳之形，亦无以得阳爻图阴爻图之象。卦既由阳爻图阴爻图组成，则可知各卦皆太极所生出也。乾坤之象，初为干三爻图坤三爻图，以合阳爻图阴爻图而三之，更重为六，则成干六爻图坤六爻图，则合阳爻图阴爻图为六爻矣。三六虽不同，而其本于阳爻图阴爻图，则一，则皆出于太极，亦无不同。故亦有太极一句，乃名易之。原而推卦爻之所自出耳。且天地间万物万事，莫非有也。有则有所始，始于太极；无始无生，则不及太极。太极既成，则众有以名。故事有者，必自太极。而太极者，越动越变，谓有越众，则太极为天下一切之本源，不独一之卦爻也。一之卦爻，则盖其大者而象之，自太极之动，两气以分，而非纯乎气也。有气则有形，有形则有质，故不曰气而曰仪。仪者拟仪之辞，两仪者阴阳也，而以化象之，即阳爻图与阴爻图，谓其出自太极出，故曰是生两仪。是自有自是始之意。全意64卦，384爻，其辞中于未记之有弗失事。此事字与是生两仪是字，恰成一中一始之象，其为意至生为矣。盖未记之失始正指全意之中，既失所始生之太极，而复于混沌之前，而是生两仪，则正指全意之始，时由太极之始生，而成以后变易之象。故易字不独为文字之用，且为易之用，亦始于此事，而终于未记之事。此事自下记以生，名生生之谓易也。未记是自下无序，而前有失字，名易之中。终于失此生生之道也。生生不已，乃见易之用。不生奚有易哉？故太极一动而后生两仪，两仪之生，一切生之始也。以前无所生也，以后则生生不已。故易之用，自上而下，自易而众，自无而有，自无生而众生也。皆自简而繁，自寡而数，自微而显，自神而行。故曰易无易也，简易也，始也简也，终也易也。此四字谓全意之枢纽，而存于乾坤二卦。干之大始，成此事生者也。坤以永终，结彼未记之失事也。乾以易之，推此由易而众之道也。坤以简能，本此由无而有之情也。故易之用为乾坤者之。以卦爻不得列太极，则必自其既动之阴与阳，
以分之阳爻图与阴爻图。谓之别焉，则乾坤之所自成者也。故亦有乾坤，亦足推一之太极，素一之始终简一之意矣。两仪既判，越动越深，越分越繁。故两仪之后乃四象。四象者，一阴与阳，而有交合之情焉。四象为万物组合之始，生化出者之时。盖两仪者，一阴一阳，犹未交也；一刚一柔，犹未合也。变动既平，交合思见，以阴与阳异类，异则相慕，同则相酬。此以见情之用矣。情志之间，分离以类，组合以辞。所谓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必由其情志变之。无情志者，不生分合之感，不成交互之用。太极本动谓道，动则情志生焉。故好恶之心，爱憎之念，皆动之所为。动则七情者矣。故中庸曰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中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即太极之原体也。动则非原体矣，而情欲因之，故中也。义也，极也，异名而同体，唯有其异。斯分于中，中分则为两仪，两仪分则为四象。四象成则交合之情见矣。四象既判，交合亦多。四象者，太阳太阴，少阳少阴，以天地生物，越深越重。其为阴或阳者，越交越杂。故四象之后，即生出八卦。此八卦系三化者，为伏羲所出制者，即由太少阴阳，再加其一，共成三爻，名之曰卦。为其变化，恰得其八，故卦亦八，而为四象之备。盖天地生化，皆自其生偶，有偶加备，故太极其也。两仪偶也，四象则备两仪，八卦又备四象，非人所为，本乎自然之序也。若以次论，则当如老氏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之说。所谓太极生两仪者，一生二也；两仪生四象者，二生三也；四象生八卦者，三生万物也。然八卦不足尽万物之象，故必众之。众之则成自成之数，而64卦已生，384爻已出，而后万物可以象矣。不过万物万事，是包物中，位数甚多，而亦何以盖纳于64卦384爻中？不见其不足，则所谓象之而已。象者，象夫阴阳之气，二五之精，以素其本源，而推之可无尽也。故卦止于64，爻止于384，而天下之事物皆备矣，备其象而已矣。故卦爻不以物名，不以事称，称名者寡，取类者众。天下虽大，生物虽多，谓名虽众，而其象则止于此卦爻之数，则所以谓之义也。义者简易，简易者执其端而推之，撮其本而顺以治之，
则亦属足以尽天下之务事，故太极上焉。太极者义也。至太极之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其生生之序，变易之情，以见手卷图象中，不必再述。读者按图观之，自明其生变之由来矣。八卦之序，以伏羲所定者为本，即由四象所生之定序也。四象既生八卦，则四象在八卦中，亦有两仪既生四象，两仪在四象中，溯其本始，则自太极两仪四象无不在八卦中矣。八卦既裂，而太极两仪四象皆消，非消也，纳于卦象而已。故卦有太极，有两仪，有四象，而统之曰易。此亦有太极术语之真意，人多呼焉。八卦为重前仅三爻者，可见四象，可知两仪；而既重之后为六爻者，则不易见，不易知，为其根生更变，遂见迷其本来矣。然六爻人以阳爻图、阴爻图组成，则所谓仪与象者，人在卦中，不过非两与四矣耳。两者备为四，四者分为三矣。故六爻之卦，有三才之称。三才者，天地人，而皆偶之，则一阴一阳之道不偶，不生不成，不变不化，生成变化，必自偶来。故卦爻皆偶，六也八也，偶之本数。四也谓之始，六也谓之终。此卦爻之数，以偶生变，以其名本。故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皆顺序而无疑；而阴数2、4、6、8、10，则交错成4、2、18、6，亦尽其变化之能事。不变不足以象物事之生化也。生化既繁，谓偶者亦随之变，变亦其本来，而天下万物皆可得之。万物之生有其类也，有其方也。方与类者，皆以偶合，合而后生，交而后化。此八卦之列，动变之成，而天下之吉凶定矣。故曰八卦定吉凶。吉凶者，生化之机，所谓顺逆也。顺者吉，逆者凶。然其变也，则顺者反凶，逆者反吉，则以时的变之。所谓位也。位者，六爻之位，皆该十。十有三，位六而合之亦三。十分去来经，位分上中下，皆三也。而合乎三才，则亦如初与二为地爻，五与上为天爻，三与四为人爻，二五天地中，备刚柔之德，兼阴阳之道。故人有性情之别焉。性情者，力争之本，力为用，争为体，内外之道也。而吉凶由此见焉。盖数者，天时所定，地利所宜，为人是应之。人外无所谓吉凶也。吉之谓利，凶之谓害。本于情言，则利之所包也。利者，行之所见。若真则以守为本，守正则无吉凶。而亦有之者，欲夫实谓之变耳。变则反常，非常之时与位，其德皆与常者异。故太否二卦，谓反其类，以反乎正也。正谓太，反正则否，否之为行。小人之利，君子之害。太则反是，故吉凶之定，由卦爻定之，非一定不义者也，必是时位之所合焉。八卦虽有常位，而无常时，
以其动变，则反其常。故常者由人之恒情，变者由人之病态，不可痛也。八卦故以交合矣。动之则交合亦多，则其动变亦大。动变者三位之阴，以其本三爻也。过三位则谓之阴，有主与客也。亦往来，下卦往，上卦来，其行异也。如主与客相向而行，或相背而驰，其行皆异，其所感者亦殊。此吉凶之定，必合时位变之。时位者卦之代用，而以位为贵，下位与上位，或曰内外，皆包主与客，来与往之情，则得正者吉，失中者凶。此吉凶于常时亦有异也。吉凶既明，则所行为者自有所责，则其宜而就其变，则事半而功倍。故曰吉凶生大业。大业盖一切得业言。与后文圣德大业对举者略异，以大业包括至大之谋为，即大功大德所成者。大之义，义之为用，原众人道，以人和天，斯谓得业之本。而凡百位，莫不由是治其成焉。故国有事必先补之，下此者亦必择其时日，辨其方宜，明其利害，欲知其得失。故吉凶之术，必先审焉。吉也则动，凶也则静；吉也则进，凶也则退。行止之师，居出之范，皆以卦测之。此义之贵夫战也。而其要人在时位，时位在夫常变，利害之别，在夫先己，亦以教示之，则动定有其则矣。故吉故关乎得业，凶亦有所备焉。治其成功则天也。谓时位不可失，失则为天。天之所与必成，天之所否必败。圣人乃以易卦示之。卦爻之动变，天之数可见矣。宗主附注。第2章系辞指明圣人作易之所本，以太极之变生八卦，以河图洛书之推衍生术，以神物师归之利用，生卜筮之术，而兼观察天地之德，象日月之光明，四时之变通，万物之成用，以定为易之卦爻辞文之志，为器用典则，以作礼乐，以明道德，以兴事业，以者正交，皆有所本源，非圣人自谓之，而必圣人方能取法焉。故象形以为物，象气以为术，象道以明用，象神以通灵。凡天地已有者，皆象之以卦爻，生之以辞文，演之以卜筮，教之以道义。精粗具备，明用以变，大细兼者，人道以立。此义之作，圣人之功，义之成，天下之利也。天地不为人生物，而人必赖物以生以育。物虽赖天地生成，而心依人之选择取舍，以见其利。此天地人物四者，相须以生者也。无圣人，则天地之道不明，物类之用不显，神明之德不昭，而人生之不全，物欲之不达，神用之不大，则得业不立，性命不顾，生化不备，则人道苦矣。故圣人者人道之师，天神者圣人之师。此三者皆尊，天尊于自然，神尊于变化，圣人尊于智慧。谓其先乎圣人，不得知天神之妙；后夫圣人，使得明意象之精。
是圣人之功在义，其教在卦爻，其义在辞文。中有术与理，道与德，行与神，性与命，而皆存于物。物表也，而术者在理。故卦爻亦物也。物相杂谓之文，故辞文物之精密者也。谓易以易简括繁，难以一统无尽。以明察幽，以尽孝远，则必有所始。始者何？太极也。极者至也，义也，忠也。故亦有太极，而后八卦生，而后64卦成，而后384爻出，而后吉凶定，得业成，而天道已始，物情已者，而后人道已立，民生已备，物力已宏，而后国德而治，天下德而平，世界德而恒永不坏。此义之太极，极乎一切矣。极乎一切，而无不备；反乎原始，而无所余，则贯通上下天人，含如万事万物，莫不在此极中矣。仪者行也，象者象也，卦者卦也，爻者交而效之也，皆会意之名，而非定名，则以意之所向，皆取其类而名之，有统名也。阴与阳曰两仪，以阴阳非物也，非气也，非有定名者也，而或谓物，或谓气，或谓术，或谓形，或谓神。凡在后天者，皆分此二者为类。如干为阳物，坤为阴物，其为阳数，偶为阴数，男为阳形，女为阴形，神为阳神，鬼为阴神，皆相对而成名与类者，故谓之仪。由形也，模形者作以象物，非真物也，故两仪非名，而谓拟仪之名。象与卦爻亦然。此前章所谓命之者，命之名耳，有名以便称谓耳。天地既判，阴阳既分，则生化之机已显，则所谓仪者、象者、卦者，皆由此生化不已，各成其类，各谓之群。故曰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言莫不属于2者、4者、8者之所同或异而已。天地之先，浑然无有；天地之后，芸芸并成。是其本始者，必极简，至单纯。此即太极。此太极犹未动也。动则分而二，则两仪生矣；再动则又为二，此4象生矣。3动又各为二，则8卦生矣。自太极为奇，而其后皆以偶生。自8卦以上，谓一阳。一阳之和，则皆生二，而其后则由8之自成，以一变8，而64卦成矣。故8卦未生，64卦未成，以其分合日繁，谓以与群者日离。故一卦8变，而取卦6爻。6爻者众卦之体，8变者变卦之用。是由天地之后，万物生生不已，不得复如前之纯以简易。阴阳既错，五行已生，生成既分，奇偶兼具，故数之始为一。而合图之生成则一与6合，盖不合不生不成，生之而又成之。物乃有形气之权，生者气之存，成者形之具。苟生而无成，如人流产，如物夭折，不得谓之生也。故数必有奇偶之和，而生必依天地之和。和合乃见生化之功矣。故变者生于动，
动则异其原形，改其本相，而又生出一类。此天地生化，皆由二五构精，而所生化者，皆被二气五行之元素，形与气亦拟仪之名，谓之气者，以对形言；谓之形者，以其流走无定也。故五行行于天地间，欲之成物，合之成数，而微妙复杂，以与原生时大异，则以其动必变也。故一卦六爻，周流无已，非仅限于六位也。故卦有八变，六位之外，于一变已非原体所生，故称曰魂。由魂归魂，皆气谓之，而自有其方，则依气之所合耳。物中反是，道行反本，故有者必归，归而后复于原体。此行之极必止也，动之极必静也，正更往来之谓也。而属于八宫卦序，则全依洛书之方位。洛书九宫，中央之外，所周流者八宫，故八变而复合中宫。此太一之神所立也，亦即太极之象所包也。故极之始包天地，极之中立于中央。人物各有此极，事业各具此中也。推而演之，其妙不可尽数。第二节，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；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此系经本上篇第11第7节。宣圣讲义，义之所使，有仿于天者，有仿于神者，有仿于造化自然者，有仿于性道本来者。故首节是其所使自太极，以推八卦之由成；次节着其所法自神物，以尽理数之变化；后更本天道与性命，以阐义之玄微，且旁及鬼神与精魂，以广义用之神妙。此皆圣人之所取法者，而象之于卦爻，演之于图表，示之于文辞，使后世之义之道。大义备矣。上观天象，俯察地形，明镜人物，幽及鬼神，推其变则六合无外，反于本则退藏无形，故义之为用神矣。而其大焉者，天地日月，山河动植；其妙焉者，性道精魂，机偶变化，故无论矣。就其本始，则八卦之出，卦爻之成，外有其象，中含其数，内存其气，为通于理。此形象精气，有表里之分，而道气理数，有为显之别也。故自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，始见一之为表者显者，更由神物变化，河图洛书，亦见一之理者为者，则数有所本，气有所行，理有所欲，行有所成，精有所记，神有所灵，非图谓吉凶祸福言也，而吉凶祸福在其中，非图谓占卜推测用也，而占卜推测复焉。故法象者义之所重，图表者义之所宗，天者义之尊，神者义之灵，为接者于卦爻，达于文辞，推之于数，验之于气，玩其理，则得其道，明其奥，则知其妙矣。是故天生神物以下，均指天人气合，义道以明。天佑其神，人悉其臣，臣民所至，乃通乎神。故人之灵者谓圣，圣之至者谓神。
天也，神也，圣也，其灵异也，而行异焉。圣人天所生也，有其本来之汇报，与神通之灵，致其性中之灵，达夫天地之真。此拔于萃出于类者，非尽人所己及焉，故以圣称之。而天道自圣人明，人道依圣人成，故有其本始矣。亦特述其原则，可见义之治，非人之功，天所起也；义之成，斯人之利，天所事也。天者至尊而无位，至高而无形，至神而无情。为者于物，以见其所为，显其所行，达其情而启示于人，昭其灵而复济于物。故有神物之初，而天可通。神物者，物之神，非尽物皆神也，亦由人之圣耳。人之圣，使能知物之神，天生之矣。为人则知，圣人之治，合乎物之情，而基于人之道也。神物者，非怪异之类，目言实语，怪也变也。神者，聪明正直而一者也，不与怪变同，故显其形不为淡，视其象不为奇，以其合于理，真于术，其气至和，其精至纯，无害于人，无毒于物也。故圣人不相害异，不畏惊惧，且得之为宝，敬之如神，则以其与性命痛焉。天道义也，由龙凤之祥也，知草之瑞也，必与圣人齐而后出焉。故曰神物天所生也，而其为用，亦必有造于人，有功于事，有益于时，有重于物。故圣人取则焉，而其罪者，即河之图，洛之书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规，非龙龟之所为，天之命也，神之灵也。故圣人观之，而定义之术，而成义之用焉。此河图与洛书，皆术之所本，天地生成之所虑寻者。正如太极生两仪四象，有其自然之序，发乎自在之情，动乎无畏之形，不可易也。易则失其用矣。故曰神物天所生也。天地变化者，风云雷雨星辰，山河水陆，一切变动，皆是也。而圣人孝之以卦爻，爻者孝也。因交而生变化，以爻为交，又为孝。孝其变化，以明阴阳消息之术。此天地之所事，人道之所感，有关乎行止者。故义之道以此重，重其动变，明其吉凶而已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则40寒暑，风云汉辽，星辰之度，日月之行，有其常变，见其灾祥者，皆关乎吉凶祸福。圣人象之于象数，视之以变异，则卦爻之推演，皆以位名时，以数名气。气有盛衰，数有消长，时有善恶，位有当否，皆义之所者。为人道之所施者，是以人道必本于义，义必本于天，天必变，而变见于物。人随时，而事因其变。故术者，事业之本，德也，道也。依术以立以达，而术首见于图书。此图书谓言术之始。太极谓名象之源。象与术者，义之代用所存。64卦，384爻，无非象亦无非术。不过象中有象，
数中有数，推而演之，不可尽矣。河图洛书谓数，本体用之纲要，详深化之根源，以见首篇图像讲义，不在数。第三节，是故法相莫大乎天地，变通莫大乎四时，玄象者明，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，备物致用，立象成器，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，探则所引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吉凶，成天下之伟伟者，莫大乎师归。是故师之得元而神，卦之得方以知，六爻之意义以共。仅按此系经本上篇第11章第6节与第2节前3句。宣圣讲义，法相者前所谓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即第2节天垂象见吉凶诸语，所指以其形有法度，指有常经，行止之间，者其变化，皆可象者，故曰法相。天地之大，无物不备；天地之气，无时不周；天地之术，无处不招；天地之道，无事不有。故言法相，必自天地，而其下者，则莫能过之。而法相之所重，亦即易用之所先，亦之卦爻象也。而必取则于法相，取则于天地之法相，谓其变而有常也，异而不二也，通乎一切而可知也，合乎万物而能神也。而莫非道也，气也，术也，理也，形与象也。形象乎其外，气属附于中，道则行于其间，理则存乎其变动。盖理与道，体用也。言道者是其总名，言理者述其条目。圣人言道不言理，后人言理不及道，不及者不能通之为义耳。故一言信道，即后人之信理。理者如人之血脉，万脉并行，而其为血义也。然自有其义焉，则所谓文理也。如木之身，或干或业，皆有其文理。此文理者，生生之源，上下之所系也，消息之所由也。谓之为道，亦无不可。若与数同位，则宜称理，而不宜称为道，以其为物重，谓类多，密而有章，往而有复，果谓之道。恐人疑道不若是其反也。故理无尽，术亦无尽。术之所成必以理，理之所行必有术。此合于法相者也。若非法相，则术不及理，理不服术，异端邪说，神奇怪诞，徒以术害世，而忘其有理存焉。此后人言理以正术，实儒者之宗法也。道之末流，及其他不正之教，则昧焉，谓其原备于道也。道以生理，备道无理，故术象不可谓法，言辞不可谓典要者，失义之意。义之言术必该理，义故重术，而由重理。元亨利贞，理之纲也。仁义礼信，礼之名也。皆附于道，见于信。信命所由昭也。命者术之为，信者理之纪，行者气之行，思三者人之身，物之欲，谓其本也。故气至则行立，术定则命见，理明则性成。所谓一阴一阳之道，推而演之者也。诚信存，即指此三者。故二存字，一指存命，一指存行。
后人无能视之者矣。夫义之为道大而备，皆仿天地自然之象，万物生化之情，而犯之于卦爻者也。故天地之法象，即义之卦爻，而40之变迁，即数之变化。数象本乎造化，变通因于40，此本节首称法象与变通，皆仿自天地40者也。天地之道，变动不居，由40知之，而40成岁，周而复始，则变者复于常，动者有其尽。何言之曰变通？变指其动，通言其常。通者通于一切，谓其简易也，谓其一也。简易则适于变，易则归于常。此40中始，永如斯也。春夏秋冬，温凉寒暑，天不二也。人物感之而有异耳。故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乃物之生，非天生之长之收之藏之也。而人亦因之。人与物复于地，以生以育，以衰以死，虽数之修短，
不同，而行之生化则一。故一岁者天地之纪，物之为变而不息；百年者人之期，天有其命，予以数而不可为，谓其变也。然有不变者性也，理谓之主。故气有消长，形有壮衰，命有夭寿，非天谓之，乃自感于时也。如草木感春温而着芽，夏暑而繁秀，秋而成实，冬而枯凋。其所感者天时，其所变者物体，此皆变与通所包。通者变而不失其本，故通于性命，通于天道。守其一，执其中，则不随时以生死。此通自谓道公所重，即达也。达乎一切，不囿于静；达乎变化，而有其常，则天地同纪，岂时之能与易哉？故时也者，顺之谓生，逆之谓害，知之为利，通之为道。所贵在能通耳。前章所谓变通去时，正是此章变者时，通者一时，时乃天道。用天之时而不为道，则时利于人，此德业由时利也。因时以生，备夫天道；反时以行，利乎性命，则时者贼也。草木同腐，鸟兽同进，一时谓之。故去时者变而通之，为时者徒逐其变而无以通，以立于岩墙之下，而不知壁；设于险境之旁，而不知止者，就不在墙与井也。时亦如之。时之宜者，康庄平地；时之不宜，岩墙险境。合则合从，贵乎能通。通则远其害，受其利，行于善，止于恶，以长保其道，正其性命，保和泰和，则前之所谓干替者也。故变通者以天道之变，是人道之通。通与变皆道也，皆义之用也。日月运行不息，有朝夕明晦之分，有冬夏寒暖之意者，天也。而人因之以定其时，此人之时，合天之时，以天之象，合乎人之象，义之所谓，即在于世。故法象不空玄也，变通有时用也。知之者圣人也，圣人则知，非为己也。将以有事，言如天之生物，不自私也；德之载物，不自令也。故义道以人道为重，天地之道，垂而不用；人之道，用而不穷。故三才之称，备于卦之六爻，六爻之极。天人之道备矣。天以神启人，人以物名天。此法象之必因物者，因人名天。人则有而不知无，物则知而不有。此虚实之意也。神在虚实之间，谓之导焉。如图书者，物之显；而数则神之所示。如师规者，物之用；而灵则神之功。名图书之术，知师规之用，则为圣人耳。天垂象者，曰日月谓之纪，星辰谓之列，风云谓之动，寒暑谓之用，皆因天时，及于物，显诸数，统名之法象。故曰玄象者名，莫大乎日月，谓日月之象，在其名也。名生于日，而备于月星。月星之名，即日之名，在卦为离，如火的镜，谓名出地上；的火名夷，谓名入地中。
可见天之明以日明，羿之明以黎明。干谓天，而干非有明也。天以日明，此后天离代前由来，离由前也。何其时谓之坎？乃成日月代理之象，故民间日月言。月则象星之一也，月又近于地，比星之名大，是夜间之月，有如昼之日，不过有热。
与无热异耳。离为火，故日有热；坎为水，故月无热。无热则无生化之功。此月之名，不关乎四时寒暑，而万物生长收藏，不随月之圆缺硕晦。可见天之明独日者其功，月则为有待明之力。待明者，人亦能知，如灯烛之光，时至今日，更用电火之照，其明于暗，公教月或过焉。而在古习，则以月为夜明之最者，习有朔望之分，圆缺之别，不克如日之永不暗也。然月之圆缺亏盈，亦有因于人与物者，如海之潮汐，人之血脉，鱼之聚散，花木之疏密，皆随月而生其异同。此则明之用也。明有其力，如灯之光，亦有力在。射风袭之，则失其力；物障之，则失其明。如日月之时，及云雾之蔽，烟霾之隔，皆阻其明而失其力，是变相也。变与常反，此所谓玄象者明，指其常者。如卦之既未既尽明夷，其最者，既既离在坎下，成其蒸腾之用；未既火在水上，成其交际之功。尽以日生地面，见其光明之景。明一日入地中，成为晦昧之象。此时之所异，明亦随之。故天象之于时，谓常变之所本。不得执其常而忘其变，更不可害其变而失其常。此法象云者，必有法度以成其象耳。卦爻者法象也，而亦欲常变之行，亦一意间，常者变矣。此太与否谓反类也。太否皆一干一坤，而上下疏，其象乃反。诸卦多如此，故以卦象日月。正如人在地上视日月，日月之升，人见其明；日月之坠，人见其暗。日月未改，而其行有殊，则地上之人有向背之意也。向背也，远近也，皆不类，则直不类以谓日月。又恶之日月哉？故变者贵乎通也，则变异常矣。此时用之所先，4时也，12时也，皆不同，则其成用自别。然为时故多变，而谓天者有常。朝夕虽不同，而今犹左也；春冬虽不一，而后犹前也。此君子通变之有道矣。观日月之明，知昼夜之有异，验日月之力，知近远之各殊。此玄象之可贵，而在人之能会通耳。崇高莫大乎富贵，此与至关重要。人以为富贵之人，崇高于众，为人所仰望，此世俗势力之见耳。其义之所谓哉？此所称富贵者，富指大业，贵指圣德。及后文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。圣德大业至矣哉？所称既名圣德，则其贵已达乎天绝，而非人间禄位可知。既已称为大业，则其富已备有万类，而非人世财产可知。盖位者德之所寄，有位必有德，无德而有位，此窃天之命。位害必大，故位非贵，德乃贵。贵德以为人，行人以立身，此天道也。意亦如之。有才者必有用，无用而有才，是贼物以利，未央以多。故才非富，用乃富。
此一节与后闻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节正相表里。首谓以人，天地之生机所存也；具人以才，天地之利用所在也。故称为崇高。此意见于太与同人大有大处数卦。太之才成，同人之余也。即
大有之丰于物，大处之欲于德，皆明天之以为贵人，为其能人民也；天之以物复人，为其欲物也。操天地生成之权，握人物发育之柄，则其崇高，孰与比哉？故辞特皆出之，则以富贵者福也。天所与也，天与之者，将以待天，而大其生生之德，共物而成习习之功也。生生不已者，天之正；习习相通者，物之利。此富贵之所能为，非富贵则有志未逮。故欲挂见其志，无忘明其意，欲之愤欲，而重治理作乐，以有为也。非有其位，不得以礼，不得成乐。中庸一言及之，而尤重在德。有德始称其位，而称贵。贵以位为表，以德为内，内之不充，表将息存。无妄之物语，而重在阴历之宜，与太之府相天地之一正一义。有物则有利，有利则有用，用与民同，利与物共。不思其财，则财皆生利；不思其利，则利尽合意。利用集于万物，物亦同成，此成物之至也。亦见于中庸成己之人，而后贵；成物之至，而后富。富贵之名，乃服于崇高之欲，非为图居高位为贵，图有财物为富也。且夫天下之所以运者，有其动力，或曰是焉。所以推行之以无限，进展之以至速，其力为何？曰位与财。位者在上，命之以顺，如风掩草；财者后积，散之以方，如水行舟。以圣人不轻视之也。有位以先众，则天下从之；有财以养民，则万事举焉。故谓之贵。贵在能令，有才之富；富在能用。守位不失者，必有恒德；守财勿散者，必有令心。恒德为德之大者，令心为害之先机。故令于财者，亦必令于德。令于德者，虽有成也，图益其久，则被夫义之道也。贵而有德，则能下人；富而善用，则能成物。此一往一复，恰相应也。尊者以自卑，积者以自散，乃服道用，合天时者也。天之寒极而自春，暑盛而自秋，以成其平，此能散其机也。道以虚玄而在于日用，深为而通乎人情，此高而能下者也。义之为止，正失此理。天之生物，非为人力，而人因之成立。此人道合天之德，而克充其用也。然必自圣人始。圣人为人中之灵，其性不为天，情不悖性，命不立数，行不贼命，心常清明，志勇宁定。故顺乎天而无畏，乐乎道而无求，行乎中庸而自深远，通乎常变而守其极。故取物之责，以为人之用；因物之利以成器，物有其利，而人用之；物具其利，而人弃使之。此人与天地齐，圣人之行也。圣人非必富贵也，而富贵应属乎圣人。盖非圣人无以成富贵之名，非富贵无以广圣人之德。古之易事，故多淡泊名利，遁隐草木，不求闻达，与物浮沉。
其胜者恐富贵之污己，去之勿速。房事谓之败德，避之勿远。为胜故同，而其为德则异，以其昧于天道成身之德，又于一世独善之说，自屈于寂灭而忘人，徒乐其生死而小道，斯非义之所称圣人。义之圣。
人分为大人君子，德位并治者大人也。有德而位不逮者君子也。此所称圣人盖二者，而多属有位之大人。有所作为以为后世师，有所见术以为天下法。不以难而自化，不以苦而自修，则天之生生不穷，日月之旦夕恒明，星辰之钟古今空。四时之历岁迭迁，寒暄温凉如其时，风雨霜雪如其岭。无位而无不位，故人物生焉。兹习凡欲，正骨如斯而无绝焉。此天之心，圣人亦以为心；天之功，圣人亦以为行。故有天生之物，则知其德而备之，以治其用。览于物之灵，而通其神，取其象以成义。取物之利，以为天下利；本物之用，以成无人之用。天不虚其生物之心，德不废其育物之力。人则不负天地生育之功，及物之生长化育之性，而后人以治其德也。物以达其利用，此圣人之为圣也。圣人而富贵，斯不备崇高之好，大哉之赞矣！圣人之德同于天地，公和于日月，用尽于万物，利普于天下后世。此自义教见之，而其为义，非图画卦志爻系辞命名矣也。必有其实用昭于众，有其大业明于物，有制作文物采于天下，有正教礼乐垂于后世。斯推义之道，即义之用，仿于卦爻，拟于名词，而后者其所谓，抵于有成。此后文术庖悉是制作权章所指者，莫非圣人以义成用，以象成器，以卦爻成立者也。故彼处备物致用，立成器立自下，应托有一象字，言立卦象以成器之形。如火封鼎，取鼎卦之象，成鼎之器，而以为烹饪之力是也。其他各卦立象成器，大都类似，又不独成器为利益也，更推而成用，至为事功。如水封井，因井卦象水在木上，以为集水之器，且因集灌之力，民众同集，又推为事物之用，以便民交易之行，增民生养之力。此事功与器物同其理，皆圣人取义卦爻之象，参诸天地生成之德，万物生化之情，而尽其用，治其利者，圣人之于民物，其功德莫与大矣。然圣人不自谓功，不自谓大，而立其志于卦焉，起其意于名词焉。此义之成，必圣人在位者，盖天下之物众，美丽无尽，用意无尽，就物以心力以备用，或有难尽，故必设象以总括之。有一象足该万物万事之行情，足容万物万事之利用。谓卦爻名词皆其类而已。凡此类者，皆可通而易之，不谓其繁多，不逾其复杂，不胆其幽邃，不计其巨细远近。苟以象衡之，无不触类旁通。此所谓易简之道者，即在以一喻万，以寡包多，引而生之，有不尽矣。故记之曰：深则所引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伟伟者。云云，皆述圣人之于义，将以网罗天下事物，提切人物德业。凡有名有形，有身有成，及一切作为行止，利害祸福，
无不以义治之，而其所宜一则师归也。师归亦生物，天生之以为圣人用。圣人通天之神，明物之灵，而后置之于用，此义。之所本，而卜筮之术所由心也。卜筮故非义之待用，古人则有赖焉，以决疑，以择行，以立德达道，以治世立功，
故卜筮者，亦知是名以神道断人事者也。所谓探则所引者，亦几乎此。则者凡所分云之谓，引者玄为奥妙之谓。探之以达于一，所知以及于民。神者为而人则显，事者杂而道则易。易与显的，则天下之理尽矣。即以师归之灵，卜筮之术，足以探之所知。是人之灵有资于物，人之智慧有合于神明，为之显。凡之一，思义之道也。而钩深致远，亦有此意。深者不可测，远者不易达。幽邃谓之深，辽阔谓之远。而钩者钩机，如以钩钓鱼，鱼处深渊，人不得而捕之，则赖钩钓以出之。钩之如玄物之具，举其端领，则纷杂皆成条理矣。智者诵而达之，来而尽之。如运物于异地，遗弃于他处，必有以致之。故智者自此至彼，由远而近之谓也。大学智之至自与此同义。智由智也，而必有所及，谓非自智也。自智曰智，待于利曰智，人物之利，智其谓智曰智。智远由达远，言使近者达于辽远，无所阻也。钩深则不显者亦成，智远则不近者亦至，必有所异。异于义，异于师归，义起其道，师归是其方。人与物合其智力而已。为何以必探则所引？钩深致远，盖将以明。是物之以否，与行止之吉凶，而成其德业耳。故下记三句，即言义之所重。人与第一节吉凶生大业相应，大业生于吉凶，则吉凶必有所定。吉凶既贵先定，则所以被未定吉凶之师归上矣。师归之功，足以探则所引。钩深致远，未能以物明神，以灵与事，即显其不显，明其不明，达其不达，成其未成。而神用之所使，及圣人得业之所者，皆有赖于义，有待于师归。是师归者，义之待用所存，而为义言述之本源，与河图洛书有同重也。下所谓委委者，委委二字之意，即委曲进制，此古人常用之词。如诗委委文王，委婉曲折，无不周到，从容绵密，无不契合之象。盖天下事物多矣，各有其情性，各具其功用，各极其繁杂幽深之态，各别其生化动变之形。有不可据之，不得骤明，不能尽悉，不堪盖举者，唯亦能明之知之，悉之举之，为其有师归以达其情，决其奥，搜剔其毫末，陈列其端绪，为其能探以所引。钩深致远也，为其能委曲于事理之间，婉转于物情之内，而得视其利害，辨其祸福，以定其吉凶，彼成其德业也。故师归之用大矣，而不依圣人之之能，而必本义道之简易，而必合乎天，气乎神，致其灵于物，昭其理与术者，此义之象。包夫术器，行以利用，通乎天道，合乎神明，而自圣人取法为始。法则虽起于天地，规范虽存于图书师规，而取以为用，因以为利，则圣人也。故委委者物也，一人也神也。
亦术与礼也。文王有其不以之德。亦道有其不习之功，故皆以伪称。斯古人命辞之为止也。诗与龟皆天生神物，而特具灵性，虽物也，而通乎神。人之欲通神者，必极之以探天之术，知神所示，明人之命，知时所合。故诗之用见于事，龟之用见于卜。卜筮者，人与物合其灵，以皆于神之气也。诗草生而有文，自成其数，如图书然。故亦图书之序也。龟本灵处，遇水源龟，洛书之所显，而其为类非指原龟。凡天下之龟，皆有其灵性，者其神兆。就龟而观之，则得其所示之机；至龟而卜之，则明于所因之数。故易之道，必以师龟而后大其用，谓物以数告人，而能弃于卦爻也。叠诗之法以见后不坠，而关乎师卜各数，是有传者，由来久矣，非尽龟之灵耳。以人之诚，托物之灵，通神之德，三者为一，则天命如会，天数如列，一切可指诸掌上。盖诚在人，诚则明，至诚之道，可以前之。所谓见乎师龟者，诚之者也。诚则一，一则神，神则无不知，无不能。此人性之所存。真之必依诚而后显，不诚则避于物，障于事，发于七情，训于六欲，而莫能治其一，则不灵，不与神通，不达于物，不感于术与礼，不顺乎性与命，则气先逆。气逆则灵敏以薄，知觉以乱，则心失其载，而外见诸行。故曰诚于中，行于外。外行者善，则显其善；恶则显其恶。五官百骸四体，皆有其为，斯谓之象。气象恒相应也。气正则象安详，气乱则象昏塞。中外之相即也如此。故圣人先固其中而立其诚，诚中义也。由体言曰中，由德言曰诚。故诚者生之终始，始于诚者天也，终于诚者人也。人皆有其始，而先克有终，则圣人教之，始复其性，而归于诚，则明道未极。明道者先明术，明术者先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。此之自合经粗表里言，故通神之前知，知之至也。佛谓之神通，即论语之命耳顺，从心所欲是也。皆会也，灵也，不诚则不能治焉。故圣人数义，以师龟卜人之知，匡人之不逮，及物之灵以益人，师神之德以解惑，则义之卜筮上矣。师龟之用，皆义之所属，而以明乎术，知乎者也。义之象卦爻，亦谓明术之时，而不可尽天之道，则有待乎师龟。师之取术，非如卦爻，故别有叠诗之法，而取象于岁、周天之数，
360，岁之为日，亦360余，是岁之数，即周天之数。以日周行天一度也。周者圆周，天行圆，故包一切。得之为象则非圆，虽在天中，有若卵黄，谓行圆而非真圆如天也。盖其成用有缺，则其位数不圆，圆则无缺，如月之望圆也。而前后皆缺，月之体故圆，谓名则有圆缺之意。得之用亦然，谓体若圆，谓德则方。方者本乎洛书，4于4正，谓方者8，故曰天圆地方。方亦非四方也，如洛书8方。又如方形之器者6面，其数皆偶，天圆有其。故周岁之日，300又6旬又5日有其。而合之下历，则有闰也。师之法乎天，故曰师之德，圆而神。卦之法乎地，故曰卦之德，方以之。此师与卦之用，一圆一方，一神一之，互相因也。合之乃得天地之全数矣。不曰数或体，而曰德者，正以其为象耳。象则非其物，而卦之象地无以用。言的体不可量也，的数不可得也。故以卦象其德，而自成方。此地方之说所本也。方也者，以方定宜，以为民用，则水陆之义，南北之殊，高下之分，气候既差，得用自别，形式既异，数理一分，故圆者得其浑然统名，方者纵其个别属名。此师之数圆而神也，卦之数方以知也。神也者贵乎通，知也者贵乎悉，师合乎神，故达天德；卦合乎之，故明地利。天高不可及，所达为其神，而统称之。的卑可辨利，所知可尽其方宜，辨其生物，而悉明之。此其意耳。神以取无形，知以察有质，神以通为，知以气显，神以尽形上之道，知以极形下之气。故一神一之，天地之道备矣。此师归之用，与义之道相以相成，不可却异者也。亦以爻成卦，而卦爻各有其用。合则卦之用，分则爻之用。爻虽分而分中有合，则时位之所观，主客之所别，来往之道之所变，消息之数之所明也。故六爻有其异焉。异者与德，同而不同。德者同名，异者异类。故卦曰德，爻曰义。义由利也，用之宜曰利，理之宜曰义。此理数义名，理曰义与利，用义也。六爻自初始至上中，中始之外，位位者4，位时者3，时3位4，乃爻之要义。位体乎地，故偶；时本乎天，故奇。非仅指3、4两爻言也。凡六爻皆有时3位4之变，而其实用则自2至5爻，3、5同功，2、4同用，一奇一偶，而3、5合一偶也。故位多于时，时以去来经分其序，位以上下左右分其别。上下或亦称前后，且曰上下横前后数，其实异也。时位相随，方宜以变；时位相失，利害以明。故得之者刚柔协和，失之者阴阳乖戾，谓先后天不同也。
主客往来不一也，升降消长不类也。而爻皆有以象之，象其用耳，象其用使之所宜否，而定其进退行止，视其吉凶毁令。故曰六爻之意义以共。此意自与前简意义自有别，言褒简意变异，而重在明其变耳。变则无常，无常则难明。而文爻有以明之，明之者共之也。共由公也，公诸大众，民告之也。古者献纳曰共，赋税曰共，皆以己公诸上之意。六爻以所有时位，明示其利害，以公告于卜筮者而无隐。此则义之所以通神明，天以示人，有必资于爻者也。六爻初上无位，故人不及。自2至5，人道始终。3、4中爻，人道表里，刚柔消息，于此见焉。故察其所占，观其所处，立其所因，则行止进退之道必矣。盖束缚于爻，气存于象，理喻于上下，用为于时位。卜得其一，则知其余。故曰义以共。言自下而上，自近而远，自卑而高，如共也。而各尽其变，变而不为于爻，不利于象，不失于时位，则共者得其利，有其功，大其德也。如国以共而富足，民以共而安和也。本乎自然，出于本心，则无怨无恶。据之以道，取之以度，则可大可久。此六爻之用不匮，而全卦之德无穷。卦以爻成，爻以卦据，如明与君，如仆与主，各尽其职，各守其位，则卦爻皆是乎道矣。宗主父主，法象二字，最为精要。凡有象可观，皆象也，而非法象。法者有定有则，永久不易，有纪有度，可以稽计者也。如人间法律，有一定规范，使人皆能知之守之，遵行之也。故法象自天地未始，举凡天之所属，地之所有，如日月星辰，风云雨露，山川草木，禽兽虫鱼，亦皆有象可记，有数量可稽，而附于天与地。是天地者，法象最大者也。然既曰法象，自非以其象贵，而在因其象以为无人法，则何在？在于义。义之取法何用？用以明道术。道术者，大之迷于六合，小之藏诸一心，以人物之身，而有性有命有形，皆法象也。皆仿于天地，适于阴阳，合于鬼神，通于上下。故心谓之载，身为之辅。心身者，由天地包罗万有也。五官百体，气血精神，无非心身统之。亦以人道为主，则取法天地，以明人身。天地分于太一，人身分于太极，义也。阴阳者，生活之总纽，而大细无不有之，则由天地之有日月山水也。气之所行，行亦见焉；数之所附，命亦记焉；性之所存，道亦喻焉。故道者通天人，性者达鬼神，行与言者则该夫礼，体与用者及其数。数也者，与身俱身，一定而难易。然气有一改，数亦变焉，则由轻乎上与轻乎下有别也。天地即二气所结，轻轻者上升，
重浊者下沉，则以善与恶为变，此分阴分阳之欲也。阴恶而阳善，故上下异其趣，而归宿异其位。归者如水就下，恒亦动于恶而趋于阴。唯有圣之之事，知性之宜高，道之贵上，则逆行之，逆则为反。归言反其归趋之道也，故曰亦逆数也。既逆其行，亦逆其数。逆则超乎数，而达于无生之身，此先佛之戒，必由修治之。亦之逆数，自其象见之，即一卦六爻，不自上始，而自下始，由下以上，越进越高，此为反天道之行，而以求是于性命之真也。物之为用，人用之也，而用有其利，知其利者为圣人。故重在圣人之能发明，以为天下后世利耳。如上古穴居也安，有巢氏始发明巢居之制，则仿于鸟而利用木之。上古如毛银血，生食诸物，遂人氏始发明取火，则因木生火而得熟食，即取宣之利。后继教民架墙，使有五谷。皇帝教民公事衣裳，使得安居蔽体。神农尝百草，使之药物。其博论病理，使之医方，皆所谓备物致用，立象成器，以为天下利者，而皆先得之于义，后闻义以详述其原本意。此圣人之能，而取法乎天地，因利于物者，故德业日大，富贵日隆。富贵德业异也，故谓之所瞻仰崇高，如日月经天，山岳至地，微微乎莫与并矣。故亦取象于卦，艮为山，兑为泽。天地定位之后，即既以山泽通气。通气者，通天地之气，以成生化之用。艮亦阳在颠，是天之气下降，而为山；兑亦阴在上，是地之气上升，而为泽。山泽者，富贵之所出，物之所处藏也。故山天大处，泽的萃；处则物处，萃则物聚，皆富贵之具。而谓易卦取法乎天地山泽之利者，天地主其生成，山则成其发育，则物之用不可尽，力不可穷。故则无水曰困，山有火曰履，是毁其处居，而败其物之利，失其物之用也。故备物者，天地自然之功，而致用则圣人之利也。立象成器，圣人因易卦之治，而为天下利，则人类之福也。故本节所讲，皆推本圣人法则天地，利用万物，以易卦示人，而明教天下后世者也。宣圣所讲为止，自易皆出道之本体，世人始知道之为道，并非模糊场晃，莫可就结之物。此时中国言道最初最精之化，与老氏所说互相表里。老氏称道曰无名强名，正是由无入有之扭，亦即由太极而两仪之象。太极无也，两仪则有矣。有其气而后有其数，有其名而后有其形。故一阴一阳，气也亦数也，名也亦形也。而后微妙不在气数形名，而在一道字，以名之两仪，名之阴阳，皆有偏颇之弊。唯以道明之，则通贯上下，切题万有，会合神形，推运一切，无不可也。
故道者发于太极，至于无尽。日用寻常不能外，今为奥妙不能分。大之包天地而有余，小之入无间而有细。以其名之顺乎礼数，行之达乎天地也。而其用于人也，有修持之谓焉，有行止之谓焉，有处世皆物之楷模，有成仙正佛之阶梯，则是其人之所遵行，所彻悟，所抵止，所成就，而异焉。故言道万端，而循原则一。义者何？一阴一阳而已。阴之与阳，以为后天。既分之后，非复先天未动之时，故人物之生，必自阴阳交合始。合则生，离则死。则阴与阳者不得孤立，不得独行，而合以修炼之事，成功之日，不复有阴阳之分。此非阴阳之孤独也，亦非其分离，则为功夫火候化而异之也。虽化而一，仍有其原质，如化学之物，虽已变为第三种，而其原有之物，仍不得失其一。故化合之功，即修道之欲，修持之妙，即有还无，由二反义之象。此即以出者入之，去者归之而已。阴阳自太极分，其成也，仍归于太极。故曰道者反本复始者也。夫道既以精粗巨细通乎一切，则凡有者，举不能离道以生以存，以育以成。此中庸所谓道也者，不可须于理也。而推之于人，则自生始，与生俱生，生之所有，即道之所复。然道无定形，无定形，亦特生之曰：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此二句即足代表道之定形。定形，行谓之善，行谓之性，性也善也道也，三者异也。而亦分为前后三段。即初名曰道，中名曰善，终名曰性。此三段乃人之一生，始终具备，不得或失。失则失其身矣。失其身者，失其命也。故中庸曰：天命之谓性，性命与身，皆自天赋。而天者，该神行气数，谓之主宰者也。非如天地之天，天地之天，指上之苍苍者，此之谓天。发于无形，统乎有形，包诸生成，主其欲养，而直通于人心。凡心之动，天即感焉。此神之所照也，理之所因也，数之所服，命之所立。莫不由天，亦不称天者，以有太极代之也。太极太一，天之至尊，神之至崇，生成变化，莫不主之。故有生者，莫不自此出。气也而有非气之属，数也而有非数之类，名也而有无名之名，行也而有无形之形。斯造化之至神，宇宙之至精也。于人亦因之于心，通之于性，命之于善。第三章总述全章大致，故义之三句，实以人为准则焉。举人足以概括万物矣。人为万物之灵者，以其神能通天，性能合道，善能治数而已。故举人凡天命之生者，皆可由是推之。宣圣讲义。此章谓阐为，阐明天人性道之奥，即人天修养之要。因自一阴一阳之谓道起，下至成之者性也。
其下将后文成性存道义之门以来，为第一节，皆明性道本始，有合于义者也。其后应将天地之大德约深一节，皆作第二节。最后则仁者见之谓之人等语。四顺讲至此，在于何定？以道与性有名而无形，形在于德，德有四，以人为首，人理义性，达夫四德之德，通夫人生之心。而在义则以位为主，时为用，物以为利，人以生财，皆本末一贯者也。而又分内外两大类，即中庸成己人也，成物质也。术语所本，在义不言志，称之为用。显诸人，藏诸用，用也者，智也。智藏而不灵，则明德归后。故不讳言利而讳言智。中庸皆出智字，以申述一词不尽之意。所谓智者，人之效也。有人始有智，人不见，无以智称。是圣人虑后世图逞聪明，好行奸巧，以欺民罔物，治天下纷争，而莫之所戒。故老氏曰：大智若愚，智而若愚，足见智之一藏矣。藏者谓修持秘诀，与前讲逆自有异曲同工之效。盖藏为退休，谓隐遁。如文中圣人，以此喜心退藏于密，正是藏之要者。书曰：夙夜积命又命，亦退藏之事，不独隐居独善。所贵极秉国君，礼万机，正位诚实，亦必有退藏之道。诚以一动一静，天地之枢机，一进一退，谓时之橐越。有其一，必存其二，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耳。显之与藏，人之与智，相环成抱，永不远离。故智者无畏，无畏而无不畏。无畏见其藏，有畏见其显。斯道也。自古甚受人心法，有如尧舜兴传，昭垂万世，不得已也。而二者合之为中，即太极也。中者包动静，该显藏，被人治者也。故执中无偏，则显道也。藏亦道也，仁德也，智亦德也。在人为性，在身为心，在物为情，在妙为神，皆合此二者以成之。上圣下愚，义也。而身性同，刚强柔懦，义也。而心情同，谓自天命无或加减也。能明此，自明天道性命之学矣。义虽始自太极，太极不见其用，必至动而分阳阴，两仪既判，得用乃彰。故在周易言道，必自阴阳始。周易未记以前各义，推演其变，故略体而重用，先有名而后无名。盖阴与阳者，以天地谓之表率。阴阳而在义，则谓乾坤。干阳而坤阴，卦自乾坤始，则乾坤以上，推义所包举。然不得不溯乾坤由来，更不得不明天的法相。天地既定，乾坤陈列，则所谓生成变化，皆自此分别繁衍。此所谓道也。道由陆也，由木之干，草之根，有所始，有所终，而共达其生存之道，舍此不可也。故数天地间万物万事，皆以道范之。如人之有形，必由陆也。陆有来去，道有阴阳，义也。而兹所谓道者，
故从圣人为所生所成所变化之路，却直探其源，尽求其本，谓义之为义。故以义喻难，以义民众，通其原本。故自义而一，则所生成虽不可及，所变化虽不可知，而采之于初，所知于始，则不过一阴一阳而已。此两一字，义则视其本，义则明其量。本始之一，即自二以下皆义所出，分量之，义及两者，等量其观，无多寡轻重也。故两一字含有深意。不然乎不曰阴阳之谓道哉？明阴与阳，不孤身，不独成，不自变化，必与其一合，而后者其功用焉，则义之所上矣。义之与一，合而为二，其而成偶。如人之男女，物之雌雄，原相匹配而克协和。苟有多寡则不合，有轻重则不匹。以分量为数之本，数始于一，而推之无尽。知其一则知其余。自太极生两仪，以见天地有其阴运之气，人物含其孕育之情，不可苟也。而天地好生，人物重序，皆自然之妙，不得强也。人物未言其宗性，凡其